可是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蹙眉吻自己，我去你个阿爷的！哪来的变态啊？敢私闯民宅非礼女上，嫌你太长了，你是不是？江兆月，你做什么？江兆月不管不顾地去摸床头新买的防狼喷雾，他想让这个变态男人尝一尝真正的科技与狠活。可是摸不着啊！一抬眼看到周围不是自己熟悉的简约风，一股洪流般的记忆突然强势地灌入大脑。我传书了。是的，他穿进一本刚刚看过的网络小说中，里面的男女主经过一些小小的磨难后终于在一起。他传承的却是男配的炮灰前妻，这个炮灰前妻也叫江兆月，是成宁侯府的嫡长女，自私贪婪愚蠢恶毒，京中人人讨厌。不过他有个高瞻远瞩的好祖父，早早的给他定下与镇国公府二公子裴景周的婚事。他刚满16岁就嫁进了镇国公府，可他依旧不改自私贪婪愚蠢恶毒的本性，虐待裴景周的丫鬟，讽刺裴景周的弟弟妹妹，顶撞裴景周的哥哥姐姐，气病了裴景周的父母，怪天怪地，怪裴景周待自己不好，任性的带着一大笔钱和一个上京赶考的穷举人私奔。银钱花光，穷举人立刻翻脸无情，将他卖进青楼。短短3个月，他就得了脏病，最终他在极其痛苦当中死去。现在是他和裴景周的洞房花烛夜，也就是说，书中的悲剧还没有发生，他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怪不得书中称裴景周为颜霸。哎呀，真是太好看了！江兆月忽然想到自己刚刚不明状况，把裴景周推开，出声道：“那个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二爷，你去哪儿？你不愿意，我不会勉强。哎呀，这真是完美男人的身材啊！凭我多年看小黄漫的经验，他那深衣之下肯定有起伏有致、手感极好的薄肌，非常的有力量感。他不由得想到平日小黄漫里面的高情节。和这样极品容貌身材的男人，那个感觉肯定非常非常好。二爷，何事？回二爷，衙门来人了，请您去一趟。知道了。这就走了？二爷，你要说什么？衙门有急事，我线下必须去一趟。工作比较重要，你快点去吧。二爷何时回？还不知，你早些睡吧。好的。你有什么事情找孙嬷嬷就行。好的。那我走了。二爷慢走。裴景周刚从婚房走出来，镇国公府上上下下都知道了。二爷去衙门了？说是衙门有急事，就赶紧换了常服去衙门了。什么急事啊？就是看不上江兆月，找的借口罢了。二爷今晚铁定不回来了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信，说不定以后二爷也经常不归家。那二爷以后住哪儿？住衙门呗。二爷以前又不是没住过衙门，估计以后要常住了。二爷这么出色的一个公子，娶他这样的，真是……真替二爷不值。京中好多人都笑话二爷，娶了江兆月那种空有美貌、自私恶毒的人，谁不笑话？可不是嘛！要不是镇国公府信守承诺，京中都没有人愿意娶江兆月。那可不，哪有京中贵女像她那样粗鲁恶毒的？虐待下人，好吃懒做，陷害其他贵女，还打压庶妹庶弟，还打断过一个小孩子的腿。他做的坏事罄竹难书啊！娶回家就是个祸害，以后国公府的日子不好过啊！二爷要是休了他，娶严姑娘就好了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严姑娘心地善良，又待人温和，和二爷绝配。是啊，我也这样认为的。次日一早，丫鬟香巧来到床前，战战兢兢地唤：“二奶奶。”“二奶奶，一会儿要给国公爷和夫人敬茶。”“国公爷，夫人？传书了。洞房花烛夜，夫君裴景周去衙门办事了。二爷昨晚没回。
是，二爷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哦，江昭月不在意的缓缓坐起来，香巧忙上前扶一下。二奶奶饶命！江昭月双手僵在半空中，愕然出声：“香巧，你干什么？”二奶奶，你……江昭月一头雾水的问：“我怎么了？你不是要打奴婢吗？我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奴婢这么早喊醒你，今日要敬茶，你本就应该早早的喊醒我啊。可我以前何时想打你就何时打，不需要理由，是吗？奴婢是下人，惹主子不高兴，理应受罚。没错，香巧是成宁侯府买来的下人，她7岁就开始伺候原主，是所有下人中挨打最多的。是以原主语气动作有些变化，她都吓得抖如筛糠。那是以前，以后啊，我不会再打骂你。现在呢，我只想伸个懒腰。伸懒腰？是啊，你不要怕，起来吧。香巧半信半疑的起身伺候江昭月梳洗。江昭月全程真的没有打人，香巧忽然有些信他了。好了，我们去敬茶吧。二奶奶，老奴为您带路。有劳孙嬷嬷。一路上，孙嬷嬷向江昭月介绍镇国公府中的主子们。江昭月一边听着，一边四周环顾。都滚开，不然就砸死你们！孙嬷嬷，他是裴恒。一眼就认出裴五爷。看来江昭月并非外界传的那样愚笨无比。是五爷，国公爷最小的孩子，生母是沈姨娘。那他现在在干什么呀？可能在发脾气吧。他经常这样吗？老奴也不知。大孙子、小儿子，老爷子的命根子。裴恒估计就是个被溺爱长大的无法无天的熊孩子。你们哪个院子的？五爷，我们是灵华院。这位是……你们都是二哥院子的？是。他是谁？她是二奶奶，二爷的夫人，也就是你的二嫂。狗屁二嫂！五爷不能对二奶奶无礼。关你屁事！就是你死乞白赖的要嫁给二哥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府里人都这么说的，我听到了。你个坏女人！二奶奶，童言无忌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坏女人，砸死你！裴恒仍不解气，抱起藤球砸向他。藤球重重地砸中江昭月的膝盖。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江昭月一把推开孙嬷嬷几人，弯腰捡起地上的藤球，毫不犹豫地砸向裴恒的肚子。裴恒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小胖脸都呆了。孙嬷嬷惊住，香巧捂住嘴巴，其他人睁大眼睛。哼，坏小孩，就你会骂人砸人啊！突然，小胖脸朝天空一昂，哇的大哭了起来。五爷，哎呦，小祖宗哟！两条小短腿直接在地上扑腾起来，谁都哄不好的那种。让他哭！裴恒闻言，哭声一止，让他好好的哭，哭的眼睛肿起来，脸脏起来，嗓子哑起来，变成一个又脏又丑的丑八怪。你坏女人！你丑八怪！你是坏女人！你是丑九怪！你是最坏的坏女人！你是又脏又臭的丑九怪！坏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找你的。好啊，我等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把你的藤球带走。藤球准确无误地投进裴恒的怀抱里。走吧。几人回神儿，忙跟上江昭月。二奶奶，说，五爷是个孩子。那又如何？你何必和他一般见识？他先砸我的。这时候，一行人正好到了松青堂门口。二奶奶，江昭月回头，二爷，孙嬷嬷几人忙行礼。我刚回府，和我一起敬茶。好啊，走吧。二爷素日去衙门办事，若是一夜未归，次日就在衙门待上一整天。今日居然这么早就回来，还换了衣裳，就为了陪二奶奶敬茶。父亲，母亲，景州，你回来了。昨晚衙门突发急事，杨大人和武大人受伤了，儿子不得不连夜去处置衙门事宜。强强回到府里，便来看父亲和母亲。杨大人和武大人受伤了，他们现在伤势如何呀？好在他们底子好，静养1个月就能痊愈了。那就好，开始敬茶吧。他以为裴景州还是接受不了江昭月，故意在洞房花烛夜逃去衙门，以表明自己对这桩婚事的不满。没想到衙门真是有急事。真是好看，
可惜是个大脑空空、心肠歹毒、名声极差的草包美人。赵月呀，你和景州终于成亲了，你的祖父和景州的祖父在天有灵，也会很开心的。是，父亲。这往后啊，得收收心，向你母亲大人多学学做人做事，和景州好好过日子，知道了吗？是，父亲。儿媳以前确实有些不懂事，做了许多糊涂事，让人误解儿媳行为不端。以后儿媳定然改正，用心过好日子，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儿媳。狗是改不了吃屎的。好好好，你这样想是对的，以后照着做便是了。景州啊，你比赵月大4岁，吃的饭吃的盐都比他多，以后要多多教导他，照顾他，体谅他，两个人携手并进。这说的什么话？凭什么景州要教导他、照顾他、体谅他？他配吗？这个公爹真不错。是，儿子谨遵父亲教诲。这时候有丫鬟在王氏耳边耳语了几句。你打哭了恒哥？什么？你打哭了恒哥？什么？他打哭了恒哥。赵月，你打哭了恒哥？回父亲，儿媳没有。就说嘛，赵月本性善良啊，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一个5岁的孩子呢？不然啊，肯定是弄错了。儿媳是用藤球砸哭他的。用藤球砸哭的？你为什么砸他？他先砸我的。他先砸你，你就砸他？自然，我不会平白无故的砸人。你这人还有理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大人，他是小孩子？儿媳知道。那你还同他一般见识？儿媳是和他玩，把他砸哭，这叫玩？不砸不相识。你们相识了吗？我们现在应该是朋友了。江兆月，不要把旁人当傻子。母亲，儿媳说的都是事实。你的事实就是砸伤了恒哥。母亲，我爹并未受伤。没想到成婚第1天，江兆月就敢动手打镇国公府的公子哥，以后岂不是要上房揭瓦了？今日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一番。二嫂，二嫂！裴恒穿着簇新的衣裳，一手抱着藤球，昂着小胖脸，声音奶乎乎的。二嫂，我没有哭了。对，我眼睛没有肿哦。确实。我还洗澡澡了。看出来啦。我嗓子也没有哑。没错。新依依熏香香了，姨娘弄的。我不是又脏又臭的丑九怪，我好看的。没错，你好看。那你要和我一起踢藤球吗？恒哥，母亲，他刚刚是不是砸哭你了？我先砸他的啊。我和二嫂现在是朋友。二嫂，我们是朋友吧？江昭月点头。是啊。嘿，母亲，我和二嫂现在是朋友。他都砸哭你了，还当他是朋友？母亲打哭我，母亲也还是我的母亲啊。这孩子。二嫂，要和我一起踢藤球吗？好啊。那我们走。等一下。啊，你又不要和我踢了？不是，我们要先用早饭。我用过了啊。我没用过。我用过了。我没用。裴恒想了想。那你用了早饭后，我们再踢藤球，可好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那就用饭吧。这就把裴恒拿捏住了。裴茂坤、裴景洲等人这下不但相信了江兆月和裴恒不砸不相识，还惊讶地发现江兆月可以轻松降住了任性霸道爱哭的裴恒。母亲，可以用饭吗？用饭用饭。一行人来到大圆桌前，裴恒硬挤到江兆月旁边坐着。今儿你们母亲生气，也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国公爷，饭菜要凉了。你不是用过早饭了吗？用过了，还可以再用一次啊。怪不得长得胖乎乎的。小孩子胖乎乎的，以后可以长高高，像二哥一样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早饭顺顺利利的用完，一行人又开宗祠入族谱。一切结束时，已经到了中午。骗子，大骗子，坏女人！你在嘀咕什么？二嫂骗人。我怎么骗你了？你答应的，用了早饭后陪我踢藤球的。我答应你，用了早饭后陪你踢藤球，又没说用了早饭后立刻陪你踢啊。现在也算是用了早饭后，踢藤球不？啊，现在踢，现在就可以踢了。踢。好。
二爷，一起踢吗？不踢。那你回去歇歇，我和五弟在这踢一会儿藤球。注意力道，不要伤到他。二爷怎么不担心他伤到我？我可是娇滴滴的人啊。不要伤到你二嫂。多谢二爷关心，一会儿见。裴景舟抬步走到凌华院门口，忽然听到裴恒惊呼一声：“哎呀，二嫂好厉害啊！”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不过恒哥儿不是受伤或者受到惊吓就好。裴景舟转眸望向裴恒身边的那抹红色身影，果然踢得不错，难怪裴恒不停地惊呼：“二嫂再踢，踢过来！二嫂再踢，踢过来！来了！”江兆月再次将藤球递向裴恒，一大一小两个人就这么开心地踢着。二奶奶可以用午饭了。不要，我还要玩。可是我有点饿了，怎么办？啊，那我和你一起用饭。走，二哥，我和二嫂一起用饭。不许闹气！我不闹，我一会儿吃过午饭还和二嫂踢藤球。啊，没有红烧肉肉啊？没有。那我不吃了。那你就饿着吧。二嫂，二爷，这个肉丝好吃。裴景舟明白江兆月的用意，夹了一根尝尝。好吃啊？是吗？我也尝尝。哇，真的好吃。我觉得藕条也好吃，你尝尝。但凡江兆月说好吃的，裴恒都吃，连平日讨厌的蔬菜也没有放过。他为什么这么听你的？因为我藤球踢得好。府里也有藤球踢得很好的，可能他们没有我长得好看吧。好好用饭吧。裴景舟就不该对江兆月抱什么希望。我去沐浴。好。想到一会儿就要和他洞房了，心里还有些小激动。他重新躺到床上等待，等待。裴景舟沐浴怎么比我还慢？他都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终于一身中衣出现。你睡里面？大晋朝很多女子成婚后都睡在床的外侧，方便伺候夫君夜里喝水、用饭等等。那个，你不睡里面？睡外面也可。男配就是男配，虽然克己复礼、不苟言笑，但人心是暖的。他雀跃地朝裴景舟跟前凑了凑，裴景舟以为挤着他了，下意识往床边挪一挪。江兆月又朝裴景舟凑一凑，裴景舟又向床边挪一挪，再凑一凑，再挪一挪，继续凑一凑。你要干什么？那个，我愿意和你洞房。裴景舟一愣，见他不动，江兆月主动轻身上前，趴到裴景舟的身上，吻住他的嘴唇。我去，好软好滑，口感真好。他不由得用力吮吸。裴景舟回过神，顿时大惊，一个没注意，重重摔向床下。江兆月跟着掉下去，砰一声砸到裴景舟的那个位置上。江兆月立即意识到不对劲儿，忙翻身下来去抓他裤子。你干什么？我懂点医术，看看你的伤情。裴景舟挥开他的手。不用你看。不行，我得看看。我没有受伤。可是你看起来很痛苦。裴景舟忍着疼。不用你管。那我去喊府医。不许去。裴景舟喊住他。江兆月重新蹲到他跟前。那我看看，万一砸坏。我缓一缓就好了。当真？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洞房啊！洞房啊！裴景舟张口结舌。怎么了？堂堂国公府嫡次媳，理应端庄。堂堂国公府嫡次媳就不用行敦伦之事了吗？你简直不知羞。夫妻房中之言有什么羞不羞的？他说话奇怪，做事无章法，歪理一套一套的，不但没有京中贵女嫡媳的端庄娴雅，反而轻浮放肆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刚刚还简直，世间怎会有这样的女子？二爷，你是生气了？裴景舟还是没有接话。因为我亲了你，压了你，扯了你裤子。可是我都是有原因的呀。我亲你，因为你说过我愿意就可以洞房。压你一下，是你先摔倒，将我带下去的。扯你裤子也是关心你的伤情啊。大晋哪有女子像你？像我什么？这里是大晋朝，裴景舟向来克己复礼，昨天蹙着眉头亲原主，也是为完成洞房花烛夜的流程，并不是真心的。江兆月是色胆包天，一心想要睡他，忘记他是抗拒自己的，所以让他感觉到了不适。确实是有些着急了，这样不好。
对不起。裴景舟闻言微微一愣，既然你不愿意，我就不勉强你了。这是昨日裴景舟和江兆月说的话，今日他对他说出了这样的话。你什么？你自重。好的，我会自重。睡吧。江兆月上了床，睡到里面的被窝，裴景舟依旧睡在外面的被窝。二爷，今晚真不愿意洞房了？裴景舟立刻蹙眉。哦，那就不动好了。夫妻之间有点肢体接触，应该没什么吧？裴景舟感受到他灼人的目光，心里异常烦躁，又一次睁开眼睛，转头正要让他自重，却发现他已经睡着了。雪白明媚的小脸抵着被子，杏眼微合，看上去乖巧极了。可他却知道，他一睁眼就可以做出各种离经叛道的事。他再次蹙眉，朝床沿挪了挪，远离他一些。哪知道睡着的江兆月又挤过来，他的被子紧贴着他的。江兆月，江兆月丝毫没有回应，鼻息如常。裴景舟再次朝床边挪了挪，江兆月又挤了过来。这人怎么睡觉的时候也这么粘人啊？裴景舟无奈，用手掌推住他的肩头，防止他再凑过来。不料江兆月像条小蛇一样，直接抱住他的小臂，小脸贴到他的肩头。裴景舟手触到他胸前柔软的部位，顿时又羞又恼。江兆月，江兆月闻声睁开眼睛，一脸迷蒙地看他一眼，对他轻轻一笑，接着闭眼睡。这女人一觉睡到天亮，感觉身上暖融融的。能放开我吗？裴景舟脸色铁青。什么？裴景舟不悦地低头。江兆月跟着看去，惊讶地发现自己跑到裴景舟的被窝里，两条胳膊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一条腿搭在他的腰上，像只八爪鱼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应该问问你自己。我不知道啊。江兆月太缠人了，不管裴景舟是把他裹进被子，还是把他绑进被子，他都能够钻出来，凑到他跟前，贴着他睡。可以放开吗？可以。你又要做什么？腿有点麻了。你慢点儿。有点软，有点硬，热乎乎的，手感果然很好。江兆月。我的腿麻。来人！裴景舟喊丫鬟英哥来伺候，英哥连忙走进来，看到二爷都起了，二奶奶还躺在床上，脸蛋白皙，睡眼惺忪，带着一种浑然的娇憨和无害。可是身为心腹，不应该早些起床伺候夫君梳洗吗？哎呀，每日睡前醒来都能看到这等绝色的男人，真是让人愉悦。二爷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去给父亲母亲请安。对。裴景舟走出凌华院，江兆月跟着走出去，走着走着就远远落后裴景舟了。二奶奶，我们走快一些。二爷，我追不上你。昨日有裴恒在，裴景舟迁就着，故意走得很慢。今日没有裴恒在，他也不演了。江兆月不客气地说明事实。裴景舟蹙眉等待，江兆月这才抬步走到裴景舟跟前，然后不满道：你长得高，腿长，还走那么快，一点也不贴心。二爷，就这样走着就好，我也可以跟上你。裴景舟不接话。二爷，你真好。二爷，安静一会儿吧。好的。这样的话，你能感觉到我的存在，就不会走着走着又走快了。成何体统？裴景舟扯回衣袖，江兆月又拽上去。裴景舟扯回来，江兆月再次拽上去。裴景舟扯回来，江兆月再次拽上去。裴景舟再次扯回来，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宗清堂。哎呦，瞧瞧，这小两口关系多好啊！王氏却是脸色发沉，待到江兆月和裴景舟走进厅里，身为国公府媳妇儿，一言一行都应该端庄，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？母亲，是儿子不对，不应该失了礼仪。江兆月闻言心头一暖，儿子最是知礼守礼的人，怎么可能失了礼仪？明显是维护江兆月。夫妻间打打闹闹很正常。来，坐，都坐。江兆月和裴景舟坐到旁边，王氏不愿意搭理江兆月，裴茂坤就主动关心江兆月在国公府的情况。父亲，儿媳一切都好。那就好，明儿个就要带景舟回门了。是。这个是我和你母亲准备的礼品，你整理一下，明天呢带到成宁侯府去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是。
江兆月向裴茂坤和王氏行礼感谢。二嫂，踢藤球啊！我今日很忙，没空踢藤球。你忙什么？我要整理嫁妆。我帮你啊。啊，阿姨，可以看看父亲母亲准备什么礼品吗？裴景周将册子递给江兆月，江兆月展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国公爷可真是大方呀！什么珊瑚、人参等等，写了长长一串。这些都不用送了，他们不值得。你就这么说自己的父母吗？是啊。不可理喻。裴景周夺过册子，抬步离开。啊，这是干什么呀，二姨？二嫂，好吓人啊！什么好吓人？二哥好吓人啊，吓到恒哥了。有吗？裴景周很吓人吗？不怕不怕，二嫂保护你。好。那我们一起整理嫁妆吧。好。二嫂，我做什么呀？你数数。啊，数数？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会数吗？会，我能数到20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呀！那你去数一数这些东西，看看够不够数。裴恒抱着藤球，噔噔噔地跑到库房门口，凡是进库的东西，他都要数一数，和江兆月册子上的数量吻合才放行。中间吃了个午饭，下午接着忙，一直忙到夕阳洒满了大地，嫁妆都入库了。江兆月坐在厅中，说一些作为林华院女主子的话，希望每个下人都好好伺候二爷和二奶奶，然后给每个下人都发了丰厚的红包。二嫂，我们忙完了。江兆月点头，将红包递给裴恒。啊，二嫂也给我赏钱？不，这不是赏钱，这是给你的工钱。工钱？对啊，你一整天都在数数，数得非常好，自然得有工钱。我能数到100了。本来只会数到20的，但在江兆月的提醒之下，轻松数到100，裴恒自豪的不得了。嘿，那可不，恒哥最厉害。拿着，这是你自己挣的，我以后也要挣多多的工钱。以后挣功名。挣功名？对啊，像你二哥一样，以后变成很厉害的人。好，那以后要好好读书哦。我要好好读书，挣功名，像二哥一样厉害。好，不早了，你跟着嬷嬷回去吧。江兆月累了一天，也不想说话，就默默和他一起用饭。晚上依旧睡在床里面，再次睁开眼睛，天微微亮。昨日早上的话再一次在耳边响起：“能放开我吗？”裴景周，你什么意思？裴景周？是，叫你名字怎么了？这就是你的礼数？对，这就是我的礼数。怎么了？难怪会对父母无信。原来堂堂吏部裴大人说话这般草率。裴景周动作一顿，回头看江兆月：“你是见过我父亲母亲，还是当过他们的孩子？说我无心的时候，知道他们做过什么吗？将你养育成人，难道不够你感恩？你怎么知道是他们把我养育成人？”江兆月反问：“二爷，什么事情？可以起床梳洗了，一会儿要回门了。”知道了。那老奴进来服侍你和二奶奶梳洗。进来吧。江兆月掀开被子，直接下床，朝衣架走去。路过裴景周时，故意撞了他一下。裴景周身子晃了晃，顿时觉得好气极了。怪不得都说成宁侯府嫡长女江兆月无规无矩、无才无德、无法无天，谁娶了谁倒霉。一开始我是不信的，甚至想凭着自己的能力引导她成为一个端庄娴雅的妻子。没想到真是想得太简单了，呀。他收起心绪，整个人变得更加的冷峻。成宁侯姜世宏、成宁侯夫人吴氏等人来到门口迎接，裴景周忙行礼：“进去坐。”是。裴景周应是，余光瞥见吴氏一下把江兆月挤到一旁。母亲，你做什么？怎么了？挤到我了。哎呦，对不住，母亲的错。哎呀，景周莫介意，兆月就是有点小性儿。是，景周多包容啊。母亲、父亲，二爷也不是外人，你们何必这般虚伪呢？兆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母亲挤到我了，我仅仅提醒一句，做错了吗？没有啊。母亲随意安抚一句就可以接过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为什么母亲又赔不是，又在二爷面前说我小性？这件事情值得母亲这一般费尽心思的塑造好继母形象的同时，还要夯实我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、无规无矩的模样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这江兆月6岁以后就没有正正经经读过书，
脑子里面就是一团浆糊。别说玩心眼子了，连其他人的言外之意都听不出来。这今日说话怎么这般有理有据了？是母亲错了，可是母亲并没有那个意思啊。我知道母亲也是为了女儿好，只是女儿已经嫁人，代表的是郑国公府的颜面。母亲莫要再像以前那样到处说女儿的不是。我天地本不全，人也应不全之理，还请母亲以后待女儿宽容一些。难道母亲不愿意宽容对待女儿吗？哎呀，自然是愿意的。还是母亲疼女儿。江兆月直接挽上了吴氏的胳膊，朝厅里走。嫁人了就是不一样，懂事多了，和他母亲也亲近了。赵月以前和岳母大人不亲近吗？亲近，只是现在更亲近了。裴景舟看穿了姜世宏的心虚，他忽然想到姜兆月今日和他争吵时说的一些话。景舟啊，进去坐吧。岳父大人请。两个人一起向前走着，姜世宏总觉得自己不了解长女这事儿有些不太好，便主动和裴景舟说起自己了解的姜兆月。赵月小时候很可爱的。怎么说？他刚出生呢，生母就去世了，他的祖父祖母心疼他，就把他带到身边养着，养的那叫一个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呀。一直都是祖父祖母养着的？是啊，养到6岁，他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，可是他太可爱，太惹人喜欢了，他的祖父祖母实在舍不得，弥留之际呢，给他留下许多金银珠宝傍身，唯恐成宁侯府待他不好。后来呢？后来没了他祖父祖母的约束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越来越任性，就越来越……如今呢，她嫁人了，长大了，真好啊！没有他祖父祖母约束，越来越任性，越来越……裴景舟抬眼看向姜兆月，姜兆月立马将脸偏向一旁。裴景舟似乎听到了他生气的哼一声，莫名的感到心虚。这是犬子姜俊义。俊义快过来见见你姐夫。姐夫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这是俊义的双胞胎妹妹姜婉雪。见过姐夫。不必客气。是姐夫，本来应该是我和他成婚的，偏偏让姜兆月占了便宜。他心有不甘，缓起身之时，故意身子一歪，朝裴景舟倒去。裴景舟眼疾动作快，一个侧身轻松闪开。婉雪，妹妹，此人真是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我堂堂成宁侯府嫡女这般狼狈，以后如何见人？不行，一定要化解这样的狼狈。母亲，哎呀，婉雪和赵月一起长大，看着赵月这个亲姐姐出嫁，难过的哭了一宿，遭寒气入体，这几日身子都不适。可是听到赵月回门，他又硬撑着前来见一见，结果呀，这身子就受不住了。母亲，是因为我才身子不适？哼，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了。姜兆月连忙上前，用力一推。哎呀，二妹妹！扑通一声，吴氏等人没有扶住，姜婉雪再一次倒地，脑袋重重地磕在地上。赵月，你干什么？母亲不是说妹妹寒气入体吗？我把寒气赶走。哪里有你这样赶寒气的？我会点医术，听我的，一会儿就好。会点医术？裴景舟突然想起那天从床上摔下来，又被随之下来的姜兆月狠狠砸中那个位置，当时他就说会点医术，要给他看看。还好没有给他看，不然他也这样摇，很有可能要断子绝孙了。母亲！姜映雪被姜兆月摇得发钗噼里啪啦乱飞，头发蓬乱，说话都断断续续。够了，好了。母亲，对，哭是好事儿，哭一哭就能把寒气哭出来了。我就说我会点医术，保证二妹妹10日内能彻底痊愈。二妹妹，你现下感觉好多了吧？姜婉雪立刻转头想直接辱骂姜兆月，忽然察觉到裴景舟蹙眉望着自己，仿佛在望一只一身狼藉的屎壳郎似的。看来寒气太重了，多哭哭吧。多多休息吧。是啊，多休息吧。已经这样丢人了，吴氏不想再让姜婉雪丢人，连忙扶着姜婉雪朝后院走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姜兆月高兴，姜俊义就不高兴，横了他一眼，忽然感觉周围一寒。姐夫，景舟坐。姜世宏示意，几人再次落座闲聊。这时候吴氏身边的丫鬟却过来道：侯爷，大姑爷，夫人请大姑娘到后院说些提己的话。好啊。赵月，二爷何事？让英哥和你一起去。不用。山巧，走。
是二奶奶。哎呀，赵月这孩子有点小任性，贤婿莫介意啊。回府之后，姐夫好好教训他一顿。江公子，她是你长姐。江俊义一愣，江世宏察觉到裴景舟生气了，连忙赔不是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江乔，你也下去。二奶奶，你在外面等着我。可是，别担心，出了事儿我可以一打。江兆月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出去吧。江巧依着江兆月的意思走了出去，站在门口等候。要和我说什么？自然说些梯级话。母亲，装了那么多年，不累吗？你这话是何意？人前对我关怀备至，人后想办法将我养废，现在又觊觎我的婚事，想办法抢走，是不是啊？母亲，你一直在装傻。不是，以前的江兆月不在了，我是新的。新的？没错，全新的江兆月。你竟然有如此深的心计，就比你们深一丢丢。刚好看出来你们觊觎我的男人，我的公爹，我的婆母。其实啊，我挺想把婆母给你们的，可惜我男人和我公爹不愿意，所以啊，你们就别痴心妄想了。江兆月，侯夫人，从我嫁出成宁侯府的那一刻，我就是镇国公府裴景舟的夫人，我代表的是镇国公府，麻烦你以后在我面前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江兆月，你不要嚣张，就算你现在不傻了，可你到底是出嫁女，以后在镇国公府想要站得住脚，还得靠成宁侯府。哟，成宁侯府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是天呢？好，等你在镇国公府受了委屈，别找成宁侯府。我爱找就找，不爱找就不找，你管得着吗？你，江兆月，你个贱！江兆月，第一，我是他长姐，他言行无状，打他就得受着。第二，我是镇国公府嫡媳，他出言不逊，打他都是轻的。下次再这样，我可不会这么客气了。江兆月，你夫人，大姑爷派人唤大姑娘。知道了，大姑娘马上就出去了。兆月，作为母亲，我劝你一句，嫁人嫁得好不是本事，过得好才是。像你这样，母亲放心，我会过得好。哼，希望如此。别在我面前耍你们那点浅薄的心计，不然后果自负哟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二爷换我。是，那走吧。你父母一直待你不好？对啊。抱歉。裴景舟忽然道：你说什么？是我误会你了。二爷误会什么了？我以为你父母家人对你极好，所以养成你如今的性子，结果发现他们待我极差。是。一进成宁侯府，吴氏故意把江兆月挤到一旁，激怒江兆月，坐实了江兆月小性儿，被江兆月戳破了目的，还在狡辩。江婉雪是个心思不纯的，当着亲姐姐的面对姐夫投怀送抱。江俊义更是说出姐夫好好教训他一顿这样的话，这把江兆月当亲人了吗？成宁侯府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，证明了整个成宁侯府都没有把江兆月当家人，更别谈养育他了。没错，我以为你是不知感恩之人，对不起。我原谅你啦。你是不是在好奇我怎么这么轻松就原谅你了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呀。因为你也没说错，我就是不孝顺，没礼数，自私无心，但我就是一个爱闹脾气的人。听到你说我不好，那我当时就闹脾气，闹完了就觉得没什么了。确实，江兆月确实是个不把情绪放在心上的人。那你过去过得不好？江兆月稍等一会儿，没有等到裴景舟说下去。估计这人又受到礼义廉耻的约束，说不出口了。哎呀，真是，我过去过的是不好，但人啊，不要沉溺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，把什么都怪在出身上，那样容易画地为牢。应该向前看，向前走，终有一天路上会开出繁花。你说的对，你不再是曾经的江兆月，也不用去计较过去种种，未来好好待在镇国公府，有什么事情先同我商量商量，不要再去冲动叛逆了。阿爷，这是接受我啦？既然我们已经成婚，理应夫妻同心，把日子过好。原来这古板的男人想的还是礼教那一套，成婚了就是夫妻，就应该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以后莫再做离经叛道之事。什么叫离经叛道之事？就是你曾经在成宁侯府做的那些事儿。那我可以拉一下你的手吗？你说什么？
我可以拉一下你的手吗？你你说了，我们是夫妻啊，拉手不是应该的吗？女子应当矜持。江兆月忽然起身，握住裴景周的大手。江兆月，裴景周要抽回，江兆月握得更紧了。松手！就不松。成何体统？二爷是习武之人，想要抽回手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哼，嘴上说松手，却不用力挣脱，还不是喜欢小女子这样做？胡说八道！裴景周稍稍用力，想要抽回手，江兆月却一下被拽了起来，他顺势扑向裴景周，担心他摔倒，裴景周忙伸手搂着他，江兆月当即坐到了他腿上。江兆月，自重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和你说一件事，你别生气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在礼单上做了手脚。做了手脚？是，我继母应该在生气中。吴氏一边生气，一边看着裴景周和江兆月送来的礼单。贱蹄子，贱蹄子！夫人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看到江世宏进门，吴氏忙收起怒火，起身走到江世宏跟前。侯爷来了。这礼单怎么在地上？侯爷，你看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些都是名字好听，实则毫无价值的礼品。比如这个金长望月一对，其实就是木头雕刻的癞蛤蟆和珠子，涂上一层黄漆。这些都是吴氏给江兆月的陪嫁，名字取得好听，实际上都是他不想要的东西。结果江兆月这个贱蹄子都还回来了。镇国公府怎会做这般事？江世宏蹙眉，肯定是。吴氏开口就想骂江兆月，可是江兆月到底是江世宏的亲生女儿。唉，肯定是赵月在镇国公爷、镇国公夫人或者是裴景周面前说了什么，所以呀，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误解，才会这么怠慢我们呢。赵月太不懂事了，今日俊逸不过是让裴景周好好教训赵月一顿，裴景周当场就动怒了。裴景周动了怒？江世宏点头。难怪他在用饭时都没有好脸色。唉，以后遇到裴景周，我再向他解释吧。唉，有用吗？不然能怎么办？我看呢，还是得从赵月下手。赵月如今是镇国公府的媳妇儿，身份不一般，她又任性，一冲动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江世宏望向吴氏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计划的。所以父亲列的礼单一件没送进成宁侯府。是啊，我说过他们不值得，这不合规矩。江兆月整理嫁妆时说把回门礼单整理好了，裴景周以为自己生气时说得很明白，他应该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没想到他还是坚持己见，非但没有按照父亲礼单上的准备礼品，还将一些嫁妆退回去了。他嫌不合规矩的。那你作为女儿做得对。真的？我给镇国公府省银子了。我真是个好媳妇。裴景周无言以对。是吧？二爷，我就是好媳妇吧，对不对？自重。那你就说我是不是镇国公府的好媳妇？这女人真是没有自知之明。裴景周很是无奈，恰好这时候马车停了。二爷、二奶奶，镇国公府到了。晚上睡觉老实一些。二爷，洞房吗？裴景周眼皮跳了跳。江兆月。我知道，我自重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晚上降温，好冷，靠着你好暖和啊！真的，不信你感受一下。江兆月一下将白嫩的小脚伸出自己的被窝，直接贴到裴景周的腿上。裴景周被冻得嘶了一声，凉吧？那你还不盖好被子？盖好了。脚。二爷，你真厉害，身上好暖和，好舒服。不如你给我捂捂脚吧。想得美，英哥。是二爷。拿2个汤婆子来。是。英哥转眼就拿着2个汤婆子进来。裴景周坐了起来，把汤婆子放在二奶奶脚边。二爷怎么了？他不再多想，把汤婆子塞到江兆月的脚边。暖了吗？暖了一点点。将被子掖严实一些。英哥跟了裴景周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子如此细心，不由得看一眼旁边的江兆月，应一声是，然后将江兆月掖得严严实实。
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睡吧。江兆月却像条毛毛虫一样，又向裴景舟跟前雇佣2下，再次紧贴着他。脚暖了，身体还是冷的。睡吧。二爷。睡。睡前聊聊天吧。我明日要上朝。明日就开始上朝了？那你明日什么时候回府啊？可能是晚上。那我一天都见不到你啊，我想你怎么办？二爷，你的嫁娶假这么短啊？二爷，你好辛苦啊！是不是卯时叫起床啊？卯时太早了，我肯定起不来。我最讨厌早起了，没什么重要的事，谁要让我早起，我就闹给谁看。江兆月嘀嘀咕咕说了很多，声音渐渐变小，直到安静。裴景舟听到了他微微的鼻息声，暗自叹息一声，酝酿睡意。迷迷糊糊中，像是有一只小猫似的，一直往他怀里钻。他推了又推，还是推不开。裴景舟鬼使神差的收了手，任由小猫钻到自己怀里。卯时一到，他如常一般醒来，感到身上软乎乎的，刚要用力将它推开，忽然想到他昨晚睡前说过，没什么重要的事，谁要让我早起，我就闹给谁看。他若是闹起来，罢了。他动作轻柔地将他的双手双脚都拨开，轻手轻脚地下床，借着昏暗的光线，看到他忽然翻个身，一条腿伸了出来。他想当作没有看到，却不由自主地走上前，弯腰将他的腿塞进被子里，把边边角角都掖严实了。英哥前来伺候，轻一点。裴景舟收拾妥当，走出正房，忽然停步，转头看向英哥。二爷，二奶奶刚进国公府，许多规矩都不懂，一会儿你和孙嬷嬷陪她一起去送庆堂请安，在旁帮衬点。是。二奶奶稍作等待，夫人一会儿就出来。好。1刻钟过去了，2刻钟过去了，王氏还没有出来。其他人不请安吗？世子夫人需要照料世子爷，有空才会请安。3爷4爷平时在外读书，3姑娘和4姑娘今日可能有事，所以就我一个人来请安。应该是的。懂了，王氏看不上原主，但这几日裴茂坤和裴景舟在场，他没办法发挥婆母的威严。今日裴茂坤和裴景舟都去上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，他终于可以发婆母威了。真是用心良苦啊！不过如今不用上班，不用学习，多的是时间好。江兆月直接歪在椅子上，拿起盘中摆放的点心吃一口。哇，这点心不错哎。比莲花宴的好吃。你们要不要尝一尝？相巧3人都摇头。我要尝一尝，我要尝一尝。五弟，二嫂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要尝一尝，我要尝一尝。五弟，二嫂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昨天就回来了。那你今天还忙吗？今天有一点点空，一会儿陪你踢藤桥。现在不能踢吗？现在不能，我来给母亲请安呢。我也来给母亲请安的。你这么孝顺啊？我经常给母亲请安。真不错，不过母亲还在房里，等一会儿才能出来。那我们在这儿等着吧。我们边吃边等。二嫂，这是核桃的。对，这个核桃是炒过的，焦香焦香的。焦香焦香的，好吃。对，这块是桂花的，有点甜。小孩子吃甜的不能吃多，不然牙齿会长虫子。那吃这个枣泥糕，这里面没有放糖。一大一小围着一盘点心聊起来。什么？江兆月在吃点心？是。他没有着急，难受生气？没有，二奶奶高兴的和五爷分享点心。今日趁着裴茂坤和裴景舟不在，故意待在卧房不出去，让江兆月好好待在正房等待着，尝一尝饥饿、着急、难受、生气等等的滋味。他在借机教训江兆月一顿，哪知江兆月没脸没皮的吃起点心，还高兴的和裴恒分享。谁在桌上摆放的点心？夫人，正房一直都摆点心的，只是平日里你和国公爷、爷们、姑娘们都不吃，偏偏江兆月吃。五爷也吃了。恒哥5岁，江兆月也5岁嘛，没规没矩的东西。再看看他在干什么。银萍立刻趴在卧房门缝往外看。他在干什么？二奶奶和五爷还在吃点心。还在吃？是。他怎么那么能吃？饿死鬼投胎嘛。
点心不干吗？就着茶水吃的。吩咐下去，不许给他们上茶。可是旁边有水果盘，也不许给他们上水果盘。是。什么时辰了？马上就到4时。江兆月那个无规无矩的女人，在正房待了1个时辰，非但没有饥饿、着急、难受、生气，反而吃了点心，喝了茶水，啃了水果。王氏第1步计划就失败了，现在是她感觉到了饥饿、着急、难受和生气。夫人，奴婢给你端早饭过来。不用。可是夫人，你脸色不大好啊。王氏终于忍不住下了榻。母亲，你们来了。母亲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呀？我和二嫂都等好久好久了。母亲在处理事儿。处理好久呀？让你们久等了，都饿了吧？不饿，我们都吃饱了。可是王氏饿呀，非常饿，饿得胃部都有些不适了。银萍，上人摆早饭。是。这真能吃。姜氏。母亲。母亲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是我拿过来的。你就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他弄成这个样子。是啊。江兆月很诚实地回答。王氏差点气个仰倒。江兆月，你是镇国公府的媳妇儿，一言一行都要端庄得体。母亲说的是，可不得体的是五弟啊。对啊，是我呀。你面前的桌子弄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英哥，收拾一下。是。英哥上前。江兆月，母亲，你不是要收拾的意思吗？别人的儿媳妇儿端庄娴雅，聪慧懂事，乖巧，这婆母一个眼神就知道应该说什么做什么，把婆母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江兆月简直就是个睁眼瞎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弄不明白。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这就懂了。你，母亲，儿媳怎么了？你们走吧。那儿媳走了。母亲，恒哥也走了。裴恒立马追上江兆月。哎呦喂，锦州造了什么孽，娶了这样的女子，颜德容功一样都不占。二爷礼乐射御书术样样精通，二爷就是这样我才生气，他哪里配得上我的周哥？你看看他长得妖里妖气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大家闺秀模样？说话做事一点也不端庄，连喝茶的时候都像在勾引人。他还和小叔子玩成一片，不成体统，不成体统啊！走在路上的江兆月连续打了2个喷嚏。二嫂，你受风寒了？没有。那都打2个喷嚏了，1个响，2个骂，3个就是生病了。所以啊，肯定有坏东西在背后骂我。骂你做什么呀？坏呀，坏东西骂人不需要理由。坏东西，来吧，来！裴恒斗志昂扬，一大一小2人就踢了起来，不停地追着球跑，踢出花样，越踢越上瘾。香巧等丫鬟在旁边看得上瘾。二嫂，我还会把藤球踢得高高的，高得吓人。你踢，老娘才不怕你。好，小短腿用力一踢，藤球真的飞了起来，不待江兆月接，他一下飞进旁边的小院子，里面发出一声惨叫。哎呀！江兆月一惊，裴恒小身子一抖，你砸到人了！我砸到人了？对，我砸到谁了？不知道哎。那怎么办啊？快去赔礼道歉，走走走。江兆月拉着裴恒的小手，快步绕过一整面墙，朝院门口走去。梨花院啊，吴姐姐和田姨娘住的地方。那你刚刚砸的是谁啊？进去看看吧。走。2人走到院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一阵阵的惨叫声。他们心里一紧，不管3七21，推开院门就看到的却是田姨娘手挂鸡毛掸子，正往五姑娘裴思静身上打。没用的东西！田姨娘，你打我吴姐姐干什么？呀，是五爷和二奶奶呀！你打我吴姐姐干什么？我就是教导她为人处事。打人是教导吗？当然是了，打人是不对的。你吴姐姐呀，就得打一打，才能听话。不许打！棍棒之下出孝子，也出孝女的。裴思静闻言，头埋得更低了。
裴恒觉得田姨娘讲的不对，但他的小脑瓜里的东西不多，小嘴巴张了张，不知道如何反驳田姨娘。二嫂，干什么？我说不过他。你帮我说他。我也说不过他。江昭月不想多管闲事。你可以的，二嫂，你是最聪明最厉害的呀，你帮帮吴姐姐吧，她都哭了。哎，不要哭啊，这招对我没用。哼，你再打吴姐姐，我就打你，我用藤球砸哭你。哎，我藤球呢？五爷，藤球在那里。裴恒赶紧跑过来抱起藤球，噔噔的跑过来，将藤球举过头顶，生气道：敢打我吴姐姐，就砸哭你！我还要告诉父亲和母亲。哎呦，我的五爷，你别在这儿闹了。国公爷和夫人知道我这般教导孩子，只会夸我教导的对。是吗？田姨娘知道五妹妹什么身份，自己什么身份吗？思静是郑国公府五姑娘，我是她亲生母亲。不，田姨娘你说的不对，五妹妹是郑国公的亲生女儿，你是郑国公的妾。她加重妾这个字。对，五妹妹应该也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是五妹妹认你这个亲生母亲，愿意听你的，所以你才能在她面前耀武扬威。不然啊，她随随便便在母亲或者父亲面前说两句，田姨娘你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是她亲生母亲，她本就……她还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不像一个母亲，凭什么要求她像个女儿？说句难听话，自己就是只阴沟里的老鼠，屁大本事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要求孩子变成山中大王？五妹妹，父母疼孩子过头叫溺爱，孩子对父母孝顺过头叫愚孝，前者是害自己的孩子，后者是害自己和父母。裴思静目光一滞，人首先得有自己，然后才能有父母、伴侣、孩子。我相信你是知道该怎么做的。恒哥，我们走。田姨娘要打吴姐姐的。不会的，我已经说服你吴姐姐了。啊，说服了吗？对。可是我都没有听懂啊。走，我们爬树看看。啊，爬什么树啊？嘘！哎，二奶奶小心！香巧看多了江兆月离经叛道的事情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只是嘱咐他注意安全。来，把横根递上来。是。哎呀，你真重。我吃的多呀。坐这么高，还被二嫂搂着，裴恒兴奋不已。坐稳，向前看。江兆月提醒。嘘，闭嘴。哼，还以为他们能干什么呢？原来没说几句就走了呀。思静，我和你说，你必须在你母亲、父亲面前好好表现，争取多些赏赐，供你表哥他们做梦。裴思静忽然转头望着田姨娘，利落回答：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做梦。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舅舅表哥有本事了，以后你也会跟着享福。享福？你在闺中时，他们没有多疼爱你一分；你在镇国公府做妾，他们想的都是如何攀附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大姐、二姐他们，可曾关心你在府里过得好不好？他们是干大事的，他们的大事就是吸你的血。裴思静，你就这样说你的舅舅表哥吗？对，你为他们付出了半辈子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现在让我继续为他们付出，想都别想。他希望姨娘不要再这样对舅舅和表哥了，不值得。可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他只好听话一些，乖巧一些，对姨娘好一点。结果却是慢慢助长了姨娘嚣张的气焰，直到今日二嫂出现。二嫂说她是愚孝，是会害了姨娘的。二嫂说人首先得有自己，然后才能有父母、伴侣、孩子，不然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猛然惊觉，他就是愚孝，并且一直在走姨娘的老路，完全失去了自己。你个不孝女，看我今日不打死你！裴思静，你要干什么？姨娘，二嫂说的话你忘了吗？什么鬼话？我认你这个亲生母亲，愿意听你的，所以你才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若是不认你这个亲生母亲，那么我的母亲就是夫人，你只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妾。裴思静，你……不过二嫂有一件事情说错了。什么？二嫂说我随随便便在母亲或者父亲面前说两句，姨娘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难道你要去夫人和国公爷面前告状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可以。你个贱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打我？
娘，打亲生母亲是天理不容的事儿，我不会做，但我会命人把你关起来，说你生了见不得风的病，需要静养。你要囚禁我？你敢？试试，看看府中人会相信老实巴交的五姑娘，还是相信你这个满嘴谎言的田姨娘？你不是我女儿。没错，从今以后我不是你的女儿，我是镇国公府五姑娘。识相点，就把礼数做全了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压过了亲生母亲，我可以阻止舅舅和表哥吸亲生母亲的血了。我终于踏出一条自己的路，自己做主的路。以后我要好好走下去，绝不会成为第二个田姨娘。吴姐姐，别哭！一抬头看到对面歪脖子树上正坐着二嫂和五弟，他一愣，旋即想到自己鼓起勇气做的事情，做的好像不太好，顿时臊得脸颊通红，赶紧低头抹眼泪。再抬头时，歪脖子树上没有人了，他火速跑出院子，看到江兆月牵着裴恒的手朝前走。二嫂！裴思静快步跑到江兆月跟前。二嫂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你本性积极坚韧，只是一时迷茫，失了方向。现在你找到方向了，做得非常好。你年纪还小，好好读书，认真练功，争取向前，前程光明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会好好读书，认真练功。有什么需要啊，可以找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二哥，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。我可以找二嫂吗？也可以。我若有能力就帮你，若是没有，你可别怪我。裴思静重重点头。好啦，别哭了啊！哭了会变丑九怪，我现在都不爱哭了。回去好好梳洗，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姑娘。我们也要回去了。二嫂再见。再见。走，我们也走吧。二嫂，你真的帮了吴姐姐了。二嫂，你可真好。继续夸。二嫂，你真厉害。夸我长得美。二嫂，你长得就是美啊，你是最美的。和你姨娘比呢？姨娘第一，你第二。行，那我就是第二美。裴恒心里有沈姨娘，江兆月听得也高兴。二爷回来了吗？回二奶奶还没有。裴景州刚刚处理完了公文，同僚胡建之调侃：哟，裴大人要下职回去陪媳妇儿？没有的事儿。可脑子总是不受控制的想江兆月在府上闯祸的事儿，虐待下人，处罚弟弟妹妹，顶撞父母，或者做别的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。他忍了又忍，终于忍不住起身道：建之，我回去了。哟，回去陪媳妇儿啊？裴景州冷冷看他一眼，胡建之立刻闭嘴。裴景州走出吏部衙署，就听到胡建之在里面和同僚的笑声，他也不管了，喊上裴静坐上马车。回到镇国公府，快步走到松清堂给王氏请安。我要被那个江兆月气死了。裴景州心头一紧，母亲，他做了什么？我要被那个江兆月气死了。母亲，他做了什么？他把我的点心水果都吃光了。裴景州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又问了一遍。母亲说他做了什么？早上懒洋洋的过来给我请安，还没有等到我出来，就坐在这吃起来，点心水果全部都光了，弄得一片狼藉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还好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是儿子昨夜没让他吃宵夜，所以他早上有些饿了。这怎么能怪你？是怪我。要怪就怪那个江氏，没教养，没规矩，没本事，没脑子，没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你说你有教养，有规矩，有本事，又有脑子，又是人人称赞的翩翩贵公子，怎么娶了这样的人呢？母亲，偏偏你祖父就看上这门婚事，你父亲又愚孝，你也不反抗。要我说呀，你和严姑娘就很登对，你就应该娶。母亲，母亲也是为你好。江氏是儿子的妻，她从前的确有些不懂事，但她本心不坏，只是没有受到疼爱，不懂正确的表达自己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。你若真是为了儿子好，就不要说这些话，日后多多联系他，儿子相信他会懂的。你就这么护着他？母亲，她是儿子的妻，是你的儿媳妇儿，不但是我，你也理应护着她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你成婚区区几日就已经这样，他以后还了得？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母亲，你这一招骗了父亲和大哥很多次了。
你个不孝子！母亲，给僵尸一些时间，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呢。我看是意外的惊吓。母亲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母亲可说明了，我教导他了，他若不改，还和以前那般做事，我可容不得他。哼！二嫂，这里有个小老虎！嗷呜！他抬步迈进院子，看到江昭月和裴恒坐在石桌前，脑袋抵着脑袋，似乎是在看什么书。二爷回来了。英哥喜悦出声，江昭月和裴恒一起转眸。在干什么？二哥，我和二嫂在看画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找二嫂玩啊。我去换衣裳。我帮你呀。江昭月十分好心，裴景舟正好有话要和他说，便点头。恒哥，你先在这看着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好。江昭月和裴景舟走进卧房，上前就给裴景舟解衣裳。你看什么？帮你换衣裳啊。衣裳呢？衣裳呢？江昭月只想给裴景舟脱衣裳，别的没注意。我问你呀。我不知道。在衣柜里。哦，二爷要穿哪一件？最上面即可。你今日去给母亲请安了？是啊。解开2颗盘扣，看到裴景舟薄薄的深衣下胸肌曲线。哎呀，不愧是文武双全的男配，这身材。你干什么？里衣有些皱了，我给你抚平啊。里面不用脱。要脱。不用。要的。江昭月另一只手又摸了上来。江昭月，你自重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呀，你连夫妻情趣都没有。英哥。哦。不让我碰，让别人碰。哼，二爷，你下去吧。英哥一头雾水，但也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。江昭月，怎么了，二爷？你在看什么？看二爷呀，二爷长得好看，身子也好，腰是腰，腿是腿，连穿衣裳的动作都勾人的很。你闭嘴！我问你。嘿，二爷，你耳朵红了，是害羞了吗？你今日去给母亲请安了？是啊。你把她正房里的点心和水果都吃完了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剩了好几块点心和水果呢。再说了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咱们那个小五弟食量和我旗鼓相当，今日中午林华园都没有剩菜剩饭。你们2个一起吃的？是啊。你可知不经他人允许，不能吃他人的吃食？银萍让我吃的。那你可以回到林华院再吃嘛。不饿，我辰时起床，喝了一口茶水就去请安。大嫂、大哥、弟弟、妹妹都没有去请安，只有我一个人去。银萍说母亲一会儿就出来，让我稍等。我等了快1个时辰，母亲还不出来，我快要饿死了。果然是母亲看江昭月不顺眼，故意使些手段搓磨他。裴景舟庆幸自己没有听母亲的一面之词，不然就要误会江昭月了。阿爷，你忍心看到貌美如花、聪明可爱的媳妇就这样饿死吗？一顿不吃饿不死。红颜薄命，我长得好看就是容易饿死。红颜薄命不是这么用的。我不管，我就这么用。阿爷，干什么？我好看吧？别闹。难道我不好看？容貌只是皮囊，不必在意。可我就是喜欢你的好皮囊。自重。就不自重。该出去了。裴景舟转身离开。二嫂来啦！明日早一些起床，吃了早饭再去给母亲好好请一次安。二爷在同我说话。母亲她是镇国公夫人，镇国公府的主母，你的婆母，她需要威望去掌管整个镇国公府上上下下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顾及她的颜面，做到恭敬孝顺。二爷刚刚在卧房里怎么不说这些呢？在卧房时，我在和你说正事儿。好啦，知道了。按时恭敬的请安。好的呀。母亲若说什么不好听的，你应着便是，晚上再跟我说。好的呀。正经点儿。是。二爷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二嫂，二哥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继续看画。好呀。江昭月沐浴之后坐到床上，拿了本书看。裴景舟这时候走进来，沐浴更衣之后坐到床边。很晚了，睡吧。二爷，今日洞房吗？又不动啊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自重嘛。你知道就好。哼。明早要按时恭敬的去请安。知道啦。还有，晚上睡觉老实一些。知道啦。不要抱我。知道了。裴景舟得到了回答，总算满意了，抬手将烛火弹灭。翌日卯时，林华院里几个丫鬟醒来，裴景舟睁开眼睛，借着窗棂透进来的微弱天光，看到江昭月又钻进他的被窝里，紧紧地扒在他的身上。
江兆月，江兆月，江兆月，醒醒！干什么？说好的睡觉老实点，你怎么回事？就这事。不然呢？就因为这事你吵醒我。我睡觉不老实怎么了？抱你搂你亲你怎么了？我长这么好看，便宜你了，别不知好歹。江兆月，装什么纯嘛？私底下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呢。装纯乱，这是从哪儿学到的这些话呀？还以为自己妥协宽容照顾他就会变得端庄娴雅，结果他脾气越来越大，越发没规矩了。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他可能真的如众人所说不合适啊。就这样吧。一切梳理妥当，裴景舟一句话没有交代，大步走出凌华苑，坐上马车。景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儿子回来取一份手书。取手书都要来看母亲一次，还是你孝顺。别看了，你媳妇儿还没有到。你用早饭了吗？没有。那就一起用吧。是。我们快点去给母亲请安，迟到的话母亲和二爷都要不高兴了。是。走小路吧。是。相巧跟随，两人穿过一片树林时，看到一个红衣姑娘笔直地站在蜂窝桥上，望着湖面，似乎要干什么。那姑娘不太对劲儿啊。二奶奶，我们不能停，不然去松青堂就迟了。扑通一声，红衣姑娘忽然一头扎进湖中。江兆月二话不说朝湖边奔去。这时候已经过了辰时2刻，裴景舟和王氏用好了早饭，五姑娘裴思静和五公子裴恒来请安。两个小的都来了，你媳妇儿还没有来。二嫂可能路上遇到什么事情，耽搁了时辰。对，一会儿二嫂就来了。思静，你和江氏很熟悉？回母亲，女儿和二嫂并不熟。裴思静想和江兆月熟起来，所以她今日做了功课后，早早的过来请安，希望能够见到二嫂。不熟悉就随意为她说话，有失公允。没有随意，我还没说你呢，整日就知道踢藤球，诗词背的怎么样了？我都背好了，是二嫂教。背来听听。裴恒一手接着一手的背。五弟好厉害啊！哼，二嫂帮我的。又提江兆月，眼看辰时要过完了，江氏是真不把我这个婆母放在眼里。昨日说好了，今日要按时恭敬的给母亲请安，结果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四姑娘调虎自尽了。她现在人呢？怎么样了？她被救上来了，正在蜂窝桥那里施救呢，生死未知。二爷，四妹妹如何了？老朽也不知，老朽也是得知消息后连忙赶过来的。那施救的人是谁？老朽不知道。裴景舟不再多言，大步上前扒开人群，看到四妹妹裴思雅脸色发白的躺在草地上，一直给她施救的是江兆月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凌乱的头发一直在滴水，但他全神贯注且有规律的按压着裴思雅的胸口。我来。哎呀，不要添乱，都闪开，让空气流通，听不懂吗？吕府医，快去救人！夫人，二奶奶正在施救，不便他懂什么？这时，一直毫无生机的裴思雅突然吐出一口水。四姐姐，二嫂救活四姐姐了！四姑娘，思雅活了，真的活了，救活了一个人，我真的救活了一个人。哎，景舟的身体终于可以得到放松。我整个人突然都没力气了。救人真累。二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拿份手书。我刚刚看到有人跳湖。我知道。没想到是四妹妹。辛苦你了。她应该没事了。我们回去，你赶紧沐浴更衣，别生病了。二嫂，我没事。可是你身上都湿了，得赶紧沐浴更衣，不然会生病的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沐浴更衣。母亲，四妹妹交给你了，我带赵月先回去。回去吧。是。江兆月便跟着裴景舟走，走着走着就往裴景舟怀里靠。又来占便宜了，好好走路。冷。裴景舟身子一紧，想要说两句，忽然听到他打了个喷嚏，便什么都没有说，揽紧他的肩头，加快步子回到凌华苑。备热水。是。伺候你主子沐浴更衣。是。多在热水中泡一会儿。裴景舟从静室走出，来到正房，嘱咐孙嬷嬷准备驱寒汤。江兆月沐浴好了，驱寒汤也熬好了。喝了吧。江兆月坐到桌前，喝了驱寒汤。现下感觉如何？没什么感觉啊。好，那你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四妹妹。裴景舟看了裴思雅，裴思雅求生意志依旧消沉。王氏被气得不轻。下午回到凌华苑。二奶奶呢？在睡下午觉。什么事情？二爷，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？
回二爷，二奶奶发热了。发热？什么时候发的？睡觉前还好好的，可奴婢觉得二奶奶睡得有些久，去唤她时发现她已经发热了。奴婢现在去叫府医。快去。是。江巧快步朝外跑，裴景舟大步走进卧房。江昭月，二爷，冷，还疼。忍一忍，马上府医就来了，快给他看看。二爷，二奶奶受了风寒，老朽现在就为二奶奶开方子。快去，向巧，你跟着吕府医去抓药，然后熬好了端进来。是。爷爷，奶奶，你说什么？难受，我难受。忍一忍，药就来了。爷爷，奶奶，我好想你们。别哭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风寒而已，很快就会好的。这还是那个清冷高贵、不苟言笑的二爷吗？药来了，喝了药就好了。江昭月喝一口，感觉到难以忍受的苦意，将小脸往裴景舟怀里埋，抗拒第二口。良药苦口，喝了就不冷不疼了。江昭月昏昏沉沉中听了话，乖乖的张口。你也有乖的时候啊，下去吧。是。这人有时候真的挺粘人的。我身上有泥水，有药汁，我去洗一洗，换身衣裳再来陪你。江昭月松了手。裴景舟担心他睡觉不老实会加重风寒，快速沐了浴，赶紧回到床前。正好天也黑了，他便上床，任由他像小猫一样钻进自己的怀里。低头看到他脸颊依旧通红，眉头依旧紧蹙，他伸臂搂住他的身子，希望他暖一些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主动搂住他的身子。平时看着那么嚣张，那么无法无天的一个人，居然是这么纤细，这么柔软，这么脆弱的。这一次就因为他的起床气说了几句难听话，自己就生气，就失望，就要放弃他。这不是一个人妇应该做的事情啊。二爷，什么事？该用晚饭了。不用了。可是二爷还没有用饭啊。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裴景舟熄灭了烛火，缓缓闭上眼睛。身上不疼了？不疼了。二爷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昨晚关心我，安慰我，照顾我。你都知道？是啊。二爷，你还主动搂着我呢。裴景舟搭在江昭月腰间的手立刻要收回来，江昭月一把抓住。不许收回去。别闹。就挠就挠。不要动。就动就动。二爷是关心我呀。小女子好开心啊。你还是生病的时候可爱。那我再动病好了。不许闹了。好，我不闹。二爷，你肚子叫了。我不闹。二爷，你肚子叫了。是你的肚子叫了。你的。你的。你的。起床用饭。二爷喂我好不好？又胡闹。二爷，人家刚刚退热，全身都没有力气呀。裴景舟白他一眼，推开他坐了起来。二爷，等着。二爷答应喂我了吗？裴景舟洗漱完毕，抬步走到床边。用饭吧。饭呢？这是什么？你的饭呀。我的饭？没错，青菜鸡蛋粥。吃。这样喝不费力气。就这样喝？喝吧。哼，你就是不愿意喂我用饭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喂的不好。没关系。你嘴上说没关系，事实上会闹事儿。我闹什么事儿？会说一堆荒腔走板的话，趁机倒在我怀里占便宜。二爷，你真可爱呀！二爷，你真可爱呀！二爷，你真懂我。你脑袋里就没有一个正经的东西。那是因为你太正经了。是，不止江昭月一个人说过这话了。江昭月是真的饿了，折腾不动了，便低头吸一口。二爷，这个粥很好喝啊。喝一桶就行了。喝一桶？哼，瞧你多会说话，听着我像一头猪似的。坐一会儿，然后再躺下休息。今日就不要去给母亲请安了。母亲不会生气吗？你会在乎吗？我当然会了。你救了四妹妹，不仅我会感谢你，母亲也会感谢你。你也会感谢我？自然。那你要怎么感谢我？多谢你救了四妹妹，感激不尽。就这，太没有诚意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吗？只要我能做到，都会给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什么？不愿意啊？你不会再打我吗？那你亲我一下。什么？不愿意啊？你不会再打我吗？江昭月忽然想到刚刚穿进来他弄不清楚状况，就看到裴景舟皱着眉头亲自己。
他当对方是色狼，拿起枕头就抡。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。所以你现在要不要感谢我啊？你要是不愿意，裴景舟忽然微微轻身，嘴唇一下贴到江昭月的嘴唇，没有对抗，也没有冲突，和前2次的亲吻完全不同。片刻之后，裴景舟却是淡定的回身望着他。可以吗？可以啦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那我去上朝了。快去。裴景舟忽然发现他耳尖通红，目光微微一滞，接着不动声色的起身走出来卧房，直离开凌华苑。二爷，马车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二爷，您刚刚对着马车笑。二爷不苟言笑，一笑必是有问题，所以裴静以为有人在马车上做了手脚，要对二爷不利。我笑了吗？笑了。我笑了。二爷，您现在看起来就挺开心的。看车。裴景舟提起衣摆，姿态优雅的上了马车。是。好端端的笑什么？哎呀，都强吻、强摸、强撩过他，今日好不容易骗他一个主动的吻，结果居然害羞了。哎呀，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白白错过了一个占便宜的机会。以后再想和他亲亲，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。二奶奶还要睡一会儿吗？不了，我起来吧。走进院子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晒到暖融融的太阳，浑身舒坦。二嫂，嘿，你们怎么来啦？听说你生病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二嫂，你看起来好憔悴啊。二嫂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好了呀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呀。江昭月拉着他们坐到院中的石桌前。二嫂，我就想一直对你好的，我想你一辈子都健健康康，永远不生病。借你吉言，我们都一辈子健健康康的，不生病。四妹妹如何了？怎么了？她不吃东西，母亲都生气了。为什么不吃东西？她还想死呀。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吴姐姐，你知道你说，你和二嫂说，都方便说吗？方便，我有什么都可以和二嫂说的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好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她为了一个男人。男人？什么男人？信明伯府的三公子朱广昌，他和朱广昌在赏花宴上一见钟情。四姐姐虽说是庶女，但也是镇国公府的姑娘，嫁到示威的信明伯府做正妻也是可以的。信明伯府能攀上镇国公府，应该是高兴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是啊，四姐姐也是这么想的。她对朱广昌很好，给他绣荷包、做衣裳。四姐姐为他做了很多，也是真的很喜欢他。可是朱广昌心有所属。哼，男人。四姐姐亲眼看到朱广昌和那女子在幽会，质问他的时候，他也承认了。四妹妹就因为这个要轻生？恒哥，你和小小拿些果子来吃。为什么要我去呢？因为你选的果子最新鲜啊。我选的果子最新鲜。裴恒高兴的和香巧一起去选果子。四姐姐她什么？她和朱广昌亲过嘴。你说她和朱广昌亲过嘴？裴思静点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和四姐姐从小关系好，也只和她关系好，所以我们两个是无话不谈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们最过分的就是亲嘴，其他事情都没有做。裴思雅和朱广昌亲嘴算是出格了，只是二人定了亲，私下有些亲密动作，旁人也不会知晓，除非还有其他人知晓这事。我也不确定。什么意思啊？四姐姐看到朱广昌和别的女人幽会，觉得恶心，不想成婚了。可是朱广昌舍不得镇国公府这条大腿。他说四姐姐若是退婚，他就到处宣扬和四姐姐在一起的事情，让整个京城人都知道镇国公府姑娘多么不堪。到时候就算有人愿意为了权势娶了镇国公府的姑娘，也不会真心相待。四姐姐说朱广昌拿着她绣的荷包，穿着她做的衣裳和鞋子到处炫耀，她不知道他有没有说他们亲嘴的事。哼，真是个渣男。四姐姐越发不想嫁给他，可是她没有办法，她不敢和林姨娘说，不敢和母亲说，只有死才不会连累我们的名声。哎呀，傻。我觉得也是，可府外应该已经有人议论他和朱广昌的事情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往他脸上打就是了。打谁？阿爷回来啦。我妹妹也在。二
哥。裴景舟点点头，重新望向江兆月。你要打谁？这事儿得告诉你二哥。可是，你二哥是个讲理之人。可是母亲，我们不告诉母亲。二哥若是告诉母亲呢？我们不让他说。啊，二哥会听我们的吗？相信我。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？可以说吗？江兆月便将裴思雅和朱广昌一事说了出来。裴景舟蹙眉，他一直觉得朱广昌并非良人，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母亲又极力看好朱广昌，他便没有干涉。没料到朱广昌居然能做出这等下作之事。我要去打他一顿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先礼后兵。礼？朱广昌炫耀了四妹妹的付出，指不定也说了他和四妹妹牵手等等事情。你礼了就能消弭流言蜚语吗？你打人就能吗？能。二爷今日下朝这么早，不如帮忙查一下朱广昌现在在哪，一会儿要去哪儿。裴思雅是裴景舟的四妹妹，她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当下便命裴静去查一查。不消片刻，就得到朱广昌一会儿要到月景楼用饭的消息。我们也去月景楼用饭吧。你的身子可以吗？二爷是在关心我。哼，我好得很，出去走一走啊，会好的更多。我也去。裴景舟几人换了普通一些的衣裳，坐上国公府的马车。二嫂，我们出府了。二嫂，这是谁的荷包和香囊啊？我的呀。你身上挂的都有荷包和香囊了，怎么手上还有啊？因为有用啊。什么用？打人啊。荷包和香囊也可以打人？当然啦。很快的，一行人到了月景楼。哇，二嫂，外面好热闹呀！当心跌倒。我很当心的。二嫂，你看外面好多人啊。好多人啊。吴姐姐，你也来看。裴思静走过来，向楼下一看，顿时皱眉。朱广昌来了。哪个是他？就是他。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。你们想吃什么？二哥，我要吃肉肉。我也吃肉肉。你好好说话。二爷，我也要吃肉肉。五妹妹呢？我都可以。裴景舟便向小二报了菜名。二爷，朱广昌在隔壁用饭。裴景舟点头。你早就知道，故意定在这个雅间的。二爷，你真聪明。二哥真是聪明。这有什么好聪明的？没一会儿，隔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朱兄以后就是镇国公府的女婿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日后小弟们就要跟着你混了。朱兄，听说那裴四姑娘对你是情真意切呀。江兆月忽然拍桌而起，裴景舟三人吓一跳。江兆月大步走到雅间门口，拉开门大步走出去。裴景舟三人见状，赶紧跟着出去。江兆月来到2号雅间门口，一脚将门踹开。好你个王八蛋，老娘终于找到你了。给老娘好好解释一下，这他大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裴思静没想到江兆月说的往他脸上打就是了，是真的。裴恒呆了。我四妹妹端庄娴雅，知书达理，同你订婚以后，给你做荷包，给你做香囊，给你做衣裳，事事以你为先。试问整个京城有这么贤良淑德的未婚妻吗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老娘是你奶奶。你什么你？王八蛋，拿着我四妹妹的情深不渝到处吹嘘不说，还将女儿家亲手做的荷包香囊到处送外男，就为了毁坏我四妹妹的名声，方便抬你那个小青梅为平妻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是谁？连我都不认识，你果然对四妹妹无情无义。江兆月上前直接将桌子掀了。裴景舟没想到江兆月这么能闹，裴思静和裴恒都睁大了眼睛。退婚，必须退婚！就算你拿着荷包香囊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去造谣我四妹妹，这婚也是必须要退。我们国公府看不上你这等污蔑女子清白、攀权富贵的鼠辈。哪来的泼妇？你骂谁呢？朱广昌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把我四妹妹送你的所有荷包、香囊、衣服、鞋子全部还回来，还要向我四妹妹赔不是，否则我就让你们信民伯府吃不了兜着走。信民伯府？信民伯府不是和镇国公府定亲了吗？难道闹事女子是镇国公府的？肯定是的。你看他换朱广昌的未婚妻为四妹妹，这是娘家人来出气了吧？肯定要出气。你没听他说，这朱广昌拿着未婚妻做的贴身之物送给外男，毁坏未婚妻的名声，想要娶个平妻。对方是镇国公府，他怎么敢啊？欺负对方是庶女，
有可能对方太爱他了，搞得他不知几斤几两了。这不，人家家人找上门了。这男人为了娶平妻纳妾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太恶心了。真是不知好歹呀！哎，男人都爱这样。哪儿来的泼妇在这颠倒黑白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送到官府，让官府还本公子一个清白。江昭月立马回头望向人群中的裴景舟，冲他眨眼。裴景舟不解：哎呀，真没有默契。过来。那裴景舟还是没看懂。哦，太没有默契了，这哪有一点夫妻的样子嘛？夫妻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裴景舟终于明白江昭月的意思，他上前一步，一脚将靠近江昭月的小厮踢开。我看谁敢动他！呸！我呸！敢拿官府压人，来看看到时候官府抓的是谁！你说，别闹了，我们回去退了这门亲，然后拽我，不管我说什么，都把我拽出九龙，快！别闹了，我们回去退了这门亲。他撅哪根葱啊？敢在我面前嚣张！不行，我咽不下去这口气，我今日就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他！江昭月往前冲，裴景舟把他往后拽。江昭月继续向前冲，一下冲了好几步，他诧异的转头小声道：你怎么不拽住啊？会转疼的。哎呀，这时候怎么心疼我了？真是的，拽不出去把我抱到马车上。裴景舟单臂一把揽住江昭月的腰，朝外走。裴思静和裴恒一愣，其他人也是一呆。江昭月立马感觉到裴景舟胳膊的修长、结实和有力，他可太喜欢了。朱广昌，你等着！你辜负真心、薄情寡义、攀附权贵的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裴景舟没有出现时，朱广昌打算好好教训江昭月。裴景舟出现了，他什么都不敢做，脸色难看的望着裴景舟把江昭月抱走了。他猜出来江昭月的身份，意识到自己和裴思雅的婚事不但保不住了，可能还会……朱郎，我们来了。啊，是你们干什么？不是朱郎喊我们来作陪的吗？是啊，怎么还害羞了呢？胡说八道，走开！男人真是无情。就是，明明朱郎喊我们来的，现在又不认，还这么粗鲁。左右是付了银子的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不用作陪，还能白拿银子，好事啊！这个朱广昌作风太差了，太不把镇国公府当回事了。就是，都是和镇国公府四姑娘订婚了，还在光天化日喊青楼女子来作陪，真是过分啊！还到处宣扬四姑娘喜欢他。我看四姑娘是太喜欢他了，所以他有恃无恐。人品啊，太差了。估计啊，这亲是要吹了。没错，说的没错。这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传开了。干什么都这样看着我。这就是你说的我要去打他一顿吗？二嫂，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？以牙还牙，以假乱真啊！朱广昌以流言蜚语来压四妹妹，你就用同样的方式还他。没错。故意跑到酒楼里，当着所有人面前大闹起来，让人知道四妹妹痴情一片。朱广昌则是舍不得四妹妹背后镇国公府的人脉，又舍不得青梅，便将四妹妹所绣之物送给外男，造谣四妹妹等等。二爷，你真厉害呀！可这荷包、香囊不是四姐姐绣的呀，香巧绣的。那二嫂怎么说是？我故意的。这就是以假乱真。你二嫂话中有真有假，把朱广昌攀附权贵、品德低下、朝三暮四、寻花溯柳的模样公之于众，让他反驳不得。裴景舟就是裴景舟，这么快就知道了所有事情的起承转合。二爷，你真厉害！这样的话，国公府就能名正言顺的退婚，就算以后朱广昌到处说四姐姐和他牵手，什么的，大家就不会相信了。没错，他若真的说出来他和四妹妹的事情，别人非但不信，镇国公府啊还能正大光明的告他一告。但凡他脑子是个正常的，从此以后见到镇国公府的人都会离得远远的，绝不敢再惹了。那四姐姐有救了。没错，今日流言蜚语发酵一番，明日姓名伯府的人就会上门赔不是，并且同意退婚了。太好了，二嫂你太厉害了。二嫂踢藤球也是最厉害的。那是。回去以后你和四妹妹说没事了，让她不要多想，未来还有很长很好的路要走。我这几日晚上都同她睡一起。那母亲那边，你们都不用担心，我会和她说。你去松清堂说一声，我们都回来了。是。沈姨娘一上午没见你了，等我彻底痊愈，我们再踢球好吗？好。
裴恒高兴地走了。二奶奶的药备好了吗？我都好了，还要喝药啊？喝3日才能除根，端给二奶奶喝。江兆月坐到正房，撸起袖子，一口闷了一碗苦药，赶紧塞颗蜜饯到嘴里。余光中瞥见胳膊上一片通红。二奶奶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去找凶手。江兆月咽下口中的蜜饯，来到隔间。裴景舟正在换衣。你干什么？江兆月撸起胳膊往裴景舟面前一伸。怎么弄的？你弄的。我？就是你在酒楼里拽我时拽伤的。二爷，好疼啊！我看看。江兆月以为裴景舟会像之前一样冷着脸说放手，或者面无表情地将自己推开，结果他却是低头认真查看他的胳膊。走，去涂点药。裴景舟将他带到卧房的圆桌前，取来活血化瘀的药膏，涂到他的胳膊上。手重了？有一点。那我轻一点。一个男子怎么连睫毛都这么好看啊？还疼吗？江兆月摇头。裴景舟没有听到回答，一抬眼就看到江兆月在注视自己。你在看什么？阿姨，你对我越来越好了呢。你胳膊不疼了？不疼了呀。那我去一趟松青堂。去和我母亲说四妹妹的事情吗？不能提四妹妹和朱广昌接吻这事。我知道。那你去吧。裴景舟走出凌华院，手上还残有江兆月肌肤上滑腻温热的触感。他走到一处水流前，洗了洗手，心里还是奇奇怪怪的，脑子里总是浮现江兆月被亲后害羞的模样，江兆月打人的模样，骄傲的模样，得意的模样，娇俏的模样。二爷，何事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裴景舟压住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，大步走。裴静一头雾水地跟着。晚饭时，裴景舟派人来说晚上在松青堂用饭了。二爷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陪了母亲一会儿。关于四妹妹的事，母亲怎么说？母亲很生气，是要退婚。生的是朱广昌的气吧？不然呢？我以为母亲会生四妹妹的气。母亲并非是非不分之人。江兆月撇撇嘴，没有反驳。胳膊好了吗？好了，那你看。裴景舟又想到手上滑腻温热触感，立即将他袖子捋下来。干什么？小心着凉。什么着凉？今天很热的。睡觉。你怎么灭灯了呀？睡觉。我还不困。我困。晚上睡觉老实点。你生气啦？没有，睡觉。刚刚还好好的，突然就这样。男人心真是海底针。第二天依旧在裴景舟的被窝里醒来。二嫂，新民伯府的人来了。有什么问题？他们来求母亲原谅。怎么说？他们抓来一个小厮，说是新民伯府犯事的小厮，但新民伯府大人向来宽厚，仅仅将他逐出侯府。没想到他包藏祸心，故意顺走四姐姐给朱广昌做的荷包和香囊，到处赠送，意图破坏四姐姐和朱广昌的亲事。新民伯府为了镇国公府这条大腿，真是会甩锅。现在他们就在母亲面前说，整个侯府都期待四姐姐进门，朱广昌最是喜欢和重视四姐姐。母亲怎么说？母亲还没有表态，可我害怕。别怕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国公夫人，两孩子到底是两情相悦的，不能受旁人影响，不然就请四姑娘出来说句话。没错，我相信四姑娘是明白我的心意的。四妹妹确实明白你的心意。江兆月带着裴思静走进来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母亲，儿媳妇有东西给您。什么东西？江兆月递上一封书信，王氏展开一看，顿时蹙眉。伯夫人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两孩子到底是两情相悦吗？与我镇国公府的姑娘定了亲，还给其他姑娘写情书，用词大胆露骨，哼，当真是不一般呐！我镇国公府的姑娘着实配不上这样的人。秦嬷嬷，退还更帖。是。国公夫人，国公夫人，国公夫人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何况这书信也是从前所为，如今我一心一意只在四姑娘身上啊。对，国公夫人，都是误会啊！见过死皮赖脸的，没见过这般死皮赖脸的。管教不好下人，保护不了未婚妻的荷包和香囊，到处吹嘘攀上镇国公府人脉，与青梅纠缠不清，包养外室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是个人都要无地自容了。你们还好意思在镇国公府里哭冤喊误会？母亲也是太好心了，让你们在镇国公府撒泼。二奶奶说话好生难听，那也没有你们做事难看。你在
再难看，也比得上二奶奶从前。我做事再难看，也只折腾成宁侯府的人，不像你们敢以下犯上，跑到镇国公府来纠缠。二奶奶，来者是客，我们好歹不尊重我们镇国公府姑娘的东西，算什么客？来人啊，把他们赶出去！王氏惊呆了，裴思静觉得特别解气。三公子，谢明伯夫人，请。哎，等一下，思雅，思雅，你来做什么？想还什么就还吧。思雅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朱三公子，你我从此就是陌路人，还请朱三公子知礼守礼，莫再唤小女子归名。你也要退婚？是。你就不怕我将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情？朱三公子可以试一试，在这里说出来，二嫂应该命人将你的嘴打烂。出去说，不但没人相信，镇国公府还会让你们信明伯府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赶紧回府吧，看看你们信明伯府名声成什么样子了。思雅身子如何了？回母亲，女儿身子好了。你和朱广昌之间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怎么不和我说？女儿怕母亲责罚。你差点酿成大错。你呢？身子如何？回母亲，儿媳也好了，所以就可以在月景楼闹了是吗？母亲莫担心，儿媳是匿名闹的。匿名闹？没错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暴露姓名。那他们就不知道是镇国公府的人吗？我闹得有点粗鲁，一般人会认为是镇国公府下人闹的。闹得有点粗鲁，江昭月简直没有一点国公府媳妇的样子。王氏动怒道：你母亲二嫂都是为了女儿，母亲若是责罚，就责罚女儿吧。是。其实和王氏这样的母亲稀里糊涂扯一扯就行了。裴思雅却，这姑娘真的很喜欢较真儿，难怪会做出轻生这样极端的事情。你呀，心思就是重。是，母亲说的是。可你们得记得，你们是镇国公府的女儿和媳妇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镇国公府，不能失了镇国公府的颜面呢。是，夫人，三姑娘回来了。母亲，思妍，三妹妹好。二嫂虽是庶女，但是王氏亲手带大，是以享受的是嫡女待遇。三妹妹出府多日，肯定很想念母亲，我们就不打扰三妹妹和母亲说些贴己话了。你们都回去吧。江昭月带着裴思雅和裴思静出了前院正厅，朝后院走去。裴思雅转头道：二嫂，谢谢你。好，我接受了。二嫂，我遇到负心汉不是你的错，想要及时止损做的也对，轻生逃避你也没有伤害到旁人，只是你有些对不起你自己。想哭就哭，没事的，不丢人。哭出来心里好受一点之后，就勇敢面对接下来的日子。除了五妹妹外，她第一次遇到这么温暖包容的人，她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哭出声，哭到后面打起嗝来。二嫂，我不想哭了，我想停，可是我停不下来。裴景舟回来时，看到江昭月钻到自己的被窝里，沉沉的睡着。江昭月，江昭月。二姨，今日要洞房了吗？洞房，一个姑娘家，脑子里整日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今日还是不洞房啊？这姑娘刚刚到底是醒了还是睡着？好一会儿，她微微轻身，将她送到床里面。松手，江昭月，松手！睡个觉，臭毛病一堆。裴景舟面上不喜，却没再抽回胳膊。江昭月像倦鸟归巢一般，自然而然地窝到了他的怀里，紧紧地贴着他的身子。裴景舟长长的叹息一声，低头看着他乖巧的睡颜，忽然想到英哥今日汇报的事情，说他去前院正厅与朱广昌母子正面交锋，说他不知从哪儿弄来朱广昌写的情书，坐实了朱广昌三心二意，说他坚定粗鲁地赶走朱广昌母子，说他三言两语安抚了裴思雅。一件又一件，看似不着调，但回回都能将事情完美解决，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你脑子里装的什么？这姑娘看着很凶狠的一个人，结果全身上下这么娇气。他看着她的睡颜，在心里吐槽着，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着，猛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。他昨天就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心理和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，好不容易睡了一觉，然后在衙署从早忙到晚，将这些奇奇怪怪全部驱散了。现下又重新冒出来了，他立刻收回目光，故意把江昭月往一旁推，江昭月却抱紧他的胳膊不放。裴景舟也不再管他，将烛火弹灭，躺在床上，把安神静心的经书在脑子里过一遍。第二天他按时醒来去上早朝，一到衙署，胡建之就上前道：景舟，贪污案有眉目了。怎么说？督察院那边说
赃物藏在城外的一处破庙下面。不知道有多少赃物。谁去城外破庙了？当然是副都御史李伯年李大人呢，他凡事都是亲力亲为的。我们去看看。现在？对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不确定，我们先去看看。好。二人一同来到城外破庙。李大人，这事儿有些蹊跷。李伯年靠自己的本事，花了20年，一步步进了督察院，很看不上裴景周这种富贵公子哥，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哪里蹊跷？周围土质松软，不像久藏赃银之地。还真是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喝过的水还多，岂会不知？裴景周想说什么，忽然听到咚的一声金属相碰之声，似乎是挖到了什么。裴景周想说什么，忽然听到咚的一声金属相碰之声，似乎是挖到了什么。紧跟着嗖嗖嗖的破空之声传来，箭雨四面八方而来，统统射向李伯年。裴景周立即伸手，李伯年砰的一声摔到地上，转头看到一去箭矢射穿裴景周的肩头，他心头大骇。快点保护裴大人！撤退！撤退！统统撤退！齐嬷嬷忽然急急的跑过来，说是裴景周受伤了。王氏二话不说，赶紧朝外走。香巧，去喊府医，能喊几个就喊几个来。是，来人，扶着二爷和大人们到前厅。二爷哪里受伤了？肩头。其他地方呢？只有肩头。先给李大人看看。吕府医，先给李大人医治。不用，我没有受伤。你没有受伤，还让我家二爷搀扶着干什么？第一次看到他吃瘪，胡建之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胡大人有受伤吗？多谢嫂夫人关心，我就胳膊划破了一些，不要紧。吕府医，你快给二爷看看伤。是，二奶奶。怎么了？有毒？吕府医点头。怎么办啊？可有法子解毒？需要什么尽管说。胡大人有没有中毒？我的是刀伤，没有毒。能够长久在箭头上停留的毒，应该不多。对，裴大人有救了。老朽再看看。裴景周忽然意识有些模糊，向一边倒去。江兆月连忙伸手搂住。目前来看，确实如二奶奶所说，是时下常用的箭毒，只是老朽不敢确认。那就去宫中再请御医。我现在就去。我也去。会不会来不及啊？解药伤不伤身？倒是不伤。那就先把解药喂了。若是不对症，也不伤身；若是对症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那就赶紧用药吧。吕府医也不敢耽搁，忙让人去煎药。他给裴景周清理伤口，包扎伤口。药喝对了，毒解了，节律整齐，持脉有力，不浮不沉，毒解了。江兆月立马让御医给裴景周看一看，御医和吕府医说的一模一样，也确定裴景周身上的毒已经解了，接下来好好养着就没有大碍了。江氏，母亲，今日你要好好照顾景周，有什么事情立刻告知我和国公爷。是。那就先让他休息吧。你在床边守着。是。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，裴景周还没有醒，江兆月又给他喂了一遍药，然后坐到床边的小屋子上，大大方方地看着他英俊的样子。这交给我就行了，你去睡吧。放心，二爷会没事的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快去睡吧。鬼使神差的听了江兆月的话，走出了卧房。江兆月一直不停地给裴景周降温，裴景周的热意慢慢退去，身子舒服了，整个人也清醒了。二爷，你醒了？什么时辰了？丑时刚过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照顾你啊。你饿了吧？别动，会碰到伤口。来，我喂你。感动吧？我生病的时候让你喂药，你就给我整个主管，你不愿意喂我。你看看我多好，直接喂到你嘴边。来，张嘴。裴景周到底张开了嘴，清甜温热的米粥滑进喉咙，进入腹中，很快就感觉到有了些力气。我对你好吧？你要记得我对你的好。好。以后要报答我。怎么报答？江兆月望着裴景周，望着望着笑了。我受伤了，今日不能洞房。我是这么急色的人吗？你是。裴景周脸好，腰好，腿好，哪都好，还是我的夫婿。一般女人都会忍不住想要吧。没错，我就是急色之人。怎么啦？裴景周笑而不语。孔子说食色性也，你们男人好嘴角风流，我们女人就不能了吗？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啊？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孔子没说过这句话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啊？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孔子没说过这句话。孟子一书告子篇中，告子曰：食色性也，人内也，非外也；义
外野非内野。我不管，我说孔子说的就是孔子说的。裴景周闻言，嘴角微不可见的扬了扬。你还没说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？对，我要说。你说。给我银子花，把我放在第一位，保护我，尊重我，不能去逛青楼。青楼？没错，要是有很多女人睡过你了，我以后再睡你，容易得脏病，会死人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这些富贵公子，不就是爱逛青楼、养外室，还美其名曰风流雅士吗？我从不做这事儿。那你以后做了这种事情，要和我说。我以后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也是，你长这么好看，身材这样好，去逛青楼养外室的话，属于吃亏的那一个。知道江昭月爱乱说，没想到这么爱乱说。你整日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什么了？我什么时候逛青楼养外室了？你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啊。我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哦，好，没有就是了。哎呀，你激动什么嘛？哎呀，我是担心你的伤，小心又流血了。乖哦，别激动啊。仅仅一句我是担心你的伤啊，裴景周心里的火气顿时消散大半。说完了？我答应你。你就答应了？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？给你银子花，把你放在第一位，保护你，尊重你，不能去逛青楼，不能养外室。刚刚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，我自己都记不全了，结果裴景周全部都记住了。哇，不愧为男配啊，这记忆力真是惊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二爷怎么就答应了呢？你说的也不过分。不过分吗？一个姑娘独自一人离开父母，离开兄弟姐妹，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嫁给一个男人，陪他一起孝顺父母，面对俗世，生儿育女，本就应该被好好对待，不然她嫁人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她再一次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真好，嘴上却道：说的好听，得做到才行。我慢慢做给你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睡吧。江昭月重新躺到地铺上。你怎么睡地上了？我睡觉不老实，碰到你伤口就不好了。裴景周心里那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又冒出来了。二爷，你还能睡着吗？睡不着。伤口疼不？不疼。装什么装嘛，那么大个窟窿能不疼吗？有点疼。装什么装嘛，那么大个窟窿能不疼吗？有点疼。有点？很疼，不过我能忍。你干什么？我陪你说说话，缓解一下你的疼痛。说什么？说你救的李大人吧。李大人是个好官。好官？所以有人想要暗杀他，阻止他查案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他脾气倔强，做事执着，说话刻薄，又看不上我和胡建之这样的公子哥，所以合作起来有些阻碍，才出了这样的事情。那你就比他还倔强，还执着，还刻薄。我和你说，对付这样的人啊，软的不行，那绝对就要来硬的。你这么懂？那当然，我可是见过世面的。你都见过什么世面？我小时候就和很多小孩子玩过。江昭月把上辈子的经历和原主的经历糅合了一下，说给裴景周听。说到有趣之处，他忍不住笑起来。窝房里的烛光轻轻摇曳着，在两人身上照了一层光晕。两个人浑然不觉，这是他们成亲以来第一次这样心平气和的说话。直到江昭月困得实在受不了，眼皮开始打架。你困了，睡吧。我不困，等你睡了，我再睡。裴景周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这点伤是疼，但他根本不在意。是江昭月觉得他会疼得受不了。他笑了笑，起身如厕。回来的时候，一只手臂穿过江昭月的膝缝，将她抱起。裴景周心间又一次冒出奇奇怪怪的感觉，他微微一愣。奇奇怪怪就奇奇怪怪吧。他不再抗拒，将江昭月抱到床上，他也跟着上了床。江昭月如往常一样抱住他的胳膊，裴景周任由他抱着。次日天一亮，裴思妍等人给王氏请安。我要去看看你二哥的伤势。母亲，女儿也去。二爷二奶奶醒了没？回夫人，还没有。昨晚二爷怎么样？二爷凌晨发了热，二奶奶一起贴身伺候着。后来呢？后来都是二奶奶伺候着。你没有在旁边看着？二奶奶让奴婢去睡。你相信她那个成事不足的？王氏生气地进了卧房，裴思妍几人跟着。一群人看到卧房里的情景都呆住了，地上席子、被子和枕头凌乱一片。床上江昭月则是半个身子趴在裴景周的身上，一只细长雪白的胳膊搂着他的脖子，一条腿搭在他的身上，睡得极为香甜。
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！母亲，你们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了？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还不醒？母亲，你们先出去。他，母亲。王氏感受到二儿子的不高兴，便带着一众人走出了卧房。江昭月，江昭月。二爷，我没有碰到你的伤口吧？没有。你怎么坐起来了？伤怎么样？还好，都还好。都好多了，可以出门走一走。我怎么睡在床上的？我记得我打地铺的呀。我抱你上床的。你？母亲他们来了，就在正房等着我们。母亲？来这么早？刚刚母亲看到我们2个人睡在一起。江昭月并没有多想，江昭月和裴景周很快洗漱妥当，一起出了卧房。母亲，景周啊，你身子如何？已无大碍。怎么不多躺一躺？小小的一个肩伤，没什么要紧的。那也要注意休息呀。母亲不必担心。裴景周坐到椅子上。江氏，母亲，谁许你坐下的？母亲没说不许啊。你就是这么和婆母说话的吗？母亲，儿媳哪里说的不对吗？母亲，景周，你不要为他说话。我问你，昨日我是不是和你说过，让你好好照顾景周？是。你怎么照顾的？哎呀，古代的婆母真恐怖。回母亲，儿媳昨日一直待在卧房，给夫君喂药、擦身子、喂粥。擦身子？什么时候擦的身子？迷迷糊糊喝了点药，有什么温温热热的东西擦过自己的额头、脸颊、脖颈。没想到是江昭月在给自己擦身子。那他喂药、擦身子、喂粥，后来就到床上了。母亲，是儿子把他抱上床的。前些日子四妹妹落水，他救了一次，回来病了几日，刚刚痊愈，便从昨日上午一直照顾儿子到今日丑时，实在辛苦。地上又寒凉，不能再睡在地上，所以儿子才将他抱到床上。母亲莫要再为难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哼，男配心真细。不是母亲要为难他，你看看他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哪有一点国公府媳妇的模样？母亲，儿子觉得他就是国公府媳妇的样子。国公府媳妇会在日上三竿的时候，毫无体态可言的睡在夫君身上。王氏和裴茂坤成婚多年，行完敦伦之礼，也都是各睡各的被窝。最如胶似漆的时候，也没有像江昭月那样，整个人都睡在男人身上。成什么样子？成什么样子？母亲，儿子愿意让他这样睡。王氏闻言一愣，裴思言目瞪口呆，裴思雅和裴思静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二哥。母亲，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裴景周问道。二儿子以前多么乖，多么守礼呀，成婚不足1个月，就变得和江昭月一样无规无矩。一定是江昭月吹枕边风吹的。看我干什么？是你儿子对你。母亲，既然你没什么要说的，那儿子有些问题想要问母亲。母亲，既然你没什么要说的，那儿子有些问题想要问母亲。你问。母亲为何不经同意就进儿子的卧房？母亲也是关心你的伤势。看来是下人玩忽职守。今日是谁上旨？二爷，是奴婢。从今以后不必在跟前伺候了。英哥是裴景周跟前的丫鬟，在他身边伺候多年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将来会成为裴景周的妾室或者通房，他自己也这么认为。今日看到王氏要进裴景周的卧房，他非但没有阻拦的意思，还希望王氏看到江昭月不成体统的样子。景周，这是处罚下人吗？是，母亲。还以为你是处罚母亲呢。儿子不敢。为了你媳妇，我看你是什么都敢。母亲，赵月若言行有错，你尽可处罚，儿子绝不阻拦。他没有错吗？他错在何处？他以前……母亲，人谁无过？儿子不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，但儿子知道他嫁进郑国公府，行为看似怪异，但都在礼数之内。行为怪异？你才行为怪异，你全家都行为怪异。哼，会不会用词啊？他半边身子压在你身上，是礼数之内。母亲有何事？你猜对了，母亲确实不是找你，是找我。什么事？3日后府里要办春日宴，到时候京中会有很多公子和姑娘前来，我也得参加。三弟三妹妹他们都到了议亲的年纪，确实需要物色物色了。可是什么？我总觉得母亲这几日三妹妹总让我参加宴会，如今母亲又特意办个春日宴，他们是不是为了折磨我啊？不会，他们主要还是为了府中公子姑娘的婚事，可能会顺便折磨你一下。
江兆月100米的大刀都要抽出来冲裴景舟砍去，忽然听到他最后一句话，他立刻收了回来。他们会怎么折磨我？我不知道。那我怎么办？宴会上的一言一行不要出错，让他们挑不出你的毛病。他们若是鸡蛋里挑骨头呢？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是不是就在等这句话？是，阿姨真懂我。阿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从成亲那一日开始，裴景舟就发现江兆月喜欢摸他、搂他、抱他。以前他总是会生气、嫌弃、不自在，如今他感觉自己越来越习惯。还是不穿衣服的时候摸着更舒服一点。江兆月，你就没个正经时候。阿姨，你又生气了？学你的礼仪啊。也就是说没有生气了？那做出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干什么？耍可爱吗？确实有点可爱了。江兆月笑了笑，转身去找孙嬷嬷，向她询问郑国公府宴会的规制、礼仪等等。阿姨，我一会儿就去松庆堂见母亲，然后开始迎客了。你要是不放心我，就去看看我。知道了。人都到齐了，去准备春日宴的事宜吧。世子夫人在，二奶奶跟着世子夫人即可。二嫂，四妹妹，三姐姐要在宴席上对付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上次母亲和二哥争吵后，她和三姐姐把过错推到二嫂身上，我担心他们对二嫂不利，这些日子便格外留心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昨日出府，我看到三姐姐去见二嫂的妹妹了。江婉雪？是。他们说了什么？我离得太远，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不过后来我从三姐姐的一些话里听出来，他们想让你名声扫地，让二哥厌弃你，让二哥休了你。他们打了这个算盘呢。二嫂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我会的，多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二嫂救了我这条命，我应该感谢你的。你好好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。看二嫂多好啊，哪怕言行和时下京中贵女贵妇有所不同，但她率性真诚，不拘小节，自信坚定，又长得特别特别好看。搞不懂三姐姐和母亲为什么不满意。我会的。你去忙吧，不然三妹妹又要挑你的刺了。二嫂要小心。好，我也会暗中帮助二嫂的。二嫂真是惹人喜欢啊！四妹妹、五妹妹接二连三的找你说话。可不是嘛，三妹妹也来找我说话呢。呸，谁找你说话？美着你了。最后来的就是定远大将军之女颜志一。书中说她清丽脱俗，雅致宜人，仿佛一朵洁净无瑕的芍药一般，让人望之憧憬。裴景舟是不是见过江兆月这样的角色，所以才坚定了要成婚的？颜姐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刚刚那个是江兆月吗？是啊。她长得挺好看的呀，可惜啊，是个没规矩的。是啊，跟个木头桩子似的，全靠裴三姑娘迎客。他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啊。没想到这裴家二公子真的会娶这样的媳妇儿。赵月嫁进国公府后，真的懂事了不少。是啊，二嫂成婚第2日就砸哭过五弟，你猜怎么着？五弟现在还挺喜欢二嫂呢。是吗？长姐在成宁侯府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弟弟妹妹都是怕她的。颜志一静静望着江兆月，二奶奶忍一忍，回头让二爷来解决。我就不是能忍的人。三妹妹说的是，只是父亲忙于政事，母亲操劳过度需要休息，大哥身子不适，大嫂陪伴左右，夫君紧急去了衙署。三妹妹什么都不知道。需要知道什么？我看到5岁的五弟闹腾，出手管一管，把五弟管哭。好在五弟年纪虽小，但聪慧明理，知道我是为了他好，是以格外喜欢我，不像三妹妹表述不清，让人误以为我是个多么恶毒的人了。三妹妹，下次不要这样了，这样不好。二妹妹，我是成宁侯府嫡长女，你们的嫡长姐，长姐如母，成宁侯府有母亲这个慈母，作为长姐对你们严格点，让你们惧怕些，有错吗？赵月越发会说话了。是啊，我们就是随口一说，二嫂倒是较真起来了。哎呀，不较真，我怕你们又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二嫂说笑了，我们不会的。希望你们说到做到。聊着聊着，你们姑嫂二人怎么又拌嘴？王氏把这么一出说成拌嘴，就是想接过去。但在座的贵妇贵女们都是在后宅混的，自然知道这一来一回间，江兆月是胜利了。裴思妍、江婉雪等人的目光不时害羞地朝男宾中扫一眼，再扫一眼，想要找个如意郎君。江兆月大大方方地盯着看，丝毫不避嫌。裴静在暗处看了一会儿，回到林华院，将百花院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裴景舟。
他把三妹妹他们说的哑口无言。是，他真是一点亏都吃不得。何止吃不得，要是周围没有那么多人，二奶奶可以把三姑娘和江二姑娘说哭了。那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二奶奶在帮着三姑娘他们看公子们。看公子们？是。怎么看的？盯着看。别人都是怎么看的？别人……裴静忽然想起来，百花院里不管是贵女还是贵妇，看到那些公子哥都有一种羞涩感，要么以团扇掩面偷偷瞧，要么看一眼就收回来。可是二奶奶好像是男人们看美人一般，直勾勾地看着那些公子。她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。裴景舟却是知道江兆月色胆包天的样子，啪的一声将公文合上，重重地放到桌上。去百花院。哎呀，虽然这些小鲜肉和裴景舟没法比，但是还是很养眼的嘛。二嫂，三妹妹何事？来玩投壶。你看，贤姐姐又投中了。她不想丢人，一再拒绝，可是裴思妍却再三邀请，真是居心叵测。好啊，贤姐姐几乎是百投百中哦。思妍，江兆月根本没玩过这东西，也不知道诀窍。他活动一下手腕，捏着一支头剑，眯眼瞄了瞄，用力朝壶中一投，没进。江兆月再投，还是没进。江兆月不信邪了，他又投一支，还是没进。张姐，要不你玩别的吧，书写或者绘画吧。可我听说二嫂什么都不会啊。张姐还是会别的的，会什么呢？她会的多了去了。端正眉眼依旧是清冷的，皎然似月，让人难以亲近。可是他却款步走到了江兆月跟前，大手扶上江兆月的右手，阻止他投出第4支投剑。帮你找找感觉。二哥，江婉雪看到裴景舟英俊模样，不由得害羞起来。颜志一再三遗憾没有见到裴景舟，现下终于看到了，心里刚刚冒出喜悦，就见他站到了江兆月跟前，举止亲昵，心情顿时低落。看什么？二爷，你好生英俊啊！矜持点，周围那么多人呢。我来给你找找感觉。找什么感觉？投壶的感觉。我不会投壶，能找到什么感觉啊？你不会？我真不会。这是京中贵女们都会的，江兆月居然不会。你现在教我吧。你学得会？哼，看不起谁啊？行。在裴景舟手把手指导下，一支投剑进壶中。进了。二嫂好厉害！裴思静跟着欢呼。睁眼看清楚一点，这是二哥投的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江兆月侧身站立，挺拔中带着松弛感，不但姿势标准，而且有一种青竹的美感。进了，二嫂亲自投的。裴思妍白了裴思静一眼，哼，运气而已。又进了。裴思妍一愣，江婉雪也呆住，颜志一等人也惊讶江兆月的准确度。你不是说他不会投壶吗？怎么百投百中啊？承让承让。裴思妍便要江兆月作画。好呀，夫君，我们一起画。你怎么还找外援啊？又不是科考，那么严格干什么？我就要和夫君一起作画。矜持一点。我和你二哥一起作画写字，也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恩爱夫妻，也让你们学习学习。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！一个女子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？一个春日宴没让裴景舟厌弃江兆月，反而让他和江兆月关系更好了。我可真厉害。你厉害，我呢？嘿嘿，我们两个可真厉害。不过你在另外一方面也挺厉害的。哪方面？那好多姑娘一直盯着你看呢。别乱说。你没发现吗？我已成婚。那你挺有难得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严姑娘也看你呢。她也来了？你又笑什么？裴景舟蹙眉，人家眼巴巴盯着你看了那么久，你居然不知她也来了。她只是盯着一个男子看，不像你盯着所有男子看。裴景舟顺势说出自己介意的事情，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语气酸溜溜的，说明我比他懂得欣赏美啊。不过这整个百花院里的男子都不如二爷一人长得好看，有气质有才华，哪都比不上二爷。这个春日宴什么时候结束？午饭之后就结束。二爷和我们一起用午饭，有你在，他们都不敢欺负我就安心多了。好。果然裴景舟在，王氏等人老实多了。江兆月安生的用了午饭。二奶奶，公子慢走。这公子并不走，却道：二爷在和别的女人幽会呢。二奶奶，小生杨延辰。杨延辰，
那个怂恿原主私奔，打死香条，将原主卖进青楼，害得原主得遭孽死亡的穷举人杨延辰。二奶奶可记住了？多谢贵府招待。两个公子恭敬行礼告别。两位慢走。杨延辰冲江昭月油腻一笑，然后转身潇洒得意的离开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这人不会觉得自己长得又英俊又迷人吧？哎，原主是怎么看上这种又干瘦又自恋又穷的男人的？他若是像书中一样再三勾引我这个人妻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现下得赶紧洗洗眼睛。当即转头去看裴景周，裴景周正在听颜志一说话，忽然感觉到一道炙热的目光，一转头就和江昭月的目光撞上。江昭月轻轻一笑，裴景周顿时有一种心虚感，对颜志一道：颜姑娘。啊，颜姑娘。裴景周点头。我已成婚，更应守礼。你就是太守礼了。颜姑娘也是个守礼的好姑娘。所以你喜欢不守礼的是吗？那人只是性子跳脱，并非无礼之人。你承认你喜欢他？她是我妻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吗？那我们还是朋友吗？自然是。颜姑娘若遇到困难，我若有能力，定然帮助。那人还在等待，告辞。裴景周抬步朝江昭月走，颜志一立即唤：景周哥哥。裴景周来到江昭月跟前。客人都送完了。那里还有一位。母亲和三妹妹会安排他，我们回去吧。还要和母亲说一声呢。那走吧。景周哥哥。裴景周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你乱叫什么？颜姑娘可以叫，我就不能叫了。哼，景周哥哥好生偏心，别人叫景周哥哥就行，我叫就生气。景周哥哥。他问我成婚之后过得怎么样。你过得怎么样？和以前一样，上朝上职用饭睡觉。有我没我好像一样嘛。还是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来了就乱了。哪乱了？卧房乱了。还有很多地方都乱了，裴景周到现在都没有理清楚，感觉比考状元还难。你在说我睡觉不老实？对。我睡觉不老实。不然呢？我睡觉不老实。不然呢？怪我了。不然怪我？当然怪你。要是你一开始就让我抱着，我就能老老实实睡到天亮，乖极了。你矜持点儿。山长半狭离得远，听不到。见母亲去。景周哥哥，你们还说了什么？别乱叫。景周哥哥。昭月妹妹。好恶心！突然觉得景周哥哥也好恶心了。书中颜志一对裴景周执着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心思就转到男主身上了。江昭月根本不介意颜志一和裴景周接触，也不是真的想知道他们聊了什么，就是逗一逗裴景周。没想到裴景周真的就交代了。他再一次感慨裴景周是个好男人，心里跟着软软的。客人都走了？是。那你就盯着下人，把百花院收拾妥当吧。王氏在银嫔的搀扶之下，目不转睛地离开百花院。母亲都不理你。还在生气呢。那怎么办？父亲会看着办的。确实，裴茂坤是个好父亲。江昭月也就不管了，看着下人们整理好了百花院，他和裴景周走出百花院。二哥，二嫂，二妹妹没有回府。婉雪今日住到我院子里。你们两个关系这么好了？二嫂羡慕吧？羡慕。三妹妹什么意思？就是今日春日宴上，二嫂好风光啊。没办法，实力让我光彩照人。裴景周闻言扶额，裴思妍和江婉雪气得咬牙。没什么事情，我们走了。父亲。走吧，你谦虚点。知道了。裴思妍听不到他们说什么，但看到他们亲密无间，她气得不得了。红妹子，脸皮是真厚。查出来那个杨延辰到底什么身份了吗？小桃还没有回来。江婉雪和裴思妍、吴氏、王氏三人一起在春日宴上发力，非但没有令江昭月丢人现眼，反而让更多贵女贵妇扭转了对江昭月的看法。她愤怒不已，却没有任何法子对付江昭月了。不用担心，江昭月和杨延辰肯定不干净。没想到江昭月这么不识好歹，有了二哥这么好的夫君，还红杏出墙。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什么样的人？贪婪之人。可他来到镇国公府就不能这样。走，去我们院子里等着。二人到院子好一会儿，丫鬟小桃终于带来了杨延辰的消息。杨延辰，年23，同州县的举子，家有薄产，去年进京赶考失利，留在京城广交好友，
一面准备再考，一面想要走一走捷径。他和江昭月什么关系？他并不认识二奶奶。怎么可能？杨元辰是个虚张声势的人，若是有二奶奶这层关系，他一定会到处显摆，要求好处的。那他今日和江昭月那么亲密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上二奶奶了。看上江昭月？什么意思啊？奴婢打听到杨元辰有个怪癖，喜欢人妻。听说他在同州县时就曾和一个富商的夫人搅和在一起，事情败露后，他从富商夫人那里拿了很多银子，跑来京城，过的日子也是相当奢华，根本不是国产能够供得起的。他居然是这种人！他应该是听说了二奶奶的一些名声，又看到二奶奶长得这样貌美。什么貌美？明明就是个狐妹子，妖里妖气的，没有一点郑国公府嫡系的模样。他应该是听说了二奶奶的一些名声，觉得二奶奶是个好拿捏的，所以他打算如法炮制，获取一些利益。你是说他想找第二个富商夫人？奴婢是这样猜测的。我觉得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江昭月目前和杨延辰是清清白白的，没有红心出墙。是，现在清清白白，不代表以后也是清清白白呀。杨延辰看上江昭月了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放弃。只要他不放弃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可江昭月可不是富商夫人可以比的，他想见一面都难啊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忙了呀。你的意思是？裴思妍没有说下去，江婉雪却已经知道他的意思，旋即笑了。二爷，干什么？睡觉不老实挺不好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样我一晚上就老实了，也不会碰到你的伤口。哎呀，虽然没有下雨，但天气有些冷，这样抱着睡觉好暖和啊。江昭月是第一次如此清醒地抱着裴景周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清凜的香味儿，隔着衣裳感受到他身子的结实，他的手又不由自主地搭到裴景周的胸口上。江昭月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别乱摸。我没有摸啊。二爷身子长得好，有点情不自禁了。要不你也摸我好了。你矜持一点。磨坊里要什么矜持啊？江昭月，二爷，今日洞房吗？裴景周受不住江昭月这样的调戏，要起身。江昭月一把搂紧裴景周的腰。不动不动不动啦。裴景周重新躺下来。哼，还挺有脾气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二爷伤势未愈，不能洞房。那你还问？我问习惯了嘛。睡觉。我不困。你困了。我不困。你困了。二爷，我真不困。江昭月伸手摸裴景周的胸肌。江昭月，你的手。摸一摸嘛。睡觉。可是。乖一点。借着廊道灯笼映进来的微光，看到裴景周锋利的轮廓线对上他漆黑的眸子。睡觉。二爷，这是同意我以后抱着你睡啦？真的？二爷，你怎么能长得又好看，身材又好，人又这么好呢？睡觉。你简直是世界最完美的人。睡觉。一开始碰一下裴景周都能感受到他的嫌弃和厌恶，现在抱着都没事儿，江昭月特别有成就感。好，睡觉。不一会儿就听到江昭月均匀的鼻息声。这叫不困。江昭月自然听不到，裴景周静静注视着他的睡颜，脑中浮出他刚刚对自己的夸奖，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，好一会儿才闭上眼睛。次日卯时起床，站到镜前整理官服之时，又一次想到江昭月所说的。二爷，你怎么能长得又好看，身材又好，人又这么好呢？你简直是世界最完美的人。有那么好吗？裴景周收拾妥当，抬步走到卧房门口，忽然一停。裴景周回头看一眼床上的江昭月，走到床前将被子掖了掖，这才离开。鲍霞看向裴景周，又回头看一眼还在熟睡的二奶奶。二爷不讨厌二奶奶呀？一会儿让孙嬷嬷跟着二奶奶一起去请安。是。上朝得到皇上的关心，下朝的时候李伯年一直追着他赔不是。李大人不必内疚，我已无事。无事就好，无事就好。那我们讨论一下案情啊。好。三个人再次凑在一起，却是第一次平和、友好、平等的讨论案情，并且得出了一些结果。裴大人、胡大人果然才思敏捷，见地不凡呐。李大人才是见多识广。哎呦，可别这么说，可别这么说呀！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，做事也灵活呀。那我们今儿个就先商讨到这儿，再有进展咱们再联络。好。李伯年离开衙署。
骂一顿果然管用啊。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嗨，嫂子把李大人骂了一顿。嫂子？哪个嫂子？自然是尊夫人。你是说那人把李大人骂了一顿？何时？就在前几日，害得受伤，李大人极其内疚，拉着我一起去镇国公府探望。恰好嫂子在院子里，我们上前打招呼。嗨，也怪李大人说话有问题，说什么与你意见相左之类的。嫂子一听，立马就叫他反思。反思？可不是，嫂子可真护着你，都不知道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就认定是李大人的错。这噼里啪啦把李大人一顿骂呀，说什么老顽固，什么刚愎自用，什么拿镜子照照自己，看看这个脸上一堆褶子是不是白长了。哎，是什么都往李大人脸上招呼啊。这是江小月骂得出来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继续骂呀。哎，嫂子骂得可顺溜了。李大人什么反应？气得双眼通红。你还别说，嫂子骂都骂到点子上了，最后收尾时又把李大人夸一顿，捧得高高的，给足了李大人面子。李大人接受了？可不嘛，他回来就反思，这几日做事风格都变了，整个人都包容多了。哎，你没发现吗？发现了，只是没想到是江少月骂出来的。景州啊，嫂子对你可真好，真信任你，真喜欢你啊。乱说什么？哎，我可没有胡说啊。做事吧。裴景州坐回自己的书案前，胡建之正好有事儿，便没有再说下去。裴景州拿起一支笔，准备记录一下今日商讨的案情，脑中却不由自主地想象出江兆月骂李伯年嚣张又慵懒的模样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对劲儿？好像有人在偷看我们，没有感觉到吗？啊，奴婢没有。没有？难道是我想多了？那二奶奶现下要怎么办？继续逛园子吧。啊？江兆月继续看花看草，跟没事人似的。就没事了。阿爷，你回来了。前几日你骂了李大人？是啊，那臭老头子向你告状了。臭老头子？他向你告状了？没有，是胡建之说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夸你骂得好。当真？李大人如今幡然醒悟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抗拒我和胡建之，今日好好的和我们讨论了案情之事。所以我帮你做了一件好事。是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好心办了坏事呢。你也会害怕？当然了，我胆子很小的。对啊。你胆子小在哪里啊？我怕的东西可多了，我怕黑，怕疼，怕累，怕失败，怕没人爱。看不出来。哼，看不出来拉倒。我帮你做了这件好事，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吧。怎么好好谢谢你？江兆月歪头想。裴景州忽然想到上次他要的谢礼是亲我一下，他确实亲了他的嘴唇，至今还记得他嘴唇的柔软温热，心里突然一阵燥热。我还有事儿，你慢慢想，不要想得太过分啊。裴景州立刻朝外走去。二奶奶，好像要下雨了。不是带伞了吗？可是奴婢担心下大雨。带着香巧离开松青堂时，大雨不但落下来，大风也来了，两个人撑着伞都难以走动。二奶奶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雨吧。去假山那里。二奶奶，你快进去，奴婢收伞。好。听到身后扑通一声，他回头看去，香巧忽然倒在了假山山洞口。一个穿着蓑衣的男人忽然出现。你是杨延辰？是，二奶奶果然还记得鄙人，真是鄙人的荣幸啊。杨延辰解开蓑衣，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，向江兆月行一礼。见过二奶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鄙人实在想念二奶奶。这几日是你一直在跟踪我。哎，自春日宴上见过二奶奶的绝世容颜和风姿，这些日子鄙人吃不好，喝不好，睡不好，满心满脑想的都是二奶奶。鄙人实在想知道二奶奶过得好不好。原主就是这么被勾引的？你一个外男怎么进镇国公府的？自然是二奶奶让鄙人进来的。胡说八道！鄙人说的都是真话。你干什么？二奶奶，你看我这身衣裳都湿了，还请二奶奶多多怜惜。大雨大风，偏僻的假山，晕倒的香巧，人高马大的杨延辰，一切都充满了巧合。江兆月弄不明白，但他知道自己现下正陷入了困境。不许进来！为何？男女授受不亲。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笑什么？
裴二爷和严姑娘不知道思乡受多少次了。二奶奶这样容色无双的人儿，裴二爷不知道疼，不知道爱，还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不许这样说我夫君。二奶奶这样至情至真的人嫁给他，真是受委屈了。女人似花，得好好爱护，尤其像二奶奶这样国色天香的花，要用一生来呵护才是。二奶奶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二爷不懂你的好，是二爷的损失，可别让青春白白枯萎啊！鄙人是真心实意的，让鄙人好好疼爱你吧。江昭月一副纠结的样子。二奶奶，我发誓会一直对你好。呵，深宅大院里的女人，深宅大院里的女人，不管多么端庄守礼，内里都是寂寞空虚冷又没有见识的。随随便便一个男人几句甜言蜜语，就把他们哄得团团转，忘了所谓的礼仪廉耻，乖乖的将财色奉上。何况江昭月还是个笨蛋美人儿。那他怎么办？我怕他耽误咱们的好事儿，就把他打晕了，没有大碍的。可他淋着雨了。一个丫鬟，淋着就淋着，我只在意二奶奶的冷暖。哎呀，不行！杨延晨有些不耐烦了。他自小跟着我，和别的丫鬟都不同。我不计较你把他打晕了，但你得把他弄进山洞来，免得他淋病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把他弄进山洞，我把他弄进山洞，再弄你。哼，弄你爹！你快点儿！江昭月站在洞里，盯着杨延晨的背影，左右扭了扭细长的脖颈，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，抓起地上一块大石头，大步走过去，抬脚狠狠地踹向杨延晨当下。江昭月一石头招呼到他头上，发出砰的一声。大爷的，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德行就算了，也不打听老娘什么人，敢动老娘的丫鬟，还敢勾引老娘，活腻了是不是？你不跪地求饶，还敢反抗？好，那老娘就让你见识一下，这满腹春雨是为谁下的。我歇会儿再打你。二嫂。江昭月闻言抬眼看去，裴思雅、裴思静、裴思妍、江婉雪、王氏还有裴景洲等人撑着雨伞，都惊愕地望着一片狼藉的这边。糟糕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昭月，哪受伤了？我没有受伤。你身上这么多血？他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就要问一问三妹妹和二妹妹了。张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对呀，二嫂说什么呢？妹妹我都听不懂。不承认。妹妹实在不知道长姐在说什么。我也不知道。江昭月勾唇笑了笑，走到杨延晨的跟前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成宁侯爷，成宁侯夫人，你们来了。昭月，你又做什么蠢事了？侯夫人，那人一没有说话，二没有做事，你上来就呵斥，是带病前来还是突发恶疾？要不要请府医看看？不是，贤婿急急的叫我们过来，不是赵月闯祸了吗？哎呦，婉雪要有机会了。赵月是镇国公府的主子，闯祸了也是镇国公府的事儿。成宁侯夫人上来就呵斥，把我、把镇国公也把镇国公夫人放在何处？上次回门，裴景洲已经知晓成宁侯府苛待江昭月，他当即就对江昭月产生一种心疼。贤婿莫生气啊，妇道人家眼界窄，想差了。是我想差了，误会赵月了。贤婿这么心疼赵月，是我们赵月的福气啊！对，哈哈。不知道贤婿喊我们来做什么呀？裴景洲转头看向庭外的杨延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问他。杨延晨，给你个机会，如实把你做的事情说出来，不然就让你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二奶奶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！有人找到我，让我勾引你。谁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一个蒙面人。他说二奶奶是个很好勾引的人，让我想办法勾引二奶奶，只要成功就会给我5000两白银。然后他就把绣着月字的香囊给我，说是可以悄悄进镇国公府。所以你就拿着香囊进出了镇国公府？对。进出了几次？3、4、5次吧。5次门子都放你进来？因为小桃交代了门子，所以我可以悄悄进来。终于等到了今天这次大好的机会，以为可以得手，结果……若是得手了，如何联系蒙面人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还做这等事情？二奶奶长得美，即便没有5000两银子，我也愿意。砰的一声，茶碗飞到杨延晨的脸上。不知死活！父亲母亲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发现问题了吗？有人怂恿这淫贼对你行不轨之事，
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没错，父亲，你知道那个蒙面人是谁吗？是谁？母亲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母亲当真不知道吗？自然不知。那我的香囊怎么会落入蒙面人手里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的闺房是不是归母亲所管？是又如何？那么我闺房里的东西是不是只有母亲可以取？我只在闺中绣过香囊，并且所绣香囊全部都留在闺房，没有带来国公府一个。所以蒙面人拿的香囊是成宁侯府的。这么巧吗？只有成宁侯府有江兆月绣的香囊。江兆月把回门里册子给了江世宏看了看，笑着道：这些可是经过两府核准的册子哦。夫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那香囊又是怎么回事？成宁侯府主母怎会不知道后宅之事？后宅之事繁杂，我怎会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香囊？定然是有人故意偷走香囊，想害你。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都知道，母亲真是个大聪明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母亲是成宁侯府的主母，手里握着成宁侯府大大小小院落的钥匙，包括女儿院子的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女儿的亲生母亲嫁进成宁侯府起，就在修建女儿的院落，是以女儿的院落是整个成宁侯府环境最好，也是最安全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若是没有钥匙，若是不用火，若是不使用刀剑，任何人都休想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去偷拿任何一样东西，包括香囊，是不是，母亲？所以母亲说有人故意偷走香囊陷害我，那个人该不会是母亲吧？自然不是。所以母亲说有人故意偷走香囊陷害我，那个人该不会是母亲吧？自然不是。那就是江兆月笑着转向江婉雪：我没碰你的东西。不是母亲的话，那就是母亲身边的。刘嬷嬷心头一凛，不可能是他，必然有别人。谁能拿到母亲的钥匙呢？父亲，你怎么说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明明计划的天衣无缝，怎么到了眼下，处处都是漏洞啊？是江兆月，就是江兆月，就是江兆月没有招了杨延辰的道，让一切都变得左右为难，让我如此纠结。侯爷，是老奴偷拿大姑娘香囊，陷害大姑娘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老奴看不惯大姑娘行事嚣张，目无尊长，辜负夫人一片疼爱，所以老奴想要教训一下大姑娘。你可知陷害他人是何罪？老奴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那就拿下。是。裴静及几个小厮把刘嬷嬷、杨延辰一起押走。刘嬷嬷，母亲。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反思教导。我们也应反思反思。王氏和裴思妍互看一眼，都暗暗松一口气，说些场面话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慢走。母亲，我说过，别在我面前耍你们那些浅薄的心计，不然后果自负哦。这次只是损失一个刘嬷嬷，下次再将心计耍到我身上，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事喽。母亲慢走。这件事情啊，母亲，这件事情还有一点。三妹妹，小桃是如何认识赵月带自闺中时绣的香囊？刘嬷嬷已经扛下所有，裴思妍以为自己安全了，没想到裴景舟突然问出这么一句话。她和婉雪那姑娘情同姐妹，这些日子同吃同玩同睡，向婉雪询问一些她二嫂的事情也属正常。小桃在一旁伺候着，自然而然就知道了。是，我是从婉雪儿那儿知道的。奴婢是听姑娘和江三姑娘说的。小桃也是觉得思妍和婉雪关系要好，所以看到有人拿着香囊来找婉雪的亲姐姐，便好心通融通融。进国公府通融一下就可以了吗？本应该是按规矩办事的，到底是小桃这丫鬟做事不妥，连累了思妍。不过念在她一向稳妥勤快、忠心耿耿，就罚她3个月的月钱。思妍，你做事也有疏漏，回去再抄一卷经书。是。只是抄写一卷经书就可以吗？自然还是要罚月钱3个月，禁足半个月。这事儿我还会继续查下去。把桌上的姜汤喝了。我又不冷了。喝了。你怎么那么凶？春日宴之时，你和杨延辰接触过？是啊。你可知你是有夫之妇？我知道啊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江兆月当即一五一十说了第一次见杨延辰的细节，末了补充一句：还长那么丑，我才看不上他。长得好看，你就能看上了？那不可能，在我心中，
二爷是世间最好看的，谁都比不上。油嘴滑舌。我的真心苍天可见。二爷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在众目睽睽下相信我，谢你从头到尾都在我这边，谢你为我说话。你很会说话。我句句都是真心真意，不然罚我这辈子少睡你半个时辰。你那就少1个时辰，你不能再少了。就一个成绩啊，也没用力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疼不疼？好疼，二爷，我好疼啊！你看看，都流血了。鲍霞，去拿药箱来。是。鲍霞连忙取来药箱。二爷给我包扎。坐下来，我给你包扎。疼。包扎了就不疼了，坐下来。哦。摊开手心，不怕疼吗？好疼啊！磨出水泡的时候都不知道吗？当时就想打残那个贱男人，没有注意到。都不知道打了多少下，反正打完后，江兆月又饿又渴又累，又和吴氏等人周旋，根本没有关注到其他地方。有点疼，忍一下。忍不了。那也得忍。痛！裴景洲快速撒上药粉，剪一段纱布，熟练又轻柔地缠上江兆月的右手，系了个结。好了。怎么了？二爷，我的手包成这样，睡觉的时候都不方便摸你了。二爷，你干什么去？把药箱放回去。我以为你又生气了。知道我会生气还胡说八道。情不自禁嘛。裴景洲动作一顿，心间莫名颤动，丝丝喜悦溢出。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把药箱放下，重新走到江兆月跟前。用饭吧。我手受伤了。左手用勺子也可以用饭。不方便啊。我给你夹菜。你就不能喂我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不成体统。老不懂，我之前都喂你了，你就不能喂我吗？我打人很累的，拿不动勺子了。打人还有理了？当然了，不然杨延成他们的阴谋要是得逞了，我肯定做不了你媳妇儿了，你的名声也会受到连累。你说我打的对不对？裴景洲闻言，袖中的拳头紧紧攥着，声音却温和。你说的对，用饭吧。裴景洲坐到他旁边，端起一碗清汤，舀了一勺，送到他嘴边。真味啊！刚刚江兆月就说情不自禁是出自真心，他真的每次看到裴景洲克己复礼、浑身禁欲感的模样，就忍不住把厚脸皮、耍赖、撒娇、茶里茶气、粘人等等通通用到他身上，想看一看他清冷外表里面是什么样子。什么？就是在假山跟前二嫂痛打的那个同州县举子要被砍头了。对。尽管江兆月没有把书看完，不知杨延辰结局到底是什么，但他穿进书中后，阻止了很多事情发生。他是不是还做了别的事情？对，他还考场舞弊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京都都传遍了。确定了吗？告示已经贴出来了。他是场场舞弊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仅仅通过县试，后面的府试、院试、乡试都是贿赂主考官，将他人的卷子占为己有，才有了举人身份。怪不得他到处勾引有妇之妇，就是想捞钱行贿啊。有了举人身份后，周围都是夸赞他得意忘形，一次醉酒就把自己誊写他人文章的事说出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就遇到二哥。二嫂，你不知道吧？这个案子是二哥接手办的，短短10几日就把所有证据、证人、罪犯全部集齐，判了杨延辰、几个主考官，还了侯云正等读书人公道。你二哥这些日子早出晚归，在办这些事，那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，他应该可以清闲几日了。他做的太好了。裴静，二爷呢？二奶奶，二爷今日太过忙碌，就不回来了，派小的回来取些换洗衣裳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忙完便回。什么时候忙完啊？小的也不知。鲍霞，去收拾二爷的换洗衣裳。是。二奶奶，可有什么话要转告给二爷？我写几句话，你带给他。是。二爷，换洗衣裳已经放进休息间里了，这是二奶奶给你的书信。这儿没什么事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是。裴景洲从信封里掏出一张信纸，看一眼上面的内容，连忙将信纸盖到书案上。不知羞。景洲，你这样什么意思啊？你耳朵都通红了，这还没到清明呢，不热呀？你是不是身体不适啊？没有，看你的卷宗吧。裴景洲垂眸看一眼手边的信纸，忍不住又拿起来，上面写着：二爷，你什么时候回府啊？每天抱不到你，摸不到你，贴不到你，我都睡不好觉，好想好想你哦。二爷，你什么时候回府啊？每天抱不到你，摸不到你，贴不到你，我都睡不好觉，
好想好想你哦。大胆无礼，谁家夫人会如此？可是江兆月就是如此。他看着看着忍不住笑了。锦之，我先回府了。不是说今日在衙署过夜吗？有点事儿，先回去。你还带卷宗回去？这些不太重要，可以在路上回府上看。你不嫌麻烦了？裴景舟没有多说，拎着一堆卷宗朝外走。刚拿来换洗衣裳，二爷就要回府，那这换洗衣裳岂不是白拿了？得，赶紧跟着二爷走就是了。裴景舟回到凌华院，走进卧房，江兆月姿势豪放地躺在床上沉沉睡着。裴景舟走上前，伸手就拧他白嫩的脸蛋儿。不是说睡不好觉吗？疼，脸疼。二爷，不认识我了？真是二爷。不然是谁？二爷回来了。二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抱你啊。这样成何体统？成我自己的体统。下来。不下。下来。就不下。江兆月双腿夹紧了裴景舟的腰，裴景舟清晰地感知到他身上的柔软馨香，身子不由自主的一阵酥麻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一点都不端庄。对你不需要端庄啊，而且我好久没见你了呀。我日日都回来。我都睡着了都没看到你。是没看到，但裴景舟一躺到床上，江兆月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紧紧抱着他睡。二爷都不想我吗？怎么了？我脸有点疼。江兆月伸手捂脸，看到那信纸上那句“我都睡不好觉，好想好想你啊”，裴景舟再也没法在衙署过夜，急匆匆地赶回来。不曾想他睡得这般香甜。真是个小骗子。是我睡觉不老实，磕着了。我拧的。你拧我脸干什么？喊醒你啊。你不会喊我名字吗？平时喊也喊不醒。说的也是。不过我要拧回来。别闹。我就要拧回来。我要去沐浴了。我陪你啊。不用。裴景舟走进静室，将门砰的一关。二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二爷，我在沐浴。你吃饭不说话，睡觉不说话，你沐浴都不能说话吗？回来看你。真的是回来看我呀？你说你睡不好，我怕你一不高兴就闹事儿。我是这种人吗？你是。裴景舟在静室里听到后，嘴角扬了扬。沐浴好了，他穿上中衣走出来。江兆月不在了。生气了？你去哪儿了？让下人送些饭菜过来。这么贴心？那当然，我心里眼里可都是二爷。又胡说。快谢我。怎么谢你啊？让我拧一下你的脸。胡闹。可爱，真可爱。他没忍住，猛地往前一凑，吧唧一声，狠狠地在他嘴唇上亲一口。这人居然偷亲。怎么了？嘴好疼。我看看。你笑什么？上火了。上火？让你贪吃，还是吃燥热的羊肉？张嘴，我看看嘴里。还好，就嘴角起了2个泡，一会儿涂些膏药。这2天吃些清淡的，少说话。路上发现裴景舟不时转头看他的嘴角，然后嘴角轻轻上扬一下，明显在偷笑。二爷。裴景舟侧手。你在笑我？对。你笑什么？笑你爱吃，活该上火。江兆月不敢再说话了，可是心里气不过呀，他抬腿就踢裴景舟。裴景舟轻易躲开，江兆月继续踢。裴景舟不想在下人面前不成体统，也不想累着江兆月，故意受了他一脚，想问他气消了没有，然后听到一个呵斥：“江氏，你在做什么？江氏，你越发无礼了，连夫君都敢打。”母亲，我和赵月在闹着玩。你还护着他？你看他上上下下哪有一点镇国公府嫡次媳的模样？裴景舟那样一个规矩的人，居然会和江兆月在府里嬉笑逗乐，那在卧房里2个人。裴思妍因为杨延辰一事抄写经书，拔月前3个月和禁足半个月，但他心里仍旧忐忑，担心二哥饶不了自己。没想到杨延辰因为考场舞弊而处以砍头，和什么调戏良家妇女无关。他觉得自己又是清清白白的了，是以禁足一解除，他就和王氏、颜之一一起出来散步。母亲，儿子看他上上下下哪一点都是镇国公府嫡次媳的模样。母亲莫生气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他每日来请安都没有好事，你以后不要来请安了。是母亲。江氏，
王氏一翻白眼，忽然晕了过去。母亲，快去请府医。是。银萍连忙去请。裴景舟拉住王氏胳膊，将她背在身上，快步朝松青堂走。父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二嫂把母亲给气晕过去了。如今谎话张口就来吗？你二嫂说了什么？二嫂说了是母亲，然后母亲就晕过去了。父亲，是儿子和母亲意见相左，惹母亲生气了。那你……尽管裴景舟这么说了，但裴茂坤知道儿子向来懂事知礼，能够说出和王氏相左的话，必然是王氏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父亲都不责怪二哥。母亲怎么了？恒哥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来给母亲请安，然后听说母亲晕过去了，我赶紧跑过来看看母亲怎么样呀，我好担心啊。吕府爷，夫人如何呀？国公爷，老朽再把一把。严志一出声问：锦州哥哥，要不要请御医来看看？又是锦州哥哥，哼！先听吕府医怎么说吧。国公爷，夫人脉象平和顺滑，并无异常。那她为什么会晕倒啊？世间疑难杂症众多，老朽实在不知。二嫂，母亲是什么病啊？我不知道，先听他们怎么说。不若依严姑娘之意，请御医来看一看。好，父亲，我进宫面圣了。有老鼠！叽叽叽，就是老鼠！在哪里？叽叽叽，声音好大呀，肯定是大老鼠。我听到声音好像是从床上传来。母亲最怕老鼠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呦喂！看到裴恒的刹那，才知道自己害怕过度，把这孩子当成老鼠。然后他抬眼看到一屋子里的人，裴景舟等人愕然望向王氏。母亲，你是装的。母亲，你是装的。母亲，你真是让儿子长见识了。裴景舟拉起江兆月的手，大步朝外走。景舟，裴景舟拉着江兆月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国公爷，你，我也是为了景舟好啊。都把他气走了，这是为他好。他打小啊就有自己的想法，你也一向尊重他，怎么最近总是要管束着他呢？我并非管束他。那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又是什么？我是在帮他，江氏配不上他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不能看着他受委屈。到底是谁给他受委屈了？江氏，当初我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想要换成别的补偿成宁侯府，偏偏你记着什么劳什子婚约，还说什么人会变好，江氏变好了吗？他本来就琴棋书画样样不同，说话不经大脑，做事没规没矩，整日就会在景舟面前疯疯癫癫，没个正经的样子。不但不懂伺候景舟，还使唤景舟。景舟愿意不就完了吗？我不愿意。娶妻不贤，祸及三代，他害的不仅仅是景舟，还有景舟的儿孙。什么是贤？就是江氏的反面。你到底有没有认真了解过赵月？我了解的真真的，他就是个祸害。你这是冥顽不灵，你这样只会让景舟越来越和你生分。你先好好反省反省吧。老鼠叫是你弄的？这都知道啊，真聪明，我模仿出来的。你什么时候看出来母亲是装的？你背母亲的时候看出来的。怎么说？一般人晕倒之后都是无意识的，可你太过着急，背母亲的时候扯动她的胳膊了，她偷偷调节了一下胳膊。我一直以为母亲是讲理之人，结果她也会无理取闹。你之前还义正言辞的对我说，母亲并非是非不分之人。不过我不怪你。你不应该趁机嘲讽我一顿吗？我是落井下石的人吗？是。我生气了。你并非落井下石之人。二爷是在哄我吗？那我原谅你了，我好哄吧？你第一次哄我，我不为难你，下次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好，既然母亲不让你去请安，从今日起你就不要去了。好。他若有事找你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保护好自己，剩下的等我来解决。二弟妹，大嫂何事？清明节之后天气转晴，又到了1年1度春游的日子，母亲啊，把春游的事宜交给了你我。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这些日子都未去松青堂，母亲和二弟有些嫌隙，便也没有派人去灵华院，所以就让张思英传话了。江兆月点头。好。这次主要是促成4弟和文渊阁大学士第3女秦幽的亲事。秦幽？
就是那个在春日宴上四弟吹笛子，他弹箜篌的那个姑娘。正是。四弟啊，对他有意。好。那明日起，我们好好商讨一下春游事宜。好。二人确定之后，江昭月和裴景周回到凌华院。睡前，他将这事儿告知裴景周。母亲让你和大嫂办此事。对。裴景周仔细思考着。二爷，今日洞房吗？知道了，今日不动。你是真的想洞房吗？江昭月听不到他的话，自然回答不了。裴景周盯着他白净的脸蛋看一会儿，抬手弹灭烛火。二弟妹，你来了。大嫂，坐。大哥今日如何了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大嫂，你衣袖怎么湿了？不知道在哪弄湿的，不碍事的。江昭月深深看张思音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我们说一说春游之事吧。两人把春游地、人数、马车、行帐、天气等等大框架提出来。张思音命人取来纸笔，一一写下。二弟妹，今日就讨论到这些，明日再继续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二弟妹，不如在这用午饭吧。不了，二爷说不定会回来。哎呀，你和二弟的感情是真好。张思音羡慕不已。江昭月很想说好个屁，他到现在连裴景周的裤子都没有扒掉。但张思音一看就是手里之人，他忍住了。大哥和大嫂也是伉俪情深。二弟妹说的是。大嫂，你忙吧，我回去了。好。确定好了吗？好了，明日一早就出发。到时候我送你去。你不春游吗？明日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忙好了就去找你们。找我们？找我一个人不就行了？找他们做什么？你还想和谁春游？好，去找你。这还差不多。走，回院子吃饭，我好饿。第二天天未亮，江昭月就起来和张思音一起忙。尽管京城十分安全，每年春游都让人放心，但你们两个还是要多多注意，保证府中人的安全。是，二哥。裴衍和裴彻一起应是。裴景周特意走向江昭月。我去衙署了，你是真的舍不得，还是假的舍不得？小女子对夫君一片真心。矜持点儿。不要，二爷，你看这好多人都出双入对的，你若不快些来，我好孤单啊。我会早些赶过来。要想我啊。别闹。不想拉倒。裴景周嘴角扬笑的和江昭月分开，走到王氏跟前的时候，笑容立刻敛住，正色道：母亲，儿子去衙署了。去吧。裴景周离开了。江氏，这儿有把长命锁，你去挂前面桥上吧。母亲，我去挂。裴恒想去，让你二嫂去挂。我想挂啊。你小不会挂。江氏，你去挂在桥中间，比较灵验。是，母亲。二嫂，我也去。我也去吧，二嫂。江昭月挤过人群，走到桥中间，蹲下来端详着别人的锁是怎么挂的。哇，好多锁呀！因为人的愿望多呀。二嫂愿望也多吗？多。哎，二嫂是什么愿望？我啊，想每天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玩得好，睡得好，健健康康到80岁。那我也。桥断了！桥断了！救命啊！快跑！快跑啊！江昭月心头一骇，下意识抓住裴恒的衣领，在自己的身子下坠时，用尽全力将他甩到桥面上。裴恒顺着桥面滚到岸边，一回头，桥已经彻底塌了。二嫂，秦三姑娘，秦三姑娘，抓住我！抱住！走，我们一起向岸边游。好。秦幽立刻答应。江昭月慢慢转向秦幽，忽然一个暗涌卷过来，卷来2个落水者。2个落水者重重撞到江昭月身上，江昭月手上一打滑，整个人向一旁倒去。裴二奶奶，裴二奶奶！秦三姑娘，裴四公子，裴二奶奶被水冲走了。什么？二奶奶把这根符木给了我，就被人撞下去了。你快去救救她！我去找二嫂。然后一头扎进水里。二嫂，五弟，恒哥和江氏怎么样了？三弟和四弟他们去救人了吗？国公夫人，裴二奶奶被水冲走了。快顺着水流去找啊！快去啊！裴思静立刻顺着岸边向下游跑，裴思雅跟着跑去，秦幽也去。二嫂，二哥，有线索吗？继续找。裴景周继续向前走。二嫂，五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二嫂把我甩到岸上，就掉下水里了。我看着她被水冲走
思雅几人却没有回去，继续呼喊着。裴景舟一直盯着水面，看到一个人影，他赶紧下马，丝毫没有犹豫地跳进水中。可惜那人却不是江昭月。景舟，怎么样？找到江氏没？你们都没有找到？瞧他了，裴衍一直在救人，后来才知道江昭月落水，要救已经晚了。裴彻顺着水流去追，追到很多人，唯独没有追到二嫂。我追到水流尽头，也没有看到二嫂的身影。二嫂要是不听母亲话，跑到桥中间去挂长命锁，二嫂要是不救我，二嫂要是不救别人，二嫂就不会死了。你让他去桥中间挂长命锁？我没害他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再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景舟。裴景舟仿若未闻，走进树林里。去找二嫂，已经去了那么多人去找了，你去了用处也不大，不如在这等着，说不定你二嫂一会儿就自己回来了。啊，二嫂自己回来？对，你二嫂那样聪明，有可能自己回来。对，二嫂超级无敌聪明。没错。那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好。江氏会自己回来吗？良久都没有人接话，可见众人对王氏都有意见。张思音也不想理王氏的，但她作为长媳，不能让婆母太尴尬。可能吧。王氏察觉到儿女们对自己的怠慢，心里越发不爽。可江昭月生死未卜，她也不好摆谱，干脆坐在刑帐前等待。1刻钟过去了，半个时辰过去了，1个时辰过去了，2个时辰过去了。二嫂回来了吗？张思音摇头。裴衍回来也是问：二嫂回来了吗？三哥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你带母亲他们回去吧，我再去找一找。你二哥呢？还在树林里找。你二哥呢？还在树林里找。这天都要黑了，他……母亲，你别管二哥了，他正难受呢。你什么语气？他难受，我不难受。女儿看不出来，母亲。母亲，我们回去吧。张思音赶紧打断裴思静的话：惹了母亲对你没好处，到现在还找不到二嫂，二嫂可能怎么办啊？那你惹母亲还是找不到二嫂呀？那怎么办嘛？四妹妹，带五妹妹上马车。我不上，我还要去找二嫂。五妹妹，让她去吧。左右附近都是国公府的护院、丫鬟和小厮，不会出事的。裴思静再次顺着岸边找，看到了一身疲惫的香巧。五姑娘，还没有线索。裴思静看向茫茫的水边，忽然瞥见不远处有一只桃红色的鞋子，她赶紧跑上去捡起来。二奶奶的鞋子！香巧大叫：你确定？这是奴婢亲手给二奶奶做的，二奶奶很喜欢，今日穿的就是这双，出门的时候还夸奴婢呢。那快告诉二哥。裴景舟很快跑过来，拿过鞋子就道：这是他的。那二嫂她……说不定他已经上岸，现下正在找回去的路。对，二嫂是会水的，她上次就救了四姐姐的。你和香巧一起找，注意安全。裴景舟拿着江兆月的鞋子，大步走进一片密林里，抬眼看到前方的2个樵夫朝这边走来，不待他上前询问，2个樵夫聊起来：春游都结束了吗？怎么附近还有人呢？你不知道吗？许愿桥塌了。啊，那可不得了啊！那可不，上面坠了太多的锁，又有那么多人上去，一下子就踩塌了，好多人掉进水里了。这京水河呀，看着平静，内里却是暗流涌动，尤其是中间那块，要是有人掉下去，没有及时救上来，那8成就没命了。现在还有人在搜救呢，说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哼，这京水河里有大鱼，什么人呐，什么尸的，全都给你吞肚子里。哎，你记得京水庄武家那儿媳妇不？和武家人吵架，一个想不开就跳了京水河，那武家儿子跟着就去救，最后却就只捞了一只大鱼未吃完的鞋子。我知道，武家儿子后悔死了，到现在还有些神志不清呢。他也是活该，那么好的媳妇儿不知道珍惜，死了才知道媳妇儿的好。就是，还是自家媳妇好啊。他也是活该，那么好的媳妇儿不知道珍惜，死了才知道媳妇儿的好。就是，还是自家媳妇好啊。对，我得快点回去，我媳妇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那么好的媳妇儿不知道珍惜，死了才知道媳妇儿的好。裴景舟脑中浮现樵夫的话，一遍一遍又一遍。不，我不相信，那么明媚，那么鲜活，那么俏皮，那么古灵精怪的江兆月，不可能就这么没了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他
他攥紧手中的鞋子，疯狂地在密林里穿梭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江兆月留下的痕迹。他的心口越来越闷，越来越疼，脑子里都是江兆月的样子和声音。那个，我愿意和你洞房，夫妻房中之言，有什么羞不羞的？原来堂堂吏部裴大人说话这般草率。我可以拉一下你的手吗？二爷，洞房吗？我就是喜欢你的好皮囊。那你亲我一下。没错，要是很多女人睡过你了，我以后再睡你容易得脏病，会死人的。二爷，你要保护我。二爷，你喂我吃饭的样子特别好看。可是我想和你说说话呀，我喜欢和你说话呀。你第一次哄我，我不为难你，下次就不那么容易了。要想我哦。想，非常想，现在非常非常想他了。他从记事起，周围充斥着勾心斗角，人人都隐藏自己的想法、情绪、眼神，甚至动作，稍有不慎，可能就是万劫不复。即便到了镇国公府，他也习惯了隐藏。他像一轮骄阳一样散发自己的光芒，也照亮他的心扉，那样直白地夸奖他、亲近他、依赖他。而他从成婚到目前，嫌弃他、疏远他、误会他、凶他，没有给予一丝回报，口口声声说保护他，结果一场春游他心口忽然传来绞痛，望着灰茫茫的密林，痛苦地喊：赵月！二爷，你回来啦！明媚美好，他多么希望江兆月再次从夕阳里跑出来。可惜夕阳坠入西山，天地昏暗，江兆月依旧没有出现。他麻木地走到了金水河边，护院和小厮还在金水河中打捞寻找。水里好像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个人。啊，是人，是人！快捞！看到衣裳了，好像是个女的。快打捞起来看看！赵月，赵月，二哥，赵月，赵月，赵月，不是二嫂，不是就好。心里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又担心江兆月是不是如两个樵夫所说，进了大鱼的腹中。不可能，他那么好，不可能是那样的结局。看死者穿着，可能是你家的丫鬟。你们查一下，通知一下主子，再备个案。是。裴彻应是。裴景周继续找江兆月，从天黑找到月上树梢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二哥，裴彻拿着火把找到他。找到他了吗？还没有。二哥，你一整日迷水未解，喝点水吧。裴景周摇摇头，继续向前走。二哥啊！裴景周满心满眼里都是江兆月，根本感觉不到饥饿。二爷、四爷，裴静，找到二奶奶了吗？没有，不过听到没有就够了。裴景周此时此刻不想再听其他的话语，他转身要继续找，余光中瞥见火堆前坐着一个熟悉的俏影，他心头一震，立即转头看去。不过二奶奶自己回来了。二嫂。江兆月眼中只有吃，根本没有听到有人喊自己。是他吗？啊，是。二哥，是二嫂，二嫂活着回来了。是二奶奶。二爷，二奶奶没有死。还有吃的吗？有。二奶奶，你先喝点水，别依着了。我已经喝了好多水了，不渴，我饿，要吃的。二嫂，吃馒头片，刚刚烤好，特别的香。还是我妹妹贴心。就在这时候，感觉到一道炙热的目光，他转头看到裴景周，立即喊：二爷！又听到他唤二爷了，裴景周眼睛瞬间酸胀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差点就要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的。你看看我，头发都掉一把，额头也肿了，脖梗划伤了，手也肿了，腿也破了，脚也崴了，我都不好看了。裴景周的目光顺着他的话，将他的发、额头都看一遍，最后目光落在他脚上。他心里揪疼，大步上前，单膝跪地，一把将他拥进怀里。你……江兆月的话就这么被打断了，整个人都愣住。裴彻和裴静第一次见裴景周这么直白地表达情绪。二爷，你冷吗？赵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差点就要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的。你看看我，头发都掉一把，额头也肿了，脖梗划伤了，手也肿了，腿也破了，脚也崴了，我都不好看了。裴景周的目光顺着他的话，将他的发、
额头都看一遍，最后目光落在他脚上。他心里揪疼，大步上前，单膝跪地，一把将他拥进怀里。你……江兆月的话就这么被打断了，整个人都愣住。裴彻和裴静第一次见裴景舟这么直白的表达情绪。二爷，你冷吗？赵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二爷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了。你怎么回来的？我逃回来的。逃？对，我要去报仇。二嫂，你别激动，慢慢说。二嫂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遇到坏人了。裴景舟皱眉。什么坏人？你们都知道，我被水冲走了。那水流很急，我一开始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子，不停地撞到水里的石头、木头，头上、身上都受了伤。然后呢？好在我会水，到了暗涌缓和之时，我一点点地朝岸上游，终于抓到一条树根。可是爬上岸的时候筋疲力尽，遇到一对老夫妻，他们看我动弹不了，立刻将我给掳回了家。怪不得在金水河附近一直都找不到二奶奶。然后呢？他们掳走你干什么？给他们做儿媳妇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可不是嘛！他们那个儿子长得又胖又丑又色，见到我就流口水，太过分了！这人也太歹毒了。可我当时一个人斗不过他一家三口，所以我就虚与委蛇，假装心甘情愿成为他们的媳妇，趁着他们放松警惕，拿起凳子把他们儿子闷出血，赶紧跑出来。可他们村里有亲戚知道了，一个个拿着绳子、铁锹、扫帚追出来。裴景舟眼中的愤怒一下变成杀意，裴思静几人听得紧张不已。幸好我隔三差五和五弟踢藤球，踢东西也有些准头，把一个个石子踢到他们脸上，让他们没办法靠近我。可他们人太多了，我只能趁机逃跑。结果为了躲避一个村民扔过来的绳子，还崴了脚。好在这个时候我到了金水河边，看到了一块浮木，我就跳进水里，爬到上面，游到对岸，偷摸摸的回到这儿，看到了裴静。真是惊险又波折的自救。他大爷的，害得我白白受了那么多伤，我必须要报仇。好，他们这么轻松的掳走我，以后还会掳走别的姑娘，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。裴静，带些人把他们都抓到衙门。那户人家不好找的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那户人家叫什么？老头叫吴老头，老妇叫吴老妇，儿子叫吴二。哦，可是你的脚……你背我。好。裴静，把门踹开。砰一声，裴静轻松将木门踹倒。美人，美人，没你爹的在！江昭月扔出一颗石头，狠狠砸中吴二满是横肉的脸。贱！裴静一脚将吴老头踢飞。不知死活！你们恶毒贼妇，敢伤我二嫂，不要命了！吴妹妹说得好，二爷就是他们拿着绳子、铁锹来抓我的。抓起来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抓你的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就凭你强掳良家妇女！是你说自己死了夫君，自愿嫁到我武家。死了夫君，自愿嫁，二嫂真敢编！裴彻和裴思静下意识望向江兆月和裴景舟。我说我是你祖宗，你也信？都抓起来！天子脚下，你们敢？我不但敢，我还把你们老窝给端了。带人去村子里找一个左脸有刀疤的40岁男人，一个独眼龙30岁男人，一个尖嘴猴腮叫猴三的，一个叫吴婶的媒婆。无凭无据，你们随意抓民，就不怕官府治罪吗？我可是京兆尹的亲戚。谁说没有证据？四弟，你去西厢房里看看有没有姑娘。四弟，你去西厢房里看看有没有姑娘。我不信那头死猪会无缘无故的穿喜服。是。裴彻举着火把快速走进西厢房，然后带出2个嘴上封住、双手双脚绑住的小姑娘。多家公主。公主？吴妹妹。裴思静上前松掉多家公主嘴上、手上、脚上的束缚。裴大人，先过来。好大的狗胆，连公主也敢绑！公主。裴大人，你怎么出宫了？父皇给我建好了公主府，我就出来看看。听说今日好多人春游，我就偷偷带着双喜出来看一看。没想到就碰到裴大人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别谢他，谢我，是我救了你。你是谁？我是他媳妇。你就是那个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的长宁侯府嫡长女江兆月。没错，所以你现在人了。多谢你救了我。就这？不然呢？要报答我。裴景舟闻言无声一笑。怎么报答你？你不知道？
不知道。那你先记着这个恩情，以后知道了再报答我。好。吴妹妹，照顾好多家公主。明日我会借机来一场彻底盘查，绝不放过一个恶人。好。都带到衙门。江昭月笑着抬起双臂。裴景舟不解。废话，我们都成婚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？被吐槽了，裴景舟也不生气，笑着矮了身子。报仇了吧？勉强算吧。怎么，你还不满意啊？要不是受伤了，我一定上前打得他屁滚尿流，喊我祖宗。等你好了，带你去打。倒也不用，能够重重惩罚他们，多解救一些姑娘就够了。我会的。二爷，你真好。不，我一点都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害得你受伤，差点。是啊，你都答应保护我的，怎么做的这么差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是没有用的，你要真正的把我放在第一位。好。说到做到。说到做到。不过这次你做的不好，我要惩罚你。好。答应的这么干脆。你要怎么惩罚我都行。那我扒光你，亲你，睡了你呢？又要让我自重？不是。让我矜持点？不是。说我胡闹？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等你身子好了。你说等我身子好了，就可以扒光你，亲你，睡你？哈，真的？嘿呀，那我好期待呀！江昭月这下脸颊直接贴到他脸上，裴景舟一愣，旋即在黑暗中缓缓扬起嘴角。那我就原谅你了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们是夫妻嘛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下次我再出这样的事情。不会有下次。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我说万一。没有万一。你能不能让我说出来万一？不让你说。我就说。万一下次我再出这样的事情，你到处找不到我，就去青楼看看。去青楼找你？对。你去青楼嫖男人？二爷，你可是清冷高贵、斯文守礼的世家公子，怎么能说出这么粗鲁的话？跟你学的呀。二爷，孺子可教啊。又没大没小的。我可不去嫖男人，我只喜欢二爷。就说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有人对我使坏，肯定想把我卖到青楼。我提前和你说一声，好让你快快找到我。穿进书中后，剧情彻底乱了。就算杨延辰被砍头了，但他还是担心自己逃不过剧情的桎梏，在青楼里惨死。好，但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二爷真好。不好的。好的，我说二爷真好，二爷就是真好。裴景舟忍不住笑出声，裴彻听到了，惊讶地问：“是二哥在笑吗？”“是，刚刚一副要死的样子，现在怎么说笑就笑了？”“因为二奶奶在啊。”“是啊，二嫂在，二哥周身都没有那么冷了。”“二爷，二奶奶脉象无碍，额、颈、胳膊上都是皮外伤，值得注意的是右脚的崴伤，虽没有伤到骨头，但二奶奶崴伤后又走了很长的路，伤势加重，需要好好养护，估计2个月左右才能痊愈。”“这么久啊！”“伤筋动骨100日，二奶奶只需要60日。”“60日很快就过去的。”“60日之后才能洞房，烦死了。”“二奶奶说什么？”“她问什么时候上药。”“二奶奶可以沐浴之后再上药。”“二爷，抱我去净室。”裴景舟瞥了吕府一眼，到底将江兆月抱起来。江兆月趁机靠到裴景舟胸膛上。“伤成这样还不老实。”“哼！”“宝匣，司嬷嬷，伺候二奶奶沐浴。”“是。”“裴二奶奶，二嫂。”“你弟，你哭什么？”“二嫂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“二嫂厉害着呢，可没那么容易死。”“你受伤了？”“受了一点点伤。”“我看看。”“哎呀，都3更半夜了，你们赶紧去睡，明日再看啊。”他们觉得江兆月需要赶紧包扎和休息，不敢耽搁，约好明日去看他，便赶紧离开了。江兆月终于和裴景舟回到凌华院，吕府一恰好赶到，慌忙给江兆月看伤。
二爷，国公爷和夫人，请你去一趟松青堂。知道了。裴景周却没有立刻去松青堂，而是站在床边，看着吕府医给江兆月看伤、把脉，再看伤。吕府医如何？父亲、母亲，赵月怎么样啊？受了很多伤。严重吗？都伤到哪儿了？头、颈、胳膊、全身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母亲以为金水河是府中湖吗？你这是怪我吗？我不过让他去挂个长命锁，哪知徐院教会他。母亲不知那时桥上人数众多吗？他爱凑热闹，我让他去凑热闹，有什么不对？母亲怎知他爱凑热闹？听传言吗？传言确实是这么说的。母亲就是靠传言识人的吗？无风不起浪，他若是清清白白，为什么传言那么不堪？母亲，还有一句话叫海上无风三尺浪。传言说他虐待下人，好吃懒做，陷害其他贵女，打压庶妹庶弟，打断过一个小孩子的腿。这些事情至今无人出来证实，或许有，或许没有。可是母亲，这京中贵人有几个是干净的？他们吸着老百姓的供奉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明里暗里做出了一件又一件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之事，哪一件不比赵月所做之事可恨千倍万倍？就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有背景，所以一切皆可掩盖，皆可美化。而赵月无祖父祖母疼爱，有父如无父，无母亲呵护，无人在意他的感受，谁都可以编排抹黑他。母亲见了那些可恨之人，尚且笑脸相迎，见了赵月却恨不得踩他一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些可恨之人与我无关，江氏是你媳妇儿，我得管。这普天之下都与我有关，怎会与你无关？我只是想要你娶一个更好的人。我又是什么好人？你难道不知道我？景周，不要乱说话！不要乱说话，不要乱写字，不要乱做事。所以我循规蹈矩这么多年，连处理母亲和赵月的关系也是规规矩矩的以母亲为上，一次次原谅母亲的言行，一次次劝赵月不要同母亲计较，一次次不痛不痒的处事，结果是赵月差点丢了性命。我没有要害他性命，可你为难他，也纵容思妍等人为难他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么赵月身子痊愈后，我同他一起搬出镇国公府。什么？皇上亲赐的宅邸一直空着。你这是要和我们分家了？为了江兆月和我们分家？是。为了江兆月？是。他就这么重要？他就是这么重要。你竟然这样儿女情长。母亲，我和你说事实，你和我谈母子情。我如今要谈母子情、夫妻之情、亲情，你又和我说志向。你对一个人的偏见深到胡搅蛮缠的地步了吗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赵月嫁进镇国公府，她虐待过下人吗？好吃懒做了吗？陷害他人了吗？打压庶妹庶弟了吗？打断过小孩子腿吗？没有。不但没有，他还教五弟念书，鼓励五妹妹开朗活着，救了四妹妹一命，带着四弟去和秦三姑娘攀谈，还救了秦三姑娘一命。这些母亲你都看不到吗？这些的确都是他做的。母亲，你忘了大哥和大嫂的悲剧吗？王氏一震。大哥如今的下场虽是他年轻气盛所致，可母亲，你当年若是待大嫂好一些，他那样的性子断不会将大哥气到战场，断臂又受伤。后来你向他们认错，一直在补偿他们。我以为你并非是非不分之人，也这样同赵月说过很多次，可你如今又这样。母亲，我知道你疼爱大哥和我，你以我们为荣为耀，可我们只是在很多人的托举之下才取得如今的荣耀。大嫂不一样，她因命中带煞，从小长在简陋的庄子里。可她依旧琴棋书画，女工管家样样精通，举手投足都是一派大家闺秀的典范，是一般女子和男子都比不了的。赵月虽然没什么才艺，但她能在继母的捧杀围剿之下顺利的嫁进镇国公府，一次次在陷害中保全自己，又惹得五弟他们的喜欢，本身就很了不起。母亲，你是女子，你的亲姐姐也是女子，你也曾经为活下去拼命过，你的亲姐姐甚至失去了生命，你应该知晓，大嫂和赵月能够从那样的后宅走进镇国公府的后宅是多么不易。你就不要把你亲姐姐受过的苦让你的儿媳再受一遍。你的儿子真的没有那么好，大哥没有那么好，我也没有那么好，大嫂配得上大哥，赵月配我也是绰绰有余，所以大哥满意大嫂，我心悦赵月，言尽于此。母亲若是能够理清，以后逢年过节我和赵月会回府看你。若你还是理不清，以后逢年过节我一个人回府看你。父亲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回去了。请收你。二奶奶怎么样了？二奶奶已经睡了。睡了？什么时候睡的？2刻钟前。睡前说什么了？说二爷怎么还不回来？知道了，
你下去吧。是。裴景舟走进卧房，看到江兆月难得乖乖地平躺在床上，右脚也老老实实搭在专门的枕头上，正要转身去沐浴，忽然看见江兆月要翻身，他一步上前，火速扶住江兆月的右脚。江兆月还是弄疼了自己的右脚，一下就疼醒了，睡眼惺忪地望着裴景舟，又垂眸看到他正按住自己的脚，当即埋怨道：二爷，你弄疼我的脚了。谁弄的？就是你。你应该知道自己睡觉不老实吧？所以是我自己弄的。不然呢？原来我冤枉二爷了呀。放开。不放。我还没有沐浴。江兆月立刻松开裴景舟。咦，怪不得有股子土腥味。对，我背着某个浑身湿淋淋的人一直回到镇国公府，所以我变臭了。江兆月顿时有些不好意思。裴景舟起身去沐浴，很快换了干爽的中衣，坐到床上。脚，注意脚。脚，注意脚。注意着呢。二爷香香的了，我叫二爷香香的。乱说什么？裴景舟何曾得到过这样的夸奖？二爷就是香香的，静静的。江兆月说着，手就朝裴景舟中衣里探。裴景舟抓住他的手腕。你身上还有伤。好吧，等我身子痊愈了，我气死你。这是一个女子能够说得出来的话吗？有点生猛啊。罢了。二爷，父亲母亲找你什么事啊？他们……算了，你累了一整天，先睡觉吧。江兆月真心觉得裴景舟今日很辛苦，明日有空了再和我说。好。江兆月已经睡了一会儿，现下没有那么困，于是第一次看到裴景舟的睡颜，可能是因为他五官太清晰优越，连睡着的时候都有种清冷感和禁欲感。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，裴景舟去上朝了，香巧一直守在床边。二奶奶别乱动。二奶奶，银嫔来了。二奶奶，银嫔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奴婢不知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鲍霞出去，银嫔很快走进来，低头行礼。不必多礼，你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？奴婢替夫人探望二奶奶。替？是，昨日二奶奶在春游时落水，夫人心急如焚的在金水河边等待着，吹了一整日的河风，回到国公府又和二爷说话到凌晨，今早就开始头疼发热了。府医看了吗？看了，喝了药，刚退热，但夫人心里记挂着二奶奶，便派奴婢前来探望二奶奶，顺便送些补身子的。多谢母亲惦记，奈何我右脚受伤，不便亲自感谢，望母亲莫要生气。夫人是知晓的，不知二奶奶现下身子如何？不太好，额头破了，脖梗还有伤。那二奶奶好好养身子，奴婢去回夫人。二奶奶，夫人送了好些补品啊。不是夫人送的。啊，是国公爷送的。唉，这个公爹啊，真是有心了。二人正吃着，裴思雅、裴思静、秦幽都带着礼品来了，其中秦幽的礼品最贵重。孙嬷嬷忽然从外面急急地跑过来：“二奶奶，圣旨来了。”圣旨？圣旨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给你的圣旨。啊？为什么会有圣旨给二嫂？难道是因为多家公主？二嫂救了多家公主。裴恒虽然小，但二嫂和姐姐们说金水河的事情，他都听懂了。皇上亲封二奶奶为熹夫人。熹夫人？熹夫人是几品啊？五品，应该是五品的。五品小了点，比不上王氏的一品高明夫人，不过好歹也是皇上亲封的。那现在我要去接旨吗？皇上知道二奶奶受伤严重，所以让二爷带领圣旨。二爷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和宣旨太监一起进府的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二奶奶，恭喜你啊！二嫂，恭喜你！过几日我在凌华苑摆个小宴，请你们来吃吃喝喝呀。就我们几个人吗？反正就我们关系好的几个人。好耶！五弟，你也要来吗？要来的！秦三姑娘，到时候你也要来啊？叫我优姐儿就行了，只要二奶奶不嫌弃，我就来。好，到时候我把四弟也叫过来。裴二爷也要回来了，我们就不耽误你们了。优姐姐和四姐姐一起去我那里吧。我要留下来和二哥二嫂用饭。五弟，园子里除了樱桃外，应该还有别的果子吧？我们去看看。裴思静昨日看到二哥多么在意二嫂的，现下又早早回府，知道他肯定是想和二嫂待在一起的，他识趣的拽着裴恒的衣领走。二嫂，我下次再来你这儿用饭。好。裴恒几人离开，裴景舟握着圣旨走进来。二爷，右脚感觉如何？
你怎么不叫我西夫人啊？已经知道了，右脚有没有不适啊？叫我西夫人啊！这就摆上官谱了。西夫人，右脚有没有不适啊？刚崴脚肯定会不适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快，圣旨给我看看。注意礼数。呀，反正皇上也看不到。双手接。裴景舟将圣旨放到江昭月手中。哇，这字真好看。皇上亲笔。不是说很多圣旨都是皇上口述，他人代写的吗？有时候皇上会亲自写。今有女江昭月，出身名门，嫁于吏部验封司裴景舟，率性真诚，品德高尚，聪慧过人。春游之日，许愿桥坍塌，接连救助4人，其中1人为多家公主，后又摧毁金水河拐卖团伙，助多人团圆，特封西夫人，以表其功，以扬其名。望江昭月继续发扬美德，为大晋效力，为百姓谋福。钦此。阿爷，皇上夸我呢。你值得夸。这就是多家公主的报答。裴景舟摇头。不是。是我和皇上说了春游之日发生的事儿，皇上想要奖赏你。那这个西字不会是你起的吧？裴景舟点头。意为破晓、光亮、希望。你真会取，皇上待你真好啊！皇上待你真好啊！从小他就待我很好。你小时候就认识皇上了？元后是我亲姨母。江昭月书没有看完，不知道男配裴景舟还有这层身份啊？那皇上是你姨父了？裴景舟点头。你姨母居然能当皇后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她很厉害。是不是比母亲厉害多了？姨母心地善良，待人宽厚，心系家族和天下，她一直是母亲的榜样。意思就是说，王氏心地不够善良，待人刻薄，小家子气了。哼，你很喜欢姨母？我和太子在她身边长到6岁。怪不得，那她一定非常疼你。可是去世10多年了。不要难过，姨母若是看到你如今这般优秀，她会非常开心的。会吗？当然会。我爷爷我祖父和祖母也去世了，可他们活着的时候，看到我会跳绳，会写字，会背一首诗，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你姨母肯定也这样对过你。裴景舟微微转眸，望向窗外旺盛的春意，仿佛看到那个美丽温柔的女人一直在夸奖自己。他肯定的点头。所以啊，他们爱我们，只要我们快乐成长，他们就满足了。可我们不能满足，我们要尽力吸收这份爱的养分，用自己的能力，不怕风雨，不怕挫折，成长得更好更强大，传递他们的爱意，才不枉来人间一趟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有内涵？你刚刚偷吃什么了？怎么了？嘴角都是点心渣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嘛？害我整段高光时刻都垮掉，一点都不帅气了。哼！我刚刚还以为是痣呢。你的痣一夜之间长出来这么多颗啊？不是有女子爱在脸上画颗痣吗？你咬二奶了？不是，你咬万氏了？乱说什么？我查案时遇到一个嫌疑人，他就爱做这样的事儿。那你真没咬万氏？没有。那你要是养了，和我说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成全我们？就成全？不然呢？你心里就没别的感受？什么感受？显然江昭月是不懂吃醋的，裴景舟心里发闷。我说过，我不会逛青楼养外室。说过吗？我说的话你都不记得吗？想起来了。那再说一遍，我不会逛青楼养外室。通房呢？没想过。纳妾呢？没想过。就想我一个正妻啊！男配不愧是男配，极有难得。二爷，你真是长得好看，人又好。你就会说好话哄人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有时候看不到你的真心。看不到吗？看不到。那你眼神不太好呀。你就不能怪自己吗？能怪别人何必怪自己啊？多对不起自己啊！裴景舟顿时语塞。不过你心意是好的，夫人这个身份是不是低了点？低吗？才5品啊！5品不小了。母亲是1品诰命夫人哎。你还要大过母亲？大于她了，她就不敢对我怎么样了。她以后也不能对你怎么样了。裴景舟言简意赅的把昨晚和裴茂坤、王氏谈话的大意转述给江昭月听。等我伤好了，我们出去住。愿意吗？当然愿意了，我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。如今也不让你请安了呀。可就我们2个的时候比较自在嘛。
二爷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怎么那么好呢？别闹。哼，二爷，你怎么那么好？老实点。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还有59天。老天爷啊，要这么久？着急的话，可以找点事情做。你不是喜欢看画本子吗？俏媳妇儿调戏状元郎，霸道王爷栽倒在小丫鬟裙下，俏新娘赞美新郎。经常看到江兆月睡前看一会儿书，然后塞到枕头下面。裴景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。有一天他睡觉不老实，将枕头扔到一旁，他一下看到各种刺目的书名，再翻看内容，什么公子奴家走不动了，你背一背奴家吧，王爷好生英俊，夫君我想亲亲你。他看的眼睛都痛了。二爷说的对，二爷若是有空也给我买几本看看。裴景舟答应得很爽快，江兆月又开心地粘到裴景舟身上，裴景舟任由他粘着。二爷今日不忙？今日在府里陪你。昨日江兆月差点丢了性命，裴景舟心有余悸，只有待在他身边，他才稍稍心安。二奶奶，你右脚好多了。所以二爷今日晚上才能下旨。二奶奶，世子夫人来了，快起啊！哎，小心右脚。没事。二弟对二弟妹真好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摔倒了。来不及同江兆月说一句话，转身就朝外跑去。大嫂，江兆月唤，香巧，我们也去看看。是，你背得动我吗？背得动。好，你背我去。二奶奶，您这是？我去麒麟院一趟。鲍霞，快进卧房拿上拐杖，跟二奶奶一起去，不然二奶奶磕着碰着，二爷是要生气的。滚，都滚开！你也滚！我不滚。滚！男人一把将他挥开。不滚，是要留在这里看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吗？金霄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来没有。不要在我面前装情深意重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滚，现在就滚，拿着和离书滚。我知道你是故意说这些话赶我走，希望我改嫁，可是我不想，我想和你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。虽说老天爷爱戏弄人，可他也是不负有心人的，只要我们接受越过他的戏弄，终究会得到善果，不要那么轻易放弃。够了！裴景霄立马伸手想要抓张思音衣摆。思音，干什么？调戏良家妇女是不是？裴景霄收回胳膊，江兆月却没有放过他，拐杖继续朝他身上招呼。二弟妹，不要打了！我打他关你什么事？我是他的。你们已经和离了。我们没有。他都已经给你和离书了，还不是和离是什么？你少管闲事了。哼，嘴上说着和离，举止却轻浮无礼。哼，想要抓人家姑娘的衣裳，登徒子必须给予教训。不要打他的腿！张思音猛地扑上去。思音，你怎么样？瞪什么瞪？我就打他这么一下而已，你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？江兆月不小心打到张思音身上，是对不住张思音，但在裴景霄面前，他还是处于道德高地的。摔茶壶弄湿他的衣裳，砸汤碗烫到他的手，扔枕头打到他的胳膊，你自己想想自己做过多少伤害他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资格瞪我？再瞪我把你唯一的一条胳膊也打断。最讨厌你这种打着为他好的名声做自私自利的事情，你要是真的为他好，就应该让他自己选择。江兆月张口就骂，张思音一愣，不是骂大哥吗？你花容月貌，能力出众，正是女人最好的年纪，出了郑国公府，大把的好男人想要娶你，哪一个都比这种缺胳膊断腿的好。缺胳膊断腿儿？二弟妹，我说他两句你就生气了，那他骂你推你，你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？就会在他面前犯贱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贱啊？江兆月，叫我西夫人。你有什么话冲我来？哟，这个时候有种了，知道对他好了？哼，矫情的废物！你说什么？矫情的废物，矫情的废物，矫情的废物！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听懂了吗？你不敢面对缺胳膊断腿的事实，害怕媳妇儿终会离开自己，就在心里打着为他好的借口，根本不考虑不尊重他的意愿，别扭的推开他。你不会以为自己做事周到，大气有深情，下这个决定的时候都被自己感动哭了吧？张姑娘，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走，我西夫人给你找个好人家，保证疼你、爱你、尊重你的意愿，绝不会遇到事情就自私、矫情、自我感动的把你推开。你愿意留下来吗？我愿意，我一直都愿意的。我这样，我不在意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
你都是裴锦霄，都是我喜欢的裴锦霄，都是那个一身媳妇缓步向我走来，带我走进光明的人。好，那我们一起面对困难。起来。他不会跟你走。阿弟妹，我和锦霄的误会解开了。哦，你们误会解开了，就一直对我这个外人啦。我现在拉你起来擦个药，就成了棒打鸳鸯的坏人啦。擦个药？二爷，你看，他们夫妻欺负我一个人，我太可怜了，你帮我欺负回去。大哥大嫂，是我让赵月打骂你们的，你们要怪就怪我，莫要欺负他。二弟妹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，误以为你要拆散我们，所以反应有些过度。哼，是吗？张思嫣抹一把眼泪。自然，我就算再愚笨，也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，怎么会欺负你呢？哼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。我骂了你们，打了你们，还感谢我吗？我们就是该骂该打。锦霄，是不是？是。二弟妹，我们绝没有欺负你的意思，你莫要生气。看你们这么真心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们了。多谢二弟妹。别谢我了，赶紧把你男人扶起来，擦点药吧。好好好。二爷，我刚刚是不是超厉害？是。没呆了吧？就不能矜持一点？不能。香巧和鲍侠在旁边，我刚刚是不是没呆了？香巧和鲍侠一起点头如捣蒜。裴景舟愣了一下，旋即轻笑出声：二爷，你不觉得我美呆了吗？觉得可以了吧？香巧、鲍侠，你们去问问世子和世子夫人需不需要帮忙。香巧和鲍侠知道二爷是支开自己，便赶紧退下。你刚刚美呆了。你说真的呀？真的。多美？从容貌美到心灵。多说点，我爱听。还说呀？你不会没词儿了吧？没了。你状元怎么考的？考状元又不考夸媳妇儿。书上总有些优美的句子可以夸我这个大美人吧？没注意过。那你下次注意一下。看着江兆月一副明媚嚣张又理直气壮的模样，可爱极了。裴景舟只觉得书中那些优美句子根本不足以形容她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大嫂，怎么了？阿弟妹，锦霄他腿疼。我下手挺重的，他疼不是正常吗？不，这不正常。大哥双腿受伤严重，一直没有感觉，大夫都说他这辈子可能都站不起来了，现在却感知到疼了。你的意思是他的双腿可能有救了？有可能。先让吕府医看一看，鲍侠去请吕府医过来，快一点。是。我们进去看看大哥。裴景舟扶着江兆月随后，吕府医气喘吁吁的背着药箱跑进来问：世子爷怎么了？世子爷腿疼。腿疼？掀起来我看看。景霄怎么了？腿怎么了？谁打的？张思嫣闻言心头一紧，感觉王氏又要折腾了。我打的。果然是真的，果然都是真的。江氏，你居然敢动手打妾！我是在给大哥治病。一派胡言！不信你问吕府医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还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吕府医，好好的给世子爷诊治一番。哎呀，吕府医，快些吧。是，老朽现下就给世子爷诊治。世子爷，这样有感觉吗？有。明显吗？不明显。可以描述一下吗？像隔靴搔痒。这里呢？疼。很疼？一点点。两条腿都疼吗？对，两条腿都疼。吕府医，怎么样？可喜可贺，世子爷的双腿有了转机。转机？什么转机？回国公夫人，世子爷的双腿不会萎缩下去，好好治疗，慢慢恢复，走路不成问题。练功的话，以后还要再观察。能走路？裴景舟和江兆月笑了，张思嫣则是直接双手捂脸哭出声。吕府医，你乱说的吧？三姑娘，你可以说老朽医术不高，但你不能怀疑老朽多年的医德。没错，吕府医在府里待的时间比我们的年纪还大，救了我们很多次，他的医术和品德连父亲都是夸奖的。多谢世子夫人为老朽证明。可我就是看到他以下犯上啊！到底是谁以下犯上？国夫人，裴子言，
你一不敬重吕府医，质疑吕府医的医德；二不正视我这个二嫂，举止无礼，言语荒唐，现下又不孝顺母亲，差点将母亲撞倒，简直无理至极。是你打我！不一是你二嫂，二是皇上亲封的熹夫人，打你这个无理数、无教养的庶女，有何不可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心思，你就是故意朝母亲身上撞，想要栽赃到我身上。我告诉你，母亲这等敏锐睿智之人，绝对不会受你蒙骗，是吧，母亲？这个僵尸还不要脸的问我，是吧，母亲？简直就不是吗，母亲？裴景周、裴景霄、张思音、吕府医都将目光投向王氏，期待他的回答。思言，莫要任性。母亲，好了，你大哥还要休息。可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他在打。二弟妹喊声厉害。刚刚那一巴掌没有打醒你是吧？还敢在母亲面前大呼小叫，谁教你这般不孝？大哥大嫂，你们和吕府医备药吧，我和赵月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看你们。张思音真想好好招待，好好感谢江昭月一番，可现在他必须先处理一下裴景霄的双腿和伤势，便没有挽留。怎么了？背我。你怎么来的？香草背我来的。那再让香草背你。我不，我就要你背。人来人往的成什么样子？香草又瘦又小的，趴在他身上，我都怕把他压倒了。不会的，我觉得香草可以继续背你。不要，我喜欢二爷宽阔的肩头，有力的手臂。我背你。担心江昭月还说出什么石破天惊的话，裴景周赶紧走到江昭月身前，微微矮身。小心脚。小心着呢。就不能温柔点？你愿意背我，我高兴嘛，控制不住就激动了。有那么高兴吗？二爷比香草稳多了。拿我和女子比啊？我也想拿你和男人比，可是除了你，没有其他男人背过我。要不下次让别的男人背一背我？乱来！裴景周捏一下江昭月的腿。江昭月轻呼一声，夹紧双腿。裴景周腰间顿时一紧，一种强烈的酥麻感遍布全身，他僵硬了一瞬。二爷，你的腰真好，站着都很有力。裴景周没有理会二人，骤然加快步子，转眼拐了弯。裴景周很快进了凌华院卧房，将江昭月放床上，转身走。二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沐浴。去沐浴啊？不然呢？以为你会趁机干点别的。别闹。你要是做的不好，我可以帮帮你的呀，我有经验的。你哪来的经验？看书啊。不需要。其实你心里想要的不得了吧？胡说八道。二爷，要是忍不了，我们可以提前洞房。你的脚……若是现在洞房的话，我可以忍一忍。你确定忍得了吗？确定。到时候又娇滴滴的喊脚疼。我是娇滴滴的人吗？反正你嘴上会说自己是个娇滴滴的人。江昭月不满的抬左脚，一下踹到裴景周臀上。裴景周愣了一下，回头。你，二爷挺翘的呀。坏女人。裴景周丢下这么一句，转头进了静室。二爷，色胆包天的坏女人。二奶奶刚刚和二爷没事吧？没事，二爷在静室办事呢。在静室办事？哦，那就是在静室沐浴。二爷是个爱干净，刚刚应该是出了汗，所以要快点回来。用了午饭，稍作等一会儿，裴景周扶着江昭月在正房慢慢走路。银萍又来喊他：“母亲唤你。”应该是父亲。兴师问罪。应该是了解今日的事情经过。哦，那你去吧。裴景周很快就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大哥可以走路了，父亲很开心。那母亲和三妹妹一事呢？父亲说你做得对，以后他们若是惹我，可不会这么轻易饶过他们了。不可以吗？只要你是对的，你就可以做。二爷，怎么了？我发现你现在对我越来越好了。你知道就好。为什么呀？夫妻不就应该这样吗？切，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。二爷，你说你喜欢我？裴景周点头。太好了，我也喜欢你。江昭月忽然起身，一下坐到裴景周腿上。先把你的手从我胸口上拿开再说话。拿开就拿开。抛开我这副好皮囊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抛不开啊。江昭月就喜欢裴景周的脸和身子。就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。起来。不起。起来。不起。
再不起我就把你扔了。扔吧扔吧。这要怎么扔啊？你爱怎么扔就怎么扔。罢了，至少这皮囊是我的。江兆月听到了，不由得一怔，心里怪怪的。二哥、二嫂，你们是要生娃娃了吗？快起来！哦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找二嫂下棋啊。你会下什么棋？我会连珠棋，我好厉害的。你赢过你二嫂？我没有，但我和二嫂都好厉害的。五爷跑得很快，奴婢没有拦住。没错，这事怪不得香巧他们。对，二嫂都说我跑得像小野猪一样快，一般人都拦不住的。对，二嫂都说我跑得像小野猪一样快，一般人都拦不住的。你说他像小野猪？咋的？你看不起五弟？我的意思是看不起五弟吗？哦，你看不起小野猪？不管山里、田里还是草丛里，人家小野猪跑得嗷嗷快，可不能小瞧的。嗷嗷快的可不能小瞧。这叔嫂二人一唱一和的，裴景洲再次无语。五弟，进来啊！裴恒顿时高兴地扶着门框，抬起小短腿，迈过门槛，噔噔地奔向江兆月。就要到江兆月跟前了，他忽然想到什么，一下子停了下来，然后像做贼似的迈着小步子，小心翼翼地靠近江兆月。干什么呢？这是？二嫂肚里有娃娃了，我得温柔点。是温柔。我得温柔点。可是二嫂肚里还没有娃娃哦。啊？二哥都抱那么紧了，还没有娃娃，二哥不行啊！啊？二哥都抱那么紧了，还没有娃娃，二哥不行啊！裴恒，哎呀，二爷，别那么凶啊！试问哪个男人听到不行二字会平静？他从哪儿听到这些话的？五弟喜欢满府跑，越是隐秘越是爱去，指不定是他偷听人家说了家长里短呢。再说了，他还会说温柔点，可见听到的不是什么坏事。好啦，没事了。二嫂肚里怎么没有娃娃呢？二爷，你别吓他呀。恒哥，男女抱在一起不会有娃娃的，要彼此喜欢，睡在一起，做喜欢的事情才会有娃娃。这么麻烦呀？说麻烦也麻烦，说不麻烦也不麻烦的。不过啊，你要记得一点，不经过姑娘同意，不可以抱他们。二哥怎么抱你呢？因为我是你二哥的媳妇儿啊。我有媳妇儿了，我也可以抱吗？因为我是你二哥的媳妇儿啊。我有媳妇儿了，我也可以抱吗？那也得经过他的同意。那二哥抱你？我同意的呀。要是我媳妇儿同意，我也可以抱她啦。没错。那我抱她，做喜欢的事情，我和我媳妇儿也会有娃娃。你现在还是娃娃，等你长大了再想这些事情吧。我们先玩连珠棋。走。二嫂，我拉你手，你慢慢走，不要碰到脚了，不然会疼的哟。江兆月跟着裴恒慢慢走着，还不忘回头冲裴景洲抛了个媚眼。这人真是随时随地调戏人，没有一点正经的样子。可是刚刚他和裴恒对话的时候，又是那样正直、温柔、有力量。每次他以为他看懂他了，又总能发现他不同的一面，每一面都让他惊喜，让他颠覆认知，让他心甘情愿地陷进去。二爷，二爷是不是又想抱抱媳妇儿了？来嘛，给你抱。二爷，二爷是不是又想抱抱媳妇儿了？来嘛，给你抱。胡闹，喊我做什么？我和五弟下棋了，不能陪你了，你自己找事做吧。裴景洲白了他一眼。二爷，你翻白眼都翻得那么好看。我去下棋了。江兆月如狐狸一般一下钻进东间。裴景洲想提醒一下他的右脚，可是人已经不见了。他无奈地笑着摇摇头，心里却生出甜蜜来。二爷，何事？秦大公子相邀。哪个秦大公子？文渊阁大学士秦淮山的长子秦鹿。去见。是。小裴恒，你再回棋我就打烂你的手。二嫂刚刚也回棋了呀。我以后都不回了。我回这一次也不回了。赵月，我出去一趟，晚饭别等我了。早点回来呀，二爷。裴景洲心情愉快地离开。江兆月继续和裴恒下棋。二奶奶救了秦三姑娘，秦府想隆重感谢你。
那这尚书府、成国公府这些是怎么回事？奴婢不知，可这些都是松清堂那边派人转送过来的。松清堂那边不会想借机弄死我吧？这些人不是看不上姜氏吗？怎么突然都邀请他参宴了？难道因为皇上封他为熹夫人？可大家都知道姜兆月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，就算他是熹夫人，尚书府、成国公府里的那些夫人们也不在意的吧？若姜兆月如今不是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的模样了呢？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派人去打听一下，最近荆州宴席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是。裴思妍立即派小桃带人去打听。许久之后，小桃气喘吁吁的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夫人、姑娘，奴婢们打听到了，是成宁侯府出事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快说。大概5日前，成宁侯府世子爷江君义嫖娼不给嫖资，真晦气。这事和江兆月什么关系啊？当时江世子说银票被人偷了，青楼老鸨认为他想赖账，要把他抓起来。他当时是带着好友们去青楼吃喝的，哪受得了这般损面子，怒火嗖的一下烧起来，借着酒劲儿当众爆出身份，说整个成宁侯府以后都是他一个人的，说他母亲虽然是成宁侯府继室，没有什么嫁妆，但他母亲是个有本事的，有镇国公府二奶奶这个妓女，说他母亲故意捧杀二奶奶，把二奶奶养得大脑空空，把二奶奶养得自私恶毒，把二奶奶养得人人讨厌，还说假以时日，二奶奶在镇国公府作死了，她亲妹妹江二姑娘再次嫁入镇国公府，她就是镇国公府二公子裴锦州真真正正的大舅子，她不但可以通过亲妹妹占了二奶奶大笔大笔的嫁妆，还可以捞镇国公府的好处。岂有此理！母亲，你先别生气。他说了很多很多，好友们怕闹出大事，赶紧付了银子带他回府。这事和江兆月什么关系啊？当时江世子说银票被人偷了，青楼老鸨认为他想赖账，要把他抓起来。他当时是带着好友们去青楼吃喝的，哪受得了这般损面子，怒火嗖的一下烧起来，借着酒劲儿当众爆出身份，说整个成宁侯府以后都是他一个人的，说他母亲虽然是成宁侯府继室，没有什么嫁妆，但他母亲是个有本事的，有镇国公府二奶奶这个妓女，说他母亲故意捧杀二奶奶，把二奶奶养得大脑空空，把二奶奶养得自私恶毒，把二奶奶养得人人讨厌，还说假以时日，二奶奶在镇国公府作死了，他亲妹妹江二姑娘再次嫁入镇国公府，她就是镇国公府二公子裴锦州真真正正的大舅子，他不但可以通过亲妹妹占了二奶奶大笔大笔的嫁妆，还可以捞镇国公府的好处。岂有此理！母亲，你先别生气。他说了很多很多，好友们怕闹出大事，赶紧付了银子带他回府。这事和江兆月什么关系啊？当时江世子说银票被人偷了，青楼老鸨认为他想赖账，要把他抓起来。他当时是带着好友们去青楼吃喝的，哪受得了这般损面子，怒火嗖的一下烧起来，借着酒劲儿当众爆出身份，说整个成宁侯府以后都是他一个人的，说他母亲虽然是成宁侯府继室，没有什么嫁妆，但他母亲是个有本事的，有镇国公府二奶奶这个妓女，说他母亲故意捧杀二奶奶，把二奶奶养得大脑空空，把二奶奶养得自私恶毒，把二奶奶养得人人讨厌，还说假以时日，二奶奶在镇国公府作死了，他亲妹妹江二姑娘再次嫁入镇国公府，她就是镇国公府二公子裴锦州真真正正的大舅子，他不但可以通过亲妹妹占了二奶奶大笔大笔的嫁妆，还可以捞镇国公府的好处。岂有此理！母亲，你先别生气。他说了很多很多，好友们怕闹出大事，赶紧付了银子带他回府。可这事还是在京中传开了，大家背地里都骂成宁侯府，同情二奶奶。3日前长公主举办夏日宴时，有几个闺女凑到一起，也说起这个事儿，都是觉得二奶奶可怜。户部左侍郎家的前六姑娘却说二奶奶歹毒自私，恰好多家公主也在，她听到后二话不说，上前就给前六姑娘一巴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二奶奶在清水庄救下多个被拐卖的妇孺，功德无量，然后质问在场的女眷都做了什么，还说二奶奶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她以后再听到有人敢无中生有造谣二奶奶的言行，她绝不轻饶。王氏突然失神，多家公主话说不利索的时候就知道护着锦州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仅仅因为多家公主，大家对姜氏的印象就会变了吗？还有文渊阁大学士秦大人的妻女汪氏和秦幽，汪夫人和秦三姑娘借机说了二奶奶做的诸多好事，还说二奶奶生母早逝，祖父母也早逝，二奶奶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养，性子有些天然，但本心是好的，说了二奶奶做的很多很多好事。
还说郑国公府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二奶奶。嘿，谁喜欢她了？二嫂，长姐，叫我西夫人。二嫂，我们是特意来看你。你们这么好心？我们前段时间我打了你2巴掌，不记仇了。还有你，上次你和你母亲搞个羊什么的东西进郑国公府，你父亲没有罚你们吗？罚，当然罚了。最近又加上哥哥的事儿，这一切都起源于江兆月。长姐，叫我西夫人。西夫人，虽说上次之事是刘嬷嬷瞒主行为，但母亲和我到底有不察之责，所以父亲狠狠处罚了我们。母亲因此大病了一场。侯夫人大病了？西夫人，我们好歹一家人，母亲如今很是憔悴，你也该关心关心。婉雪，你也憔悴了？是啊。既然你都说是一家人，那么你们不要怕，尽管憔悴，我替你们明白。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道理啊？可是长久憔悴下去，终究对身子不利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反正我明白，我身体健康。江婉雪一口鲜血差点喷出去。可父亲母亲终究是西夫人的父亲和母亲，西夫人应该听说了，长兄酒后失言，让整个成宁侯府陷入流言蜚语中。父亲和母亲不仅憔悴，而且生病了。妹妹实在无法，希望西夫人回府看一看，安抚一下他们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长兄酒后失言，你就让你长兄酒醒得言。你父亲母亲生病，你找大夫，你找我回府干什么？我是观世音菩萨还是西天如来佛祖？一下凡就度众生了。二嫂，西夫人，二嫂，脸皮又痒了是不是？西夫人，婉雪好歹是你妹妹，她只是想请你回府尽孝，你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你说话好听，你说给她听就好了，何必来我这找不痛快呢？既然西夫人不愿意帮忙，那我就回了。婉雪，西夫人到此。裴思妍立刻追了出去。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来了？他们来，糟了，他们还有后招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反正我明白，我身体健康。江婉雪一口鲜血差点喷出去。可父亲母亲终究是西夫人的父亲和母亲，西夫人应该听说了，长兄酒后失言，让整个成宁侯府陷入流言蜚语中。父亲和母亲不仅憔悴，而且生病了。妹妹实在无法，希望西夫人回府看一看，安抚一下他们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长兄酒后失言，你就让你长兄酒醒得言。你父亲母亲生病，你找大夫，你找我回府干什么？我是观世音菩萨还是西天如来佛祖？一下凡就度众生了。二嫂，西夫人，二嫂，脸皮又痒了是不是？西夫人，婉雪好歹是你妹妹，她只是想请你回府尽孝，你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你说话好听，你说给她听就好了，何必来我这找不痛快呢？既然西夫人不愿意帮忙，那我就回了。婉雪，西夫人到此。裴思妍立刻追了出去。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来了？他们来，糟了，他们还有后招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反正我明白，我身体健康。江婉雪一口鲜血差点喷出去。可父亲母亲终究是西夫人的父亲和母亲，西夫人应该听说了，长兄酒后失言，让整个成宁侯府陷入流言蜚语中。父亲和母亲不仅憔悴，而且生病了。妹妹实在无法，希望西夫人回府看一看，安抚一下他们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长兄酒后失言，你就让你长兄酒醒得言。你父亲母亲生病，你找大夫，你找我回府干什么？我是观世音菩萨还是西天如来佛祖？一下凡就度众生了。二嫂，西夫人，二嫂，脸皮又痒了是不是？西夫人，婉雪好歹是你妹妹，她只是想请你回府尽孝，你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你说话好听，你说给她听就好了，何必来我这找不痛快呢？既然西夫人不愿意帮忙，那我就回了。婉雪，西夫人到此。裴思妍立刻追了出去。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来了？他们来，糟了，他们还有后招。哎，二奶奶，哎呀，扶着我，走快一点。可是二奶奶，你的脚。哎呀，不碍事，走快一点，去追江婉雪。二奶奶，他们在那儿。看到了。二妹妹，不要走。哎，二奶奶，小心脚。哎呀，不要管我，就算脚废了，我也要追上二妹妹，同二妹妹说些知心话。二妹妹，你西夫人，西夫人，你叫我西夫人，你居然叫我西夫人！二妹妹，我是你亲长姐，你怎么能叫我西夫人？不是你让我喊的吗？就因为我说将军一做的不对，就因为多家公主他们护着我，
不，就因为我不愿意出面澄清流言蜚语吗？可是流言蜚语都是对的呀。以前我打骂下人，撕毁诗书，烧了女宫，母亲都说我做的是对的，鼓励我多多做。我一直以为母亲对我好，到了镇国公府学习是非对错，才知道母亲是在捧杀我。我现在都不计较这些了，我只想和娘家人好好相处，希望我不在成宁侯府的日子里，你们能常常去我亲生母亲的牌位前上上香，也让她在地下过得安宁些。可你现在对我这样生分，江文雪，裴思妍终于反应过来，江兆月是故意的。长姐，我什么？你还是不愿意喊我长姐？二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？哎呀，你推我！我什么时候推了？江兆月这个贱人还是这么会表演。二妹妹、三妹妹，我以前做事有些出格，可是我向你们道歉了那么多次，给你们花了那么多银子，你们怎么还接受不了我呢？江兆月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我都受伤了，你们还推我，我真是太伤心了。江兆月捂着胸口，余光中瞥见裴景洲的马车缓缓停下来。裴景洲身着笔挺的官服，缓缓下马车。真是英俊不凡啊！二爷，我要伤心的晕了。江兆月本来想说快来抱抱我，又觉得不合适，干脆直接人工慢镜头缓缓倒下。怎么回事？二爷，他们两个不肯原谅我，还推我。二爷，骂他们，快骂呀！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那就乱骂。那我骂一句，你学一句吧。好。赵月待你们真心实意，你们一再陷害他，今日更是上门羞辱，实在可恨。裴景洲闻言，看一眼怀里的江兆月，如实说了出来。江婉雪出声娇弱的喊：“姐夫。”喊姐夫的时候正经点。江婉雪顿时臊得脸通红。上次你们成宁侯府下人手脚不干净，让赵月的香囊流到府外，至今未见你们对赵月有半分的愧疚。如今江世子闯了祸，揭露你们待赵月刻薄的真相，你又跑过来让赵月出面为你们挽回颜面。他不答应，你就想再次毁他名声，你才是那个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之人吧？不要说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姐夫，我说的有一句虚言吗？可江婉雪今日不但自己过来，还故意安排几个贵女从这边路过，就是让他们目睹她在镇国公府二奶奶江兆月那里受了委屈，打破江兆月近日受害者的形象。二哥，婉雪今日只是想请二嫂回成宁侯府，看看成宁侯爷和成宁侯夫人。与你何干？裴静，你和香巧护送江二姑娘回成宁侯府，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告知成宁侯爷，问问他如何处罚江二姑娘。若他不便出手，我亲自代劳。裴景洲若把今日之事告诉父亲，那以后……他慌了，想逃。不用你们送，我自己回去。送。长姐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我下的命令与赵月有什么关系？姐夫，我首先是赵月的夫君，然后你才有机会站在这儿喊我一声姐夫，否则你什么都不是。裴静，告诉成宁侯，事不过三。是。江婉雪知道自己惨了，就想搏一搏。裴静忽然一个手刀劈在江婉雪的脖子上，江婉雪瞬间晕了过去。今日发生的事你都知道吧？知道。行，那事情经过你和成宁侯说。即日起你去庄子里定亲了再回来。裴思妍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裴景洲俯身将江兆月抱起来，朝镇国公府里走。二爷，你抱我。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抱我。你不自重了，你不矜持了。你都说了我要伤心的晕了，这么久还不晕，这出戏就太假了吧？那你还配合我？你在自保啊，我在保护你。阿姨，我好感动啊！感动什么？为了我，你脸皮都变厚了。就知道他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。我不想理你了。可我想理你，我特别想理你。裴景洲微微低头看一眼江兆月白皙的双臂、手臂。我想搂着你嘛。你见过几个晕了的人还能搂人脖子的？哦。江兆月嗖的一下收回了双臂，双手又不老实的摸裴景洲的胸口。老实点儿。我一整日都没有见到你了，就想搂一搂、抱一抱、摸一摸你嘛。阿姨，我重不重呀？不重。那你走了这么久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哇，阿姨，你好强壮啊！你住口吧。
二爷，你脸不红气不喘的帮我这么久，真的好厉害呀！有人来了。江昭月瞬间收手，闭嘴又闭眼，老老实实窝在裴景洲的怀里。二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江昭月吗？你有毛病。江昭月差点笑出声。二哥，江昭月她配不上你，她成婚前就和别的男人有染，还不止一个男人。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到底是和几个男人有染？原主玩过这么狂野的吗？二哥，一直以来我做的事都是为了二哥好，为了咱们国公府好。陶晋，裴思妍脸色一变。你心悦他，结果他心悦于赵月，你不怪他，却恨上了赵月。裴思妍不信他的话，直接告诉他，江赵月是成宁侯府嫡长女，也是镇国公府二公子裴景洲的未婚妻。他以为他知道真相了就会喜欢自己，结果他进翰林院不久就和一个神似江赵月的人定亲了。都是因为江赵月是点小恩小惠，彻底勾走他的心，所以他选妻都选择像江赵月的女人。陶静只是其中一个，还有……你为何不早说？因为你知道赵月什么都没有做，是那些男人一厢情愿。不然以你冲动如猪、恼小如鸡头的性子，绝不可能藏着赵月成婚前的事放到她成婚后再说。母亲，你教的好女儿。思妍，你……母亲是江赵……死不悔改，即刻离开镇国公府，去庄子里吧。母亲，女儿什么都没有做呀！还在说谎，齐嬷嬷去安排。是。不要，齐嬷嬷不要！齐嬷嬷，我不要去庄子里，我不要去庄子里，我去了庄子里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二哥，你以前对我特别好，还给我做过扶着的，你不要赶我去庄子里，二哥！裴景洲抱着江赵月转身，江赵月双脚忽然蹬到什么上面，只听扑通一声，什么东西摔倒了。不会是我把他蹬倒的吧？是你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故意的。啊，你这么对三妹妹？母亲，救救女儿，救救女儿！王氏低声说些什么，裴思妍撕心裂肺的哭喊：我不要！母亲！可怜他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再说了，去庄子里又不是坐大牢，大嫂不就是从庄子里走出来的吗？裴景洲抱着她走进了灵华院。说什么？你和陶晋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还和三妹妹说的头头是道？推测而已。哇，二爷，你好厉害呀！靠推测就能打败三妹妹，你简直是宅斗王者啊！二爷，你好厉害呀！靠推测就能打败三妹妹，你简直是宅斗王者啊！正经点儿。哦。回答。陶晋是谁啊？他是……你不认识？我不认识。他出身贫寒，进京赶考的路上又遭抢劫，差点饿死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了什么？有一年冬天，我出城看雪。你们一起？不是。他邀请你？不是。你邀他？哎呀，二爷，你什么时候话这么多了？你为什么要出城看雪？我喜欢啊。回城的路上碰到一个在雪地里走着的书生，穿着单薄的蓝袍子，背着一个空书篓，脸上手上都是冻疮，看起来好可怜。我就扔给了他一锭银子。二爷，他不会就是陶晋吧？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为什么要给他银子？我有钱啊，显摆。裴景洲一下接不住他的话了。那其他男人呢？什么其他男人？思妍说你不止一个男人。哼，你都说他们是一厢情愿，怎么还问嘛？我想听你说。我说呀，我长得这么花容月貌，有几个男人心悦于我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冲我摆什么脸色嘛？我长得好看是我的错吗？我没说是你的错。那你还冲我摆脸色？我天生如此。我的错，我不该冲你摆脸色。这样子真可爱。裴景洲忍着笑问道：所以你不喜欢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？当然不喜欢了，我只喜欢二爷的。二爷，干什么？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？放手，我要去更衣。你就是吃醋了。我还穿着官服呢。你真吃醋了。我要更衣。二爷，你放心，外面那些都是妖艳贱货，
根本比不上你的国色天香。我的心里永远永远只有你。没个正经样。二爷，不要进来啊。就进。二爷，你……裴景舟正好裸着上半身，肌肤冷白，肌肉块垒均匀有力，线条流畅向下延展。真好看啊！你怎么进来了？江昭月扬唇一笑。二爷，你身子真好看。又来了这女人。江昭月，有几个女子像你这般好色的？肌肤光滑。住口！宽肩斩腰。进来有什么事儿？裴景舟系好腰带，走到江昭月跟前。江昭月微微昂头。我还没有看够，你怎么就穿好了？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还好还好，就够我一个人用的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脱了再给我看看。裴景舟撂狠话。江昭月，你再这样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脱你脱是你先无礼。二爷，你亲我。是你先无礼的，我不管，我要亲回去。顺着起伏的线条肆意的游走，裴景舟全身一僵。江昭月又褪去他的裤子，裴景舟回过神儿，赶紧扶着他的肩头将他推开。你干什么？裴景舟一边整理衣裳一边反问。你干什么？和你洞房啊。我这里是净室。在净室里洞房不是更刺激吗？二爷，你真是个容易害羞的人呢。那我们就去床上。你的脚还没有痊愈。不耽误洞房。耽误。不耽误。再等几日。江昭月知道他是为自己，不再坚持。那你再让我亲一下。江昭月，你像个登徒子。那你就是小娘子。又乱讲。该用饭了。再抱一会儿。我去让下人摆饭。赶紧走出净室。江昭月望着他急急忙忙的背影，扑哧一笑。裴景舟走进院子里才停下来，长长吐一口气，缓一缓身上的燥热，整个人也慢慢冷静下来，脑中不由得又浮现净室里的一幕幕。江昭月真是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了。可他就是一点都不讨厌他的行为，心里的角角落落都弥漫着雀跃和甜蜜，忍不住轻笑出声，说一声：胆大包天。饿了？刚才亲你亲得太用力了，累着了。江巧和裴静这时候回来了。程宁侯怎么说？程宁侯也很生气，立即把江二姑娘关了起来，说已经给她择了一门亲事，很快就送她远嫁，还斥责了程宁侯夫人，说是之后会上门向二爷二奶奶赔不是。知道了，你们两个下去吧。杨嬷嬷入狱了，江婉雪远嫁，将军亦名声狼藉，程宁侯府的姨娘们各出手段，程宁侯府焦头烂额，以后也没有能力伤害到你了。二爷，谢谢你。是你解决了他们。可是是你帮了我呀。裴景舟疑惑。二爷，是你在洗白我的名声啊。你知道了？很多贵妇贵女都递请柬过来邀请我参加宴席，以前我可没有这种待遇啊。我去问了大嫂，她说是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觉得你的名声不应该这么差。可我以前真的做了很多坏事。杀人放火了吗？没有。偷鸡摸狗了吗？也没有。但是打骂了下人，辱骂了闺女，还不小心打折了一个熊孩子的腿，任性了点。知道自己错了吗？当然知道，我现在都不做这些事儿了。所以你不应该继续承担那些坏名声，应该让其他人重新认识你。其实我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，你笑什么？一个人得强大到什么地步，才能完全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？我是承受了太多的恶意，才自我保护吧。以后大家重新认识你，不能说全部，至少有一部分人会对你很好，那么你将来的路也会好走一些。其实你很好的。江昭月张了张嘴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能再亲你一下吗？江昭月，你……二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，不但让我名声变好了，
也让我有理由、有底气、有办法，借着你的心意，把裴思妍和江婉雪这2个凡人精踢走。夫妻们就是一体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二爷，你真好，你真好啊！裴景周笑，江兆月又开始夸，长得好，身子好。又乱讲了。我说真的呀。就不能正经点？我正经的很。好好的谈着事儿，突然亲我一下，叫正经的很？二爷，我真的很感动你说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想亲亲你嘛。你平时很会说呀。可我感动时就想亲亲搂搂抱抱。二爷，你真的太好看了。或许这皮囊是真的好吧。裴景周每天都听江兆月夸，他已经麻木了。能做好吗？不能。就不能乖一点？不能。那你别用饭了。那还是要用的，不然饿死我了，你上哪儿再找我这样花容月貌、可爱无比又娇滴滴的好媳妇啊？二爷，我们散散步吧。饭后不宜剧烈运动，慢点走。好吧。江兆月慢了下来，向裴景周询问洗白他名声的事儿。裴景周全部都说出来。你派人偷了江君夜的钱银子，故意让他在青楼饰演呢？裴景周点头。你还让秦璐、秦幽和汪氏到处说我的好话？裴景周继续点头。二爷，你有点坏呀。我本来就不是好人，我不好。你做过坏事？做过。什么事？很难启齿吗？这么纠结，那你肯定不是故意做坏事。可以补救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在补救吗？一直在补救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管他呢，干就完事儿了。做无愧于心的事，咱就抱着必胜之心，踏平一切障碍。失败了呢？失败就失败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不会失败。之后我们一起去给长公主贺寿吧。长公主？她是皇上的亲长姐。我们和她关系很近吗？我带太子殿下去一趟。太子殿下？书里没有写到太子殿下，不过江兆月听人说过，便问：太子殿下是不是身子不好？裴景周点头。他都不能下床？对。那他还能当太子？如今宫中的皇子们都长大了，朝臣们各有心思，已经有人以太子身子不好为由，请求皇上为了江山社稷，另立太子。太子殿下的身子治不好吗？终有一天可以治好的。看得出来裴景周心事重重的，江兆月晚上便没有闹他。第二天他就准备给长公主贺寿的事儿。王氏因为裴思妍的事儿伤心的闭门抄写经书，他就去向张思音询问。二弟这一出的真好手段，二弟妹配合的也好。江兆月不解，二弟颠覆二弟妹的名声，二弟妹又通过江二姑娘和咱们的三婆妹坐实了好名声，正好时候参加长公主的贺寿宴，到时候一切顺顺利利，多好呀！你别说，还真是呢。就说二弟对你情意至深。好啦，别打趣我了，快告诉我应该注意些什么。大嫂。江兆月不解，我如今凡事得小心，动作不能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怀孕了？张思音红着脸轻轻点头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2日刚确定。几个月了？1个多月点。我打骂你们那日晚上怀上的。哎，二弟妹，你快别乱说。看来就是了，你们小两口还挺会玩的。张思音羞得说不出话来。好，我不说。吕府医诊断的吗？他怎么说啊？他说脉象很正，没有问题。不过都说怀孕前3个月不能和外人说，二弟妹也替我保密。放心，我只会和二爷说。大哥知道吗？他是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，然后请的吕府医。大哥很疼大嫂哎。你就不要打趣我了。江兆月故意白他一眼。许你打趣我，就不许我说你2句。你这张嘴真是不饶人。父亲母亲知道吗？父亲已经知道了，母亲为了三妹妹的事儿闭门不见人，暂时不知道。那就不管他。那你现在需要注意什么呀？吕府医说，除禁止房事外，也没什么。左右我又不会舞刀弄枪的，就是我第一次有身子，挺紧张的。不要紧张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，明日就会有惊喜。以后有什么可以多多找我说。好。二爷，我们送什么寿礼啊？怎么了？你操心这个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江兆月微扬下颚，骄傲道：
我可是林华院的女主人，我把衣裳、首饰什么的都准备好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哼，看看就看看。江兆月带着裴景周浏览了一圈，不得不再次承认，江兆月看似不靠谱，但是做事真的让人挑不出来毛病。你懂这些？我向大嫂请教的。你有心了。我做的是不是特别好？就多夸2句嘛。做得特别好。让你注意书中优美诗句，以后方便夸奖我。你没注意吗？最近忙，没有看闲书。哼，真可爱。你在笑我？没有。你就是笑了。笑个鬼啊！裴景周这下真的忍不住笑出声了。裴景周丝毫不觉得疼，反倒和他这么闹一闹，在朝堂皇宫积累的郁气消散大半。我错了，下次一定夸你。这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忘了和你说了，大嫂怀孕了。怀孕？1个多月了。裴景周反应过来了，旋即笑了。真好。是啊，大哥腿还没有完全好呢，就能让大嫂怀孕。你呢？中看不中用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好饿呀，我去用饭了。江兆月像兔子一样跑走了，可是想到他刚刚那句中看不中用，顿时脸又黑了，一直到用了晚饭才给他好脸色看。睡觉的时候他钻进他怀里，抱着他的时候他又不生气了。他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。次日卯时起床，又想到中看不中用这5个字，还是气不过，凑到江兆月跟前，偷偷地咬住他的嘴唇。江兆月起床的时候，不停地摸自己的嘴唇。二奶奶，怎么了？我嘴唇是不是肿了？有点儿。肯定是二爷偷亲我了。哼，闷骚的家伙。接下来几日，他得空就去看看张思音，转眼就到了长公主寿辰这日。二爷，你真好看。你夸了5、60次了。走吧。二人一起走进长公主府，丫鬟将二人引到长公主的文华殿。裴大人，熹夫人到。景鹏，不，景周，不对，是裴大人。见过三殿下。三殿下。裴大人客气了，你可是长得和我皇兄很像的人，你冲我行礼，总让我觉得失礼于皇兄。三殿下抬举微臣了。裴大人好福气啊！多谢三殿下夸奖。裴大人，太子殿下好像又不行了。裴大人是不是很难过啊？太子殿下的病情关乎天下，微臣自然难过。是不是很难过啊？太子殿下的病情关乎天下，微臣自然难过。那裴大人要说什么吗？三殿下来了，二殿下应该也在吧？萧子南脸色顿时不好看。二殿下修筑河道有功，皇上褒奖了一番，微臣还没有当面庆贺。二皇子萧从北近来政绩不错，萧子南却没有做出来什么。听裴景周一提，他就有些生气。熹夫人是父皇亲封的熹夫人，出身名门，率性真诚，品德高尚，不但救了多家公主，还救了诸多妇孺。内子早就心生佩服，想要认识一下呢。一个穿着华丽、长相极有攻击性的女人缓缓走过来。见过三皇子妃。起来吧，熹夫人，不但品德高尚，还容色无双啊。三皇子妃谬赞，臣妇实不敢当。真是和裴大人一样谦逊，惹人喜欢啊。裴大人啊，看来内子和熹夫人十分投缘啊。不若让他们妇人一起，我们一起去找二哥。那人第一次来，我会帮忙照顾。裴大人还信不过我吗？二爷，你去吧，放心，我不会丢人的。我担心你会吃亏啊，像在府里一样就行，不必把他们当回事儿。出了事儿，我来兜底。不，二爷，你官小，口气还蛮大的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不用担心，我有分寸。三殿下请。萧子南轻轻一笑。裴景周走出去数步，又忍不住担心着江兆月。余光中瞥见多家公主，他立刻行礼。见过公主。裴大人。多家公主也在这儿。姑母在梳妆打扮，好慢呀，我等不及了，就先到这儿看看书画。公主懂这些，自然能体会到乐趣，不像那人只觉乏味。熹夫人也来了。她正和三皇子妃说话，不过上次一别，她多次念叨公主，想要和公主好好说话。算他有点良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去和他说说话。那是那人的荣幸。我去了。多家公主蹦蹦跳跳的走了。多家，
裴大人是故意为痴吧？三殿下何意？裴大人护妻心切，让人感动。护妻不是每个男人都应该做的吗？没想到裴大人是这般感情用事之人。微臣一生所求也不过是所爱之人无灾无病，平安喜乐。裴大人这样可不好啊！镇国公年纪大了，裴世子不良于行又断一臂，你若是没有些野心抱负，太子殿下靠谁？三殿下是太子殿下的弟弟，皇上是太子殿下的父亲，哪里轮得到我小小的燕风司啊？我这辈子能不能升官都难说。哎，裴大人快别这么说，你可是年纪轻轻就考上状元，不过是死读书罢了。这些年你也是做出成绩的，也就是跟着李大人、胡大人蹭些功劳罢了。看到裴景周这副胸无大志的模样，萧子南忽然觉得镇国公府真的没有希望了。再想想宫里那要死不活的太子，做出点政绩但是势单力薄的二皇兄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。这样容貌的戚夫人，以前名声居然不好。贵妇们惊讶三皇子妃说话这般直截了当。戚夫人，传言都是假的吧？敢问三皇子妃是什么传言啊？就是一个损害你名声的传言啊。臣妇没有听说过啊。你怎么会没听说过？可能他们都是背后嚼舌根，在臣妇面前嚼不起来，所以臣妇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传言啊。再说了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不被说？三皇子妃不必理会那些阴暗的小人，皇上都夸臣妇率性真诚，品德高尚，聪慧过人，臣妇信皇上的。罗雨薇本想让江昭月窘迫尴尬，没想到非但没有让江昭月窘迫尴尬，自己在江昭月口中成了阴暗的小人，他居然反驳不了。戚夫人说的是，不必理会那些传言。来，我们玩我们自己的，我们看看字画。看字画？怎么看啊？江昭月根本看不懂。戚夫人出身名门，一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不若来品鉴一下这幅远山雪景图吧。江昭月一抬眼看的就是远山雪树，他一个21世纪理工土狗，哪懂什么画啊字啊的。此时此刻我想到了一首诗。什么诗？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，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还有呢？一首诗足以表达。老牛虽然不会品画，但高考会背与山与雪相关的诗句。没错，这山间皑皑积雪，像是漂浮在云端一样，惊艳人心，令人陶醉。连多家公主都夸奖戚夫人，可见戚夫人才华过人。不若戚夫人简画一幕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。三皇嫂，你好生无趣啊！戚夫人是来开开心心的给姑母贺寿的，你跟个学堂里的夫子一样，不停的出题，累不累呀？公主哪里的话，我们这是在玩呢。一点也不好玩，不玩了。戚夫人，我们去看看别的。三皇子妃，臣妇先行告退。你看不出来三皇子妃在为难你吗？看出来了。那你还和他谈话？他邀请我谈的。你不会拒绝他吗？他是皇子妃，我只是臣子之妻，就算拒绝也得先应付应付再拒绝，不然太失礼了。看不出来你挺懂礼数的呀。我的礼数藏得比较深，你多看几眼就能看出来更多。一会儿你就跟着我吧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万一给裴大人丢人了呢？公主该不会喜欢二爷吧？胡说八道，我喜欢的是秦鹿。多家公主一下把自己喜欢的人说了出来，她惊得赶紧捂住嘴巴。公主喜欢秦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出去。好，我不说。说到做到。说到做到。要是你敢泄露出去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秦鹿知道你喜欢他吗？知道，可是他不喜欢我。那你怎么不把他抓起来？我是那种动不动就抓人的公主吗？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的。再说了，我喜欢他，怎么忍心伤害他？不提伤心的事了。我是觉得裴大人是我太子哥哥的好伴读、好表弟，又长得像我太子哥哥，所以我才对你稍微好一些。你可别乱想，我对有妇之夫不感兴趣。知道了。真不知道裴大人看上你什么？看上我花容月貌、聪明可爱呀。不得不说，江昭月真的好好看。第一次在金水庄见到江昭月，就觉得她又好看又勇敢又聪明。可是她太容易骄傲嘚瑟了，
我偏不如江昭月的意，我才是最花容月貌、聪明可爱的。没错，你最花容月貌、聪明可爱了。这个江昭月真是手段了得，他真是越发喜欢了。跟着我。干什么？本公主保护你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、怠慢你。本公主保护你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、怠慢你。哇，公主好厉害呀！少拍马屁。这时候长公主出现，江昭月等人向长公主行礼，长公主轻轻一笑，看上去又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忽然有嬷嬷急急地跑到她跟前，小声耳语几句。长公主脸色大变。姑母，你大皇兄，我们现在赶紧进宫。从北，你在这儿招呼宾客。是，公母放心，侄儿一定好好款待宾客。姑母，我们走。长公主，长公主看到裴景周的模样，恍惚间看到健健康康的太子一般。姑母，大皇兄肯定想见裴大人。多家公主出声。长公主想了想自己最疼爱的侄子，什么都没有说。裴大人，戚夫人，快和我们一起走吧。是，一定要治好。是皇上。江昭月点点头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洪启帝声音带着余怒。江昭月起身，偷偷看了洪启帝一眼。皇兄，太子如何了？皇上，太子如何？微臣无能，太子命不久矣。是多久？10日左右。萧子南和罗宇威闻言偷偷扬唇。废物！洪启帝伸腿要踹老御医，忽然身子一歪，向一旁倒去。皇上！洪启帝一把抓住裴景周的手，眼眶红了。快看皇上！萧子南从裴景周手里接过来洪启帝，将洪启帝扶走了。长公主抬步进太子卧房，太子躺在床上，身形消瘦，微合双眼，脸色如纸一样苍白，安安静静，仿佛没有了呼吸一样。一哥儿！江昭月顿时惊讶，这个太子长得真的和裴景周很像，不过他的眼中有一种纯净感。一哥儿啊！姑母，你也要注意身子。太子哥哥，你是不是有话和裴大人说？太子眨眼，多家公主转向裴景周。裴大人，你过来吧。太子目光看了一圈。是不能让我们听的话吗？太子又眨眼。太子哥哥好生偏心，从小就喜欢裴大人。姑母，我们先出去一会儿。江昭月等人也跟着出去。卧房里只有太子和裴景周二人。太子表哥。小鹏。痛吗？一颗眼泪从裴景周的眼角滚落下来。太子表哥，不要担心，我只有一点点痛而已。再坚持几日，哥哥送你出宫。好，我坚持。太子表哥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裴景周心急如焚，却故作平静的点头。太子表哥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刚刚在我床头的宫女，你可看到了？我看到了。她叫青罗，父母双亡，哥嫂将她卖给人牙子。她辗转许久进了宫，侥幸进了东宫，一直对我细心照顾。只是她常常担心宫外的妹妹，担心妹妹也被卖了。你喜欢她？喜欢，很喜欢。我答应帮她找妹妹，可是我怕我坚持不了。不要乱说。我说万一。没有万一。裴景鹏静静地望着裴景周，眼中似有百般无奈。你说，哥哥听着。若我坚持不下去，就这样离开了，太子表哥替我将她带出宫，帮她找到妹妹，保证她嫁个好男人，不要被人欺负，可好？好。我把你们都带出宫，你去帮她找妹妹。至于父亲和母亲，你自己去他们面前尽孝。尽孝。裴景鹏眼中充满憧憬，旋即想到什么，眼神又暗淡下来。裴景周看得心如刀割，极力克制着情绪。小鹏，对不起。没有对不起我。若不是太子表哥，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若不是姨母以命相搏，镇国公府早就没了。是我们没用，连累你和姨母。我能为你做点事情，我觉得自己很有用了。你很有用，你是大用之才，所以
要坚持住，坚持10日，不，8日就行。我等太子表哥重回东宫，登上那个位置，让忠臣有所终，奸臣无所遁形。会的，你要坚持住。要坚持住。我可以坚持。裴景周望着裴景鹏好一会儿，缓缓起身走出卧房。宫女青罗立刻进去守着。裴景周看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有说。裴大人，太子哥哥怎么样？殿下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一哥儿和你说了些什么？殿下说他很想念小时候的日子，那时候他能跑能跳。他说他还想站起来，堂堂正正的走路。长公主一听，掩面痛哭。多家公主连忙安慰：将死之人啊，就喜欢回忆过去。太子真的要死了？他开心不已。罗雨薇装作很伤心的样子。我们回去。江昭月点头，二人上了马车。你可以和我说说太子殿下的事儿。裴景周却不知道如何说起。你们小时候感情很好。很好。再等一等，等几日我再好好的和你说，好吗？好呀，你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。昭月。搬家的事情往后推迟几日，可好？好。搬家的事情往后推迟几日，可好？好。裴思妍和王氏太能搅事儿了，所以江昭月和裴景周都想要搬出府。如今裴思妍去了庄子里，王氏也闭门抄经，江昭月也不着急搬出去了。我乖吧？很乖。或许太子殿下命不久矣，或许是别的事情。总之，江昭月感知到裴景周的心事重重，他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闹他。回到凌华院，二人换了衣裳。我要去见见父亲。父亲在府上吗？我去看看。我和你一起去请个安，然后我再去看看大嫂。裴景周想了想，点头。父亲，你去东宫了吗？去了。太子的情况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情况很不好。那你知道皇上情况也很不好吗？皇上怎么了？裴景周问。御医说太子殿下命不久矣，皇上差点晕倒在地，夫君及时扶住了他，接着三殿下直接把他扶走了，之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景周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我去麒麟宴看看大嫂。好。皇上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了。裴景周面上没什么表现，裴茂坤见状惊愕，大胆猜测：你要动手了？会不会太仓促了？小鹏的身子等不及了。小鹏。裴茂坤脑中忽然浮现裴景鹏小时候脆生生的喊父亲的模样，天真烂漫，乖巧听话。大局为重。准备了那么多年，也是时候动手了。皇上那边，姨父放心，父皇那边不会有差错。这些年，裴景周一点点成长起来，裴茂坤都看在眼里，也知道他年纪虽小，但城府和手段颇有先皇的风范，远远在自己之上。那臣应该做些什么？裴景周走到沙盘前，和裴茂坤说一些计划。裴茂坤听得心惊，这计谋太险了。不险何来成功？说的也是啊。二奶奶。二爷呢？没和你一起回来？二爷忙事情了，让小的过来和二奶奶说一声。忙什么事情？小的不知。那他去哪了？小的不知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二爷没说。那你知道什么？小的知道跟着二爷就行了。那你去吧。是，小的告退。第二日一早，他睁开眼睛，又躺在裴景周的位置上。他也不知道裴景周什么时候回来，又是什么时候走的。二爷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二爷昨晚没有回来。没有回来？是。裴静回来过吗？也没有。优姐，戚夫人，我们进一步说话。你们说，我在这边守着。优姐，怎么了？裴二爷让我带个话。二爷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不过二爷和我大哥都很忙。忙什么？以后二爷会和你说。现在二爷希望整个镇国公府的主子都不要出府，尤其是你。我？是，不管是谁邀请你出府，全部都拒绝。二嫂，银萍来了，我们出去看看。秦友点头，二人走出来，银萍行一礼。二奶奶，三皇子妃邀请夫人、世子夫人和二奶奶一起送接。秦友轻轻摇头，暗示他不要去。江昭月微微点头，转向银萍。什么时候？回二奶奶，明日一早。去哪儿送经？三皇子妃那边
说是进宫。诵什么经？说是祈祷太子殿下身子康健的经文。世子夫人答应了吗？是，还请二奶奶准备一下。哦，知道了。那奴婢告退。银嫔离开，景有急急道：“戚夫人，你怎么？”银嫔只是个下人，拒绝她没什么用处，待我和大嫂商量一下。裴大人交代，你绝对不能出府。嗯，那我回府去。让四弟送你。四妹妹，去找四弟。不用了。哎呀，用了用了。裴思雅拉着秦幽朝外走，江昭月则是又一次来到麒麟院。阿弟妹，大哥，大嫂，大哥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多亏你和景州的帮助。对了，景州回府了吗？还没有。他最近有些忙。说是衙署有些事儿。你和二弟妹聊一聊，我去后院练一练。注意休息。不要担心啊。裴景霄冲江昭月颔首，然后拄着拐杖，慢慢的走进了后院。你明日要进宫诵经？张思音点头。可你怀有身孕，怎么能去？吕府医说我底子好，诵经花不了多少时间，没事的。何况是为太子诵经祈福。为太子诵经一事，不应该是皇上或者皇后娘娘邀请吗？若是皇后娘娘忙，二皇子妃有事儿，三皇子妃邀请我们进宫诵经也是可以的。他们在忙什么呢？二弟妹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二爷托秦幽传话给我，说最近几日府里的主子都不要出府。张思音惊愕。昨日你说的对，太子很不好了，皇上也不太好。父亲和二弟这2日就在忙这事儿。应该是。江昭月也不确定，张思音猜测他们要支持二皇子啊。太子要轰了，皇上怕是凶多吉少。以三皇子萧子南和太子镇国公府的纠葛，他一旦登上帝位，镇国公府将很快会在大晋消失。这个时候把二皇子萧从北推上位，是保全镇国公府最好的办法。萧子南肯定也担心着这个，所以他想抓住镇国公府女眷要挟。那我们不能去诵经，可是我们怎么拒绝呢？我们2个倒是好说，可是母亲那边不能对母亲说实话。张思音也是这么想的。母亲的脑子跟着元后进了坟墓。什么意思？外人都说母亲贤惠得体，做事有分寸，其实都是元后教的。元后说什么，母亲就做什么。母亲这么听话的吗？是元后太聪明，母亲根本逃不出她的手掌心。我之前听人说，元后若是想，随时随地的可以把母亲卖了，母亲还会开开心心的帮着数银子。江昭月闻言想笑，不过元后这个亲姐姐是真的疼爱妹妹，在亲生母亲去世的情况下，与家里的长辈平辈周旋多年，走上了皇后宝座，也将唯一的同胞妹妹送进了镇国公府。父亲虽然也有通房，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看重母亲，没有一丝的怠慢。府里的姨娘也不敢在母亲面前造次。武帝的母亲沈姨娘也是元后让母亲接进来的，沈姨娘至今对母亲是感恩戴德，忠心耿耿。你看武帝那么喜欢母亲，就能看出来沈姨娘对母亲的态度。元后真好。是啊，她去世后，后宫、镇国公府都失衡了，所以父亲和二弟做的事情不要告诉母亲，免得她脑子一糊涂坏了大事。那我们商量商量如何对付她。好。2个媳妇小声嘀咕如何对付婆母。母亲。江昭月行礼。母亲，儿媳恐怕不能进宫了。为何？世子爷刚刚锻炼的时候摔了一跤。摔得如何？倒没什么大碍，但是需要人照顾。儿媳担心下人不尽心，所以……那就在府上一边照顾景霄，一边诵经吧。是。二弟妹，是不是身子不适？坐在马车上休息休息，不耽误念经。老巫婆一点都不心疼儿媳妇。母亲，儿媳妇有了。王氏睁大眼睛望向江昭月的小腹。张思音没想到江昭月临时变了计划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齐嬷嬷去请府医。是。齐嬷嬷立刻出了松清堂。王氏不放心，又道：银萍，你去告诉齐嬷嬷多请2个府医过来。母亲，你看，世子爷刚摔了一跤，二弟妹怀了身子还有些不适，三妹妹如今也不在府上，如今府里离不开你，不如你也别去诵经了吧。那怎么行？砰一声，江昭月拿着一个花瓶砸到王氏后脑勺。我去，这臭老太婆可真沉。张思音大惊：二弟妹，
母亲，放心，我略通医术，这一下砸不死他，只是砸晕了而已。可是我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。你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怎么了？银萍，快把母亲扶进卧房。世子夫人，二奶奶，夫人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和母亲正好好的说着话，母亲忽然歪倒，后脑勺狠狠撞到花瓶上了。张思音忙不迭的点头。哎呀，可能太担心太子殿下突然气血不畅。有可能，母亲向来关心太子殿下。府医马上就到，正好可以给母亲看看。这时候，齐嬷嬷带着吕府医、孙府医进来了。江昭月立即将刚刚的话转述给2位府医听。母亲这些日子闭门抄经，不吃肉，不晒太阳的，会不会太虚了？极有可能。夫人脉象确实有些弱，忽然晕倒也是正常。那母亲没什么大碍吧？世子夫人放心，夫人只是有些气弱。不过夫人还是多吃些肉，晒晒太阳，走动走动，这样身子才能更好。孙府医说的是。母亲什么时候能醒来？估摸着要到下午了。要不要喂些药啊？一会儿老朽开些补气养血的药。辛苦二位了。应该的。银萍，你跟着2位府医去抓药。是。银萍跟着吕府医和孙府医抬步离开。齐嬷嬷忽然想起2位府医过来的目的。二奶奶，他们还没有给你查身子。我的身子好好的，还是先关心母亲吧。齐嬷嬷，你看母亲忽然晕倒，大哥摔跤，我又有了身子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宫了吧？是。大嫂，你看齐嬷嬷都说不能进宫了，你派人婉拒一下三皇子妃吧。好。不是。齐嬷嬷有一种掉进江昭月陷阱里的感觉，她连忙道：二奶奶，老奴没有说不能进宫啊。齐嬷嬷的意思是可以进宫？不是，老奴只是小小的奴婢，人微言轻啊。哎呀，齐嬷嬷，快别这么说，你是母亲的嘴，是母亲的眼，你是母亲最重要的人之一，我和大嫂都要敬重你，你的话我们也是要听一听的。没错。大嫂，你比较懂人情世故，婉拒三皇子妃的事就交给你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大嫂慢一些。王氏醒来之后一阵茫然。江昭月和张思音一人一句说他这些日子闭门抄经书太辛苦，一个站不稳撞到花瓶上，撞晕过去了。王氏晕得猝不及防，根本不知道事情经过，下意识地看向齐嬷嬷。府医也是这么说的。谁进宫诵经了？母亲，没人进宫诵经。我们和齐嬷嬷商量了一下，婉拒了三皇子妃。江昭月指向齐嬷嬷。母亲不信，可以问问齐嬷嬷。就知道陷阱在这儿。可当时世子夫人和二奶奶一句一句地说着，齐嬷嬷找不出破绽反驳，现下也只得认了。王氏气得不得了。三皇子妃也没有责备我们，上午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而且已经为太子诵经了，表了心意。老天爷那么仁慈，一定不会在意我们偶尔的缺席的。母亲，你近来的身子真的太弱了，需要好好的休息才行。太子殿下吉人天相会越来越好的。只能这样了。莲华院里灯火已经熄灭，守夜的丫鬟昏昏欲睡。卧房窗子咔嗒一声响，门栓被撬开，窗子慢悠悠被拉开。江昭月安然地睡着，人影直直盯着他，紧跟着轻手轻脚走到他跟前。一道寒光突然从窗外飞进来，重重扎进人影的胸膛。他不可置信地一寸寸转头望向窗外，一个高大的黑影已经站到窗前。你！人影话未说完，立刻倒地，没有了呼吸。昭月，二爷，是我荆州。二爷，你在装睡？难得啊。难得什么？难得看到你晚上醒着。你说我睡得像猪？我可没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平时睡得早，睡得沉，根本就喊不醒的。我这几日害怕呀，根本睡不好，都怪你，这几日都不回来。我的错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担心你啊。裴景州直言。事情都办妥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怎么办？安排好你们，我再回去。去哪儿？皇宫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会碍事？如果碍事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不碍事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困不困？暂时不困。那去穿衣裳。穿什么样的衣裳？穿什么样的都行。好。裴静，把向小寒醒，
让他和鲍侠等人先去麒麟院照顾世子爷和世子夫人，然后告诉世子爷和世子夫人，我把二奶奶带走了，让他们安排护院保护好府里人。和世子夫人说一声，有事也别告诉母亲。是。办完之后自己想办法进宫。是。走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进宫。就我们2个。怎么了？虽然四周黑黢黢的，但是你一个人带着我这个娇滴滴的人，三皇子想要对付我们可太容易了。有暗卫。你还有暗卫？有很多。那上次春游怎么不匀点给我用？那时候你身边并没有危险，瞧他也是意外，就没想到动用暗卫。也是。江昭月没有再计较这件事儿，跟着裴景舟7转8拐来到一辆马车前。殿下。殿下？什么殿下？回宫。是。困吗？他一下忘记了称呼的问题。进宫还需要一会儿，困的话就靠着我睡，到了我才叫醒你。我们就这样坐马车进宫？是。能进吗？为什么不能？三皇子他们不会使坏吗？都是我的人，他怎么使坏？你的人？大事将成。裴景舟点头。镇国公府不会有事了。阿姨，你真棒。不过阿姨，事情还没有完全成功，咱不能骄傲。但是你为什么突然抱我？阿姨，你穿一身黑特别好看，我就忍不住想抱一抱啊。怎么不能抱？那我不抱好了。抱吧。这太不自重了呀，也有点不矜持啊。裴景舟忍着笑。这可是你让我抱的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吧。其实阿爷特别喜欢被我抱吧。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的意思啊。就是喜欢。喜欢什么呀？喜欢被你抱。江昭月满足地靠到裴景舟的胸膛，闻到熟悉的清冽气息，这几日里的担心紧绷都慢慢消散。那你呢？你也特别喜欢我吗？江昭月没有回答。裴景舟以为他在思考，就耐心地等待着，越等越忐忑。这时候却听到江昭月微微的鼻息声，一低头就看到他在自己怀里沉沉地睡着。他无奈地笑一声，伸手搂着他，让他睡得舒服一些。阿姨，什么时辰了？卯时。从镇国公府进宫需要这么久？我中途去取了解药，救太子的解药。太子有救了？试试看。裴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二殿下，父皇昏迷不醒，三皇帝的生母石贵妃守在跟前，三皇帝已经动手了。我知道。裴景舟大步朝卧房里走。现在怎么办？二殿下放心，三殿下伤不了你。裴景鹏面无血色地躺靠在枕上。殿下，你要挺住，要挺住啊！小鹏，我来晚了。裴景鹏说不了话，也动不了，纯净的眼睛弯了弯，丝毫没有责怪他人的意思。裴景舟从怀里掏出一个药瓶，给孙御医看看。孙御医拔掉瓶塞，倒出些许药汁，闻了闻，又尝了尝。可以试一试。裴景鹏闻言，转眸望向旁边的青罗，他觉得自己活不过今日了，希望他的太子表哥可以帮自己照顾好青罗。我只负责他的安全，剩下你自己去做。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才为哥哥坚持这么一次。以后哥哥陪你捉鱼、踢藤球、摘果子，好不好？怎么就是哥哥了？江昭月、萧从北几人都听不懂裴景舟的话了。他缓缓张开嘴巴，裴景舟正要为裴景鹏喝下药汁。裴大人，你为大皇兄喝什么？解药。解药可以治好大皇兄。二殿下，可以一试。孙御医道。裴景舟挣开萧从北的手，快速将药汁倒进裴景鹏的口中。裴景鹏将药汁全部咽下，萧从北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。殿下，孙御医，脉象紊乱，气血翻涌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这解药药性极强，太子殿下身子太弱了，若是这一次挺过去了，脉象恢复，毒素即可清除。若是挺不过去呢？裴景舟等人都明白，若是挺不过去，那就没命了。殿下，小鹏，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！哥哥还没有带你走出皇宫，还没有看到你再次站起来，还没有看到你再次走路，还没有看到你考状元，还没有看到你娶妻，还没有看到你生个大胖闺女，你不能有事。萧从北本来就惊愕太子的情况，听到裴景舟的话，更是惊愕无比。他的目光缓缓从太子的脸颊上移向裴景舟。和太子同样的脸颊，却比太子刚毅、清冷、锐利，比太子更像父皇。
他心头大震。砰一声，卧房门被踹开，萧子南一身明黄色衣袍，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。萧从北愣住，江兆月、孙玉一大惊。二皇兄，虽然不容易，终究还是找到你了。三皇帝，你居然敢穿这种颜色的衣裳？啊，我做了很久了。啊，合身吧？你越矩了。那倒没有，这可是父皇允许的。不可能，你把父皇怎么了？萧子南却不回答，目光缓缓地转向床上，看到裴景周怀里的太子满脸是血，半只脚迈进了鬼门关，先是一愣，紧跟着有一种天助我也的激动。他当即抬手指着萧从北，也不喊二皇兄了，直接指责：萧从北，你居然伙同镇国公府谋害太子！三皇帝，你来人，把萧从北、裴景周一众人拿下！乖乖，我只是来给太子看病，居然遇到这样兄弟厮杀的事情，我这条老命恐怕保不住了。这里是东宫，谁敢造次？抓你们这些乱臣叛贼，天经地义。哪知道这时候卧房外传来一阵阵整齐的脚步声。萧子南，你把东宫包围了。是啊，所以你们逃不掉的。萧子南，你这是公然谋反！统统抓起来！是，谁敢？裴大人啊，太子殿下死了吗？你死了，太子殿下都不会死。大胆逆贼，敢对三殿下啊！裴景周，你敢在本殿下面前动手？裴静！砰的一声，裴静跃窗进来，紧跟着一个个银盔侍卫跃进来，将裴景周等人护起来。银盔侍卫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，能力远远超过宫中侍卫，只听命于皇上和太子。皇上生死未卜，太子也是生死不知，银盔侍卫怎么会听命裴景周呢？你怎么可以指挥银盔侍卫？你们镇国公府有不臣之心！你萧子南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？什么可能？其实我并非镇国公府二公子。你不是镇国公府二公子，那你是谁？大晋皇太子萧绎。江兆月忽然想到进宫时车夫喊一声殿下，接着顺畅的进宫进东宫，再接着裴景周对着太子殿下自称哥哥，处处都透着诡异，只是他来不及询问。只是裴景周怎么会是太子呢？书上都没有写啊！不可能！你若是皇太子萧绎，那他是谁？他就是镇国公府二公子裴景鹏。胡说！裴景鹏是你，裴景周也是你。当年你大病一场，差点挺不过来，算命先生说裴景鹏需要换名换命，所以之后你叫裴景周这个名字了。姑就是那个算命先生，故意那样说。当年中毒的是母后和小鹏。怎么可能？石贵妃、陈国公府和石大将军千算万算，算漏了姑和小鹏的调皮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当年姑读书累了，和小鹏互换衣裳玩耍，然后你们小时候又长得很像。没错。所以母妃、外祖父、舅舅他们一直都误以为中毒的是裴景周。从头到尾都没事。没错。到了镇国公府，所谓的生病也只是为了以后性情大变做铺垫。元后是元后在弥留之际用感情向父皇有了承诺，保住镇国公府，治疗裴景鹏，把你送出宫去，就是想有朝一日让你重返东宫。你说的没错，姑不想占用小鹏的名字，就给自己重新取一个名字周，一直用镇国公府二公子的身份活着。所以你就是萧绎。是，姑就是萧绎。萧绎，你和你死去的母后果然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心狠手辣。比不上你和石家人恶毒。你们把裴景鹏推到台面上，让我们都误以为太子殿下没有希望了，放松对太子殿下的警惕，误导我们一直针对二皇兄，一直以为镇国公府会帮助二皇兄，让我和二皇兄明争暗斗。而你，真正的皇太子，悠闲地坐在一旁观看。倒也没有悠闲。谁可以证明他是大晋真正的皇太子？朕可以证明。洪启帝一身整齐的龙袍出现，萧从北目瞪口呆地望着洪启帝。前几日他还突然就这般精神了。见过父皇。
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一哥儿，父皇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父皇，你无事？萧子南整个脑子都混乱了。来人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，带下去。是，父皇。父皇，你也一直在设计儿臣吗？你们杀皇后毒太子，眼中无君无亲，有何资格质问朕？他也是你偏袒元后和太子。从小到大，元后和太子的事都是事，我和母后做什么都得不到你的关怀。当真如此吗？元后和太子真心待朕，你们石氏一族仗着权势，处处掣肘朕。你们石氏一族仗着权势，处处掣肘朕，私交边境小国，私造兵器，侵吞赈灾粮款，欺压百姓。当真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朕是一国之君，也是人，也有很多力不能及之事。你作为皇子，不与朕共盼天下太平，却随石氏一族为非作歹。多亏太子暗中调查，个个击破，朕终于可以将你们斩草除根。父皇，你要将石氏一族斩草除根？带下去。是。小鹏，小鹏，你挺过来了。裴景鹏又转向裴景周，瞬间笑了，像是雨后的天空一般澄澈、清晰又温暖。父皇，好，换衣裳，跟朕去见群臣。是。来人，把这收拾一下。然后从裴景鹏的衣柜里选了一件绛紫色圆领蟒袍穿上。放心的待在这儿，我忙完就回来。江昭月点头，裴景周侧手唤：青罗，是。给太子妃安排一个卧房休息。是，殿下。再找2个周到的宫女伺候。奴婢遵命。辛苦。这是奴婢应该做的。有什么需要就和宫人说，裴静留下来给你使唤。不用，你那边。我这边已经没有危险了。好吧。那我走了。孙御医，麻烦你晚些回去，帮忙看一下裴二公子，奴婢一会儿就回来。孙御医亲眼目睹了皇家和镇国公府一场跌宕起伏的戏码，吓得不轻。就算他现在想离开这里，2条腿也不听使唤，当即点头。好好好。戚夫人，跟奴婢走吧。戚夫人，你先在这将就一下，稍后奴婢会和人送来换洗衣裳和吃食。江昭月点头，青罗行一礼，转身离开。江昭月在厢房里四周看了看，青罗很快就带着2个宫女过来，带来了新衣裳、吃食等等。戚夫人，裴二公子身边离不开人，你若是没有其他的吩咐，红草和红药在这伺候你，奴婢就先告退了。看得出来青罗对裴景鹏的不放心，江昭月便点头，青罗匆匆离开。红草和红药尽心尽力地伺候着，江昭月感受到宫女就是比镇国公府的丫鬟们服务好，她在心里给他们一个5星好评。戚夫人，多家公主求见。多家公主？是。请她进来。是。多家公主正好进来。公主，裴大人才是我大皇兄。你听说了？父皇已经公布了。裴大人怎么成我大皇兄的？我不知道。那假太子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因为我就是不知道啊。那你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媳妇儿吗？是我大皇兄的，还是裴景鹏的？我是和镇国公府2公子有婚约书的。多家公主点头。我上的也是镇国公府族谱的。对呀。我是镇国公府的嫡次媳。是啊。所以我应该是镇国公府2公子的媳妇。好像是这样。也就是裴景鹏的媳妇。好像是这个理儿。那你大皇兄算什么？大皇兄是替身。那我以后要跟裴景鹏过日子了？应该是吧。多家公主也搞不懂这复杂的关系了。怎么了？没有上了裴景周，真是亏大发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多家公主没有听清楚。可不能带坏小姑娘。没什么。你以后真的要和裴景鹏过日子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你待在东宫也挺好的。哪里好？虽然你自大、爱嘚瑟、爱臭美、没才华、没规矩、没能力，但是有一点点的有趣，还挺好玩的。只有一点点有趣吗？不然还有什么？我长得美呀。
哦，你大皇兄也这么说过。那你不能正经一点吗？哼，不能，气哭你们兄妹2个。我不管你了，你爱是谁的媳妇就是谁的，和我没关系。你跑过来是关心我呀？才不是，本公主走了。哼！多家公主哼一声离开了。真是个傲娇的小公主。旋即想到刚刚和多家公主的对话，后知后觉的感到心里闷闷的。她深呼吸几次，稍稍缓解。二爷，殿下，我先沐浴更衣。裴景舟进了隔间，出来换了清爽的衣裳，问江昭月：“用晚饭了吗？”“还没用。”“先用饭。”“好。”红草和红药闻言连忙摆饭，裴景舟和江昭月围坐在一起用饭。平时江昭月说个不停，今日却是从头到尾都是安静的。“怎么了？”“你去看裴景鹏了吗？”“看了。”“他情况还行。”“那他什么时候回郑国公府？”“身子痊愈后再回。”“到时候我是不是也跟着回去？”“你为什么要回去？”“我是郑国公府嫡次媳啊，入的是郑国公府的族谱，当然是郑国公府的嫡次媳。”“第一，你是和我有婚约；第二，你并没有入郑国公府的族谱，所以你是我裴景舟、萧绎、大晋皇太子的妻，清楚吗？”“不清楚。”裴景舟忍不住轻笑出声。“你笑什么？”裴景舟起身走进侧间，坐到软榻上。江昭月跟着进来，裴景舟睨他一眼：“笑你可爱，坐下说。”“哼！若我一直是太子，小鹏是郑国公府2公子，郑国公府是不会和成宁侯府联姻的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郑国公府需要日渐没落的样子。第一任郑国公是开国功臣，屡立战功。到了老郑国公时，儿媳妇是王氏，儿媳妇的亲姐姐是当今皇后，儿媳妇亲姐姐的儿子是当今皇太子。整个郑国公府太扎眼，不但遭人嫉妒，也让父皇忌惮。恰好这个时候，老郑国公打了一场败仗，朝中谴责之声四起，母后也受到了牵扯。三皇子萧子南的母妃石贵妃、舅舅程国公等人一直想要储君之位，他们趁机想要毒害我和母后，阴差阳错毒到了小鹏和母后。母后将计就计，把我推出了皇宫，向父皇要了一个承诺，也交代郑国公收敛锋芒。母后的先世太子中毒，一群人死亡，郑国公府跟着元气大伤。一切看似都跟着平静了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郑国公府本可以与将军之女、王爷之女等等联姻，但他们为了生存下去，老郑国公府和郑国公将裴大姑娘、裴二姑娘2个庶女嫁给了一般的小官。轮到裴景霄和我的婚事时，老郑国公身子不行，他没有给裴景霄选择合适的，先给我选择了名声不好的你。大哥是故意娶大嫂的？不是，他们是一见钟情。只是刚好大嫂身份不高，正合父亲的意思，所以郑国公府立马同意了。若郑国公府没有4面楚歌的话，大嫂是进不了郑国公府的。应该是。幸好幸好，难得看到裴景霄和张思音这么相爱的夫妻，还好2个人没有错过。江昭月望向裴景舟，所以名声很差的我是专门嫁给你，并不是嫁给裴景鹏。这也是郑国公府向众人表示，郑国公府没有野心，窝囊，外强中干。就不怕萧子南他们怀疑你们故意的？裴景霄断了一臂，残了双腿，而我走的是文职，明显不想上战场。这样的2个嫡子如何振兴郑国公府？那你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反败为胜的？裴景舟望着他，突然不说话。干什么？你不应该问问我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娶你的？肯定不是心甘情愿啊！你第一次亲我，满脸都是嫌弃。有吗？有，你到现在还不让我睡。我们不是一直都睡在一起吗？非要我说的那么直接吗？我说的是脱光了睡在一起，是可以睡出人命的那种睡，就是我们要不要说了，知道了。殿下，你耳尖红了哟。非要说出来吗？殿下是害羞了吗？你问我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害羞了。反败为胜的。殿下太容易害羞了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就说脱光了睡你吗？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破局，只是夫妻都要脱光了睡的，不然怎么？江昭月，2人各说各的，可裴景舟根本说不过江昭月。干什么呀？我们言归正传。我错了，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嫌弃你。还有呢？我们先言归正传，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，可好？好。那我们言归正传。我成了郑国公府2公子之后，并不知道如何重回东宫，是老郑国公告诉我先读书。于是我读了很多年的书，这些年我并没有见过父皇，
你是不是担心皇上忘了你？你也应该唤他父皇。哦，父皇，你接着说。不是叫我父皇，是叫殿下。你要是这样不正经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论荤素之言，裴景周暂时比不上江昭月。自古君王多薄幸，最是无情帝王家。我担心父皇忘了母后，忘了我。我不能以战功吸引他的注意，将镇国公府被针对，也不甘心一直被动，辜负母后的期望，所以我就选择了科举。还好我考上状元了，我见到了父皇，父皇一眼就认出了我。我终于和他说上话了，知道他虽为帝王，但有很多的无奈和无能为力。原来他一直期待着我回到东宫。你是怎么回去的？我做了吏部验封司。这个职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凡官员封爵，皆给告敕；凡官员因公而死者，皆赠给官衔，并因其子；凡士官皆世袭，给以号旨，即士官之职，并皇家后勤的意思，给有功之臣上后的。裴景周点头。啊，我以为你是位高权重的权臣呢。吏部验封司官职不大，但权力不小，涉及吏户、礼兵、刑、工6部，乃至整个朝堂。再加上我那时候有镇国公府皇上的看重，太子表哥做后盾，说是一个小小的权臣也不算过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你就是一边打杂，一边和大晋的旧臣打好关系。打杂？一个好好的吏部验封司被江昭月说成打杂，裴景周嘴角抽了抽。不仅打好了关系，也摸清了一些朝臣的人脉，收集一些朝臣的罪证。没人怀疑你吗？有人怀疑，不过我都化解掉了。而且镇国公府出武将，只有我一个文臣，他们和李伯年李大人一样，都认为我是功夫不行，所以靠关系进来，没什么大本事。你也尽量收起自己的本事。我都是和胡建之胡大人等一起做事，让外行人觉得我很厉害，内行人却认为我是蹭功劳，然后你就积累了很多人脉。没错，小鹏在东宫吸引着所有人的不善，我在镇国公府一边学习一边成长，直到小鹏身子受不住了，恰好解药也终于配出来了。我命人再次传出谣言，说二皇子萧从北觊觎皇位，三皇子萧子南自然而然地把矛头对准了萧从北，与萧从北较劲。我经常暗中帮助萧从北，让二人争斗下去。期间摸透了萧子南的底牌，暗中布局营救小鹏，让父皇装病，才有昨日的种种事情。江昭月总算知道所有事情了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你不是镇国公府二公子的媳妇儿，是我裴景周、萧绎大晋皇太子的妻，懂吗？懂。可是你应该娶个名声稍微好一点的媳妇儿。我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的名声很响亮啊。你的自私贪婪、愚蠢恶毒和朝臣比起来不值一提，他们都能享受荣华富贵，凭什么世人要完完全全的否定你？我那时候想的是好好对你，让你变得端庄娴雅，没想到江昭月的出格超乎人的想象，裴景周一度想要放弃了，好在他又观察他几日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惊喜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你这般与众不同。褒义还是贬义？自然是褒义。那怎么不见你夸我？没想到你这般聪慧过人，千娇百媚，宜晨宜喜，举手投足间自成明媚。殿下，你看书的时候学夸人啦。裴景周点头。专门夸我的。专门夸我的。是谁在花岗观雨，而我在看你。原有的花未如你，天作佳意，龙胆总相依。我就在断桥梦里等与你相遇。所以我不用回镇国公府了。不用。也不用浅浅的睡你，再深深的睡裴景鹏。说的什么话？就是和你睡素觉，什么都不做，以后和裴景鹏睡婚。不要瞎讲。以后就只睡你一个人，是不是？说话就不能正经点吗？不能。裴景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殿下，我们今日洞房吗？裴景周没有回答。又不动啊？太容易让你得逞了，以后你还会对我这么上心吗？会，当然会了。当真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你长得这么俊，身材那么好，还才华横溢，高贵矜持，又是大晋的储君。江昭月很为他骄傲。谁会对你不上心啊？裴景周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。来吧，洞房吧。你我怎么了？你就是个色欲熏心的女人。我都说了，得逞后我也会对你上心的。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
不待江兆月细想，就看到裴景舟转身朝一旁走。殿下，别唤我，不想搭理你。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生气了？你自己想。我想不到啊。你没有心。瞎讲，没心的是活不了的。不想搭理你。你去哪儿？沐浴。我们两个一起啊。你想得美。那我伺候你沐浴。少占我便宜。可是我还没有沐浴呢。你等会儿再沐浴。那我不沐浴了，一会儿睡觉的时候我臭死你。又色又坏的女人。殿下，我好几日都没有搂着你睡觉了，好想你啊。好几日？好几日。几日？几日？我问你。10日。裴景舟脸色不好看。9日。江兆月真的没有记这个。裴景舟深呼吸，平复情绪。8日，肯定是8日。是7日。才7日吗？我怎么觉得8、9、10日了呢？一定是我太想你了，所以觉得一日有2日那么长。你推我干什么呀？没心的女人竟会说甜言蜜语。殿下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你没有心。我有的。别搂着我。就搂。起开。不起。我生气了。我哄哄你啊。不要你哄。我不嘛，我就要哄你。裴景舟又轻轻地把江兆月推开，江兆月就钻到裴景舟怀里，裴景舟再推，江兆月再钻，两个人在床上就折腾起来。红草和红药看太子和太子妃厢房里灯还亮着，二人担心他们要吃宵夜，一起走到厢房门口候着。忽然听到里面扑通吱呀的响声，像是床上激烈的太子殿下这么生猛的吗？太子妃承受得住吗？二人脸上不由得一红，赶紧远离厢房，又不敢太远离，免得太子和太子妃叫水。江兆月并不知道宫女这般想象。殿下，不要生气嘛！殿下，你笑了？没有。你笑了，我刚刚听到笑声。你听错了。不可能。你真的听错了。绝不可能。来，再笑一声。不笑。江兆月直接挠裴景舟痒痒。这下笑了。是你闹的。你答应过的，等我右脚好了就洞房，结果你食言。我说等你右脚好了就洞房，可我没说是哪一天呢。你居然耍赖！跟你学的呀。我身上那么多优点你不学，偏偏学耍赖。因为你最会耍赖。好，你说我耍赖，那我就耍赖给你看看。好了，不闹了。明日一早还要早起呢。我也要早起吗？以后你就是东宫的女主人，理应熟悉东宫的一切。我还要去照看裴景鹏吗？你离他远一点。为什么？身为东宫女主人，照看宾客不是正常吗？你是太子妃。我知道啊。他不是你夫君，也不可能是。你是怕我看上他？一见美男眼睛就直，你看上谁都有可能。胡说，谁能美得过殿下？又说花言巧语。让他安静养2日，我们再搬进正房。好的。让他安静养2日，我们再搬进正房。好的。待到你我的服饰都做好了，我们再正式的拜见父皇和母后。还要再回郑国公府一趟吧？等小鹏子身体好了，我们和他一起回去。好。这些日子你就跟着云嬷嬷学习宫中礼仪和东宫事务。云嬷嬷？江兆月没见过。她是宫中的老嬷嬷，也是母后身边的嬷嬷。那她知道你的事吗？知道。好。真乖。就这样？你不做点别的？我这么一个大美人躺在你跟前，你都能忍住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江兆月忍不住吐槽，裴景舟却没有回应。江兆月等了一会儿，缓缓抬头，看到裴景舟睡着了。他忽然想到，昨晚有人影潜入凌华院，打晕香巧，想要把他带走，是他从天而降救了他。之后他跟着他进宫，路上睡了一会儿，可他一夜没有合眼，接着面对萧子楠等人，一直忙到晚上回来，一天一夜未眠，也可能好几日都没有睡觉了。他没有打扰他，挨着他躺下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他在香巧的呼唤声中醒来。参见太子妃。香巧？是。这里不是东宫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
太子殿下担心您在这儿待不习惯，特意让裴静将奴婢带来伺候太子妃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东宫发生的事情，郑国公府都知道了？奴婢也不知道。来的路上，裴静和奴婢说了一些，说咱们二爷是当今皇太子，你是皇太子妃，怎么就是太子了呢？那太子妃以后就住在这里了吗？对。可是奴婢都不懂宫中礼仪。我也不懂，一会儿有人来教。太子妃，云嬷嬷来了，让她进来。老奴云嬷嬷参见太子妃。云嬷嬷请起。太子殿下命奴婢来教太子妃礼仪。好，我先洗漱用饭。是，老奴在旁等着。红草，红药。太子妃，你是东宫的女主子，喊人这种事情交给宫人就行，不必亲自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子妃，你是主子，老奴是宫人，你不必向老奴交代，你知道与否？太子妃。红草和红药端水进来。我都没有说要水，你们就端来了，真有眼力劲啊！太子妃，你是主子，应该不苟言笑。服侍我洗漱。是。香巧赶紧上前，心里太过害怕和紧张，一不小心撞到了衣架。没事，捡起来就行了。太子妃，赏罚分明，才能管教好后宅。云嬷嬷。是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老奴不敢。那你一进门就挑刺儿，是为什么？老奴并非挑刺，只是讲规矩。规矩？你一个宫人在主子说话之时随意插话，是哪来的规矩？太子妃，老奴进门便言明目的，自然从进门开始教规矩。进门就打量主子是规矩吗？进门就打断主子洗漱是规矩吗？进门就三番两次插话是规矩吗？主子指出你的不是，非但不承认，还一再反驳，是规矩吗？我若是学了你这样的规矩，去见命妇、公主、母后或者父皇，我这个太子妃还要不要当了？原以为江兆月空有美貌，没想到居然这般有脑子。太子妃，是老奴失礼。那就出去站半个时辰。云嬷嬷很多年没有受到处罚，不由得一愣。怎么，我不可以处罚你？老奴认罚。江兆月穿了衣裳，净了手和面，梳了头，用了早饭，差不多过去了半个时辰。他走出厢房，云嬷嬷还在笔直地站在院中。时辰到了。是，太子妃。带我逛一逛东宫吧，熟悉一下东宫。是，太子妃请。江兆月跟着云嬷嬷走着，云嬷嬷受罚是受罚了，却没有埋怨的样子，依旧按职责办事，向江兆月介绍东宫分前、中、后3个区域。太子妃要去前宫、中宫看看吗？可以去吗？了解一下布局可以。那就看看吧。是。江兆月花了一上午，将东宫的前宫和中宫的轮廓熟悉了。太子妃喝些水。云嬷嬷、红草、红药，你们也下去休息一下。太子妃，红草和红药该摆饭了。等会儿再摆，你们先下去休息一会儿。怎么，这也不合规？合的，老奴退下。红草和红药跟着下去，见人都走光了，江兆月也让香巧坐下来休息休息。太子妃要写诗？写诗是不可能写诗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写诗的。我把东宫地形图画一画。太子殿下应该有东宫舆图吧？我画一遍，印象深刻嘛。画好了之后，他用了晚饭，又喊云嬷嬷了解宫中礼仪。云嬷嬷笔直的站立，说了一堆，大有拿捏江兆月的意思。云嬷嬷，不要动不动就试探我，否则我有100种理由罚到你站不住。太子妃，老奴不敢，老奴只是听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是你夫君还是我夫君？云嬷嬷连忙下跪。自然是太子妃的夫君。既然如此，在我和你之间，他觉得谁重要？自然是太子妃重要。既然如此，出了事儿我无事，你可能就是卷铺盖卷走人了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出于效忠延后娘娘，还是遗憾太子殿下娶了我这样的女子，你都要接受事实。你要么好好教我，祈求我和太子殿下和和美美下去，要么蛰伏起来，某一日忽然将我从太子妃位上踹走。否则，你这样拿捏、难为、试探我，只是满足你所谓的效忠，对元后太子殿下没有任何好处。哎呀，想不到江兆月知道这些。毕竟我和时下的贵妇都不一样，我要是闹起来，太子殿下就是后宅不宁。哼，来吧，云嬷嬷，继续讲公规。云嬷嬷忽然想到了皇上说熹夫人率性真诚，品德高尚，聪慧过人。她暂时看不出来江兆月的品德，却感受到江兆月率性真诚和聪明的有点点过人。她突然讨厌不起来江兆月了。
现下他居然觉得江兆月格外的可爱。哎呀，简直要了老命了！他赶紧把这奇奇怪怪的想法抛弃掉，认真的给江兆月说空中规矩。说到江静亥时，好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。若太子妃无事，老奴先告辞。明日晚些来，趁着如今不用给母后请安，我睡睡懒觉，以后就睡不到了。我是私下里伸懒腰，人多的时候我可是端庄娴雅的。你去休息吧。请安。殿下，殿下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现在成什么样子？下来。不要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好想你啊！好久没见你了，好想你啊！好久10日。算你有心。下来，去穿衣裳。不下。不下来怎么穿衣裳啊？你抱我去穿。一会儿去顺宁宫也要我抱着你去吗？去顺宁宫，母后的寝宫。丑媳妇要见真正的公婆了。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丑媳妇换成美媳妇。我要是不换呢？那我就轻哭你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呢？要不要试试看？江兆月说着，就在裴景州脸上吧唧一口，裴景州顿时下腹一阵燥热。江兆月感受到裴景州那个位置他有了变化，他笑了。殿下果然好强壮呀！快穿衣裳，我们去顺宁宫，不能让父皇和母后等着了。那你……红草红药。不等江兆月说话，裴景州把二人喊来。江兆月不好再调戏裴景州了，便老老实实穿衣洗漱。裴景州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可那个位置他还没有消下去。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在江兆月面前越来越弱了。走吧。紧张吗？不紧张。不紧张。我这些日子跟着云嬷嬷学了很多规矩，艺高底气足。颜之一怎么在这儿？旁边的女子是谁？母后是颜之一的姑母。什么？皇后是颜之一的姑母？书上没写啊。不对，是书上还没有写到。旁边的女子是颜之一的堂妹颜满意。他们都未婚？那他们是冲着你来的？什么意思？给你当妾呀。别胡说。不必多礼，快起来。父皇母后，这些日子俗事缠身，这么晚带赵月一起来请安，还请父皇母后莫怪。你们的忙碌朕都看在眼里呢。谢父皇关心。坐下吧。是。这些日子在东宫住的习惯吗？回母后，一切都好。你小时候在东宫住过2年，应该有熟悉感的。倒是太子妃习惯吗？回母后，太子殿下习惯的地方，儿媳就习惯。这么懂事的话，是江兆月说的吗？江兆月端坐着，一副端庄娴雅的样子。裴景州知道他是装的，压了压嘴角，才压住笑意。是吗？是，母后。可前些日子，本宫派宫人去看裴二公子的病情，空人回来说，太子妃一大早便罚云嬷嬷在院中站了半个时辰，有这么回事吗？事情都过去10多日了，皇后居然还记得。回母后，有的。云嬷嬷可是元后跟着的嬷嬷，做事向来谨慎，你怎么刚到宫中就处罚她呢？母后，云嬷嬷做错事了。哦，云嬷嬷做错了什么？云嬷嬷教儿媳宫规，可云嬷嬷在东宫当家当久了，忘记自己再厉害都是奴婢，不应该对我指手画脚。儿媳就用学到的宫规罚她出去站半个时辰醒醒脑。母后，儿媳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，儿媳做错了吧？爸，左右也不宜上来就为难江兆月。爸，左右也不宜上来就为难江兆月，也是为了别的事而提这事儿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你做的没有错，谢母后谅解。你很会御下，只是你久居宫外，不知东宫事务繁忙，难免有疏忽。不若本宫给你安排2个人，好好协助你，也能更好的伺候太子。想到以后可以和太子殿下这等金贵英俊之人琴瑟和谐，他就忍不住兴奋开心。赵月可好？好啊，多谢母后。这个坏女人，果然只馋我的身子，一点都不在意我有别的女人。愚蠢的坏女人！哼，这个江兆月果然愚蠢至极。那我若是进了东宫，轻轻松松就能把江兆月玩死，
凭我的家世和皇后姑母的帮助，太子妃之位岂不是唾手可得？正好东宫缺洒扫宫女4个，针线宫女3个，跑腿宫女2个，洗衣宫女2个。母后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再安排4、5个小太监？皇后闻言，笑容慢慢僵住。颜之一吃惊，颜曼依错愕地望着江昭月，想不通江昭月脑子怎么长的。多家公主和惠贵妃愣了一下，接着眼唇偷笑。裴景舟吃惊地望着江昭月，母后，我要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这个江昭月到底是真愚蠢还是假愚蠢？自然不多。皇后立刻忘掉自己今日的目的，决定从长计议。是本宫疏忽，竟然忘了东宫缺人。一会儿本宫就让内务司给你拨些机灵能干的。太好了，这样的话就有人好好协助儿媳，更好的伺候太子殿下了。多谢母后。这是本宫应该做的。太子妃坐下吧。是母后。你从前没有在宫中待过，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来找本宫就是了。是母后。早些为皇家开枝散叶。江昭月猛点头。皇后忽然觉得自己说到江昭月的心坎上了，顿觉不适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可以用膳了。难得有空闲，就一起用膳吧。是。江昭月依旧稳稳地守着规矩，直到饭菜撤了，漱了口，喝了茶，他得了洪启帝皇后的赏赐，这场请安总算可以结束了。殿下，周围没有人了吧？什么人？父皇和母后的人。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就回答，有没有他们的人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哼，以防万一，回去再说。裴景舟拧眉。江昭月跟着裴景舟一进东宫厢房，整个人一下泄了力，往软榻上一倒。亲娘嘞，累死我了。有这么累吗？累，快累死了。那就歇一歇。还有力气说事吗？累，快累死了。那就歇一歇。还有力气说事吗？说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说回去再说吗？说什么？亲娘嘞，累死我了。就这？就这啊。你刚刚……我本来想出了顺宁宫就放松下来的，可我怕四周看起来没有父皇和母后的人，暗地里有。一旦他们发现我的端庄都是装出来的，岂不是给你丢脸了？所以你学这些宫规是为了我的面子？不然呢？裴景舟心头的甜意都快溢出来了。辛苦你了。老辛苦了。想要什么？送你。真的？不过先回答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母后说的话你听懂了吗？给你纳妾的事。所以你是听懂了，故意曲解的？是啊。那你听到母后说的话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母后要给我纳妾，你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没感觉？你们男人不都是妻妾成群吗？我不止一次说过，我不会纳妾，不会抬同房，不会养外室，不会逛青楼。你不信我？那时候你是裴二公子，可以信。可你如今是大晋的太子殿下，怎么可能没有错妃啊、良娣啊什么的？我是大晋太子，就不是裴景舟了吗？是啊。江昭月，你究竟把我当什么？当夫君啊。就你这样。殿下，太子妃严二姑娘和严三姑娘求见。不见。裴景舟心里烦躁的不行。殿下，你生气了？没有。你都发脾气了。我没有。那你怎么不见严家两位姑娘？不想见。兴许他们有重要的事情。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万一他们找我呢？找你干什么？你们之间有什么好聊的？可是你说不见，他们肯定认为是我霸占你，不许你见别的女人。那又如何？他们会说我善妒。你哪里善妒？你分明大方得很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夫君送出去。我有吗？母后要给我纳妾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还不是大方吗？你哪里善妒？你分明大方得很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夫君送出去。我有吗？母后要给我纳妾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还不是大方吗？因为我知道这是你以后肯定会走的路。我说过我不会。说话就是上下嘴皮子碰一碰的事，有什么难的？世间多少男子浓情蜜一时，恨不得山崩地裂海枯石烂；薄情寡义时，一个个嘴就跟淬了毒一样，恨不得毒死面前的女人。我是那样人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这么不信任我？这和信任无关。那和什么有关系？人生很长，未来充满变数。
人生也很短，时时充满变数。我们享受线下，不好吗？这就是你不付出真心的原因？什么真心？对我的真心。我对殿下一直真心真意。真心真意缠我身子是吧？你要说这么直白，也对。等你得到我了，或者得到一个孩子了，就去父留子，随意把我扔给一个女人，每日逍遥快活是吧？等你得到我了，或者得到一个孩子了，就去父留子，随意把我扔给一个女人，每日逍遥快活是吧？裴景舟觉得江昭月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，江昭月也觉得自己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，他反驳不了。殿下，你又要忙了。是，我要忙了。裴景舟大步走出厢房，去中宫忙着朝中的事，忙到傍晚才回来，下意识地朝厢房走，可想到江昭月对自己的不在意，他转了步子，走向正房。参见殿下。二公子在睡吗？回殿下，二公子刚刚醒了，青罗正在里面伺候。见过殿下。今日感觉怎么样？我今日出去晒太阳了。什么时候？你和表嫂去顺宁宫的时候，太阳刚刚冒出头，青罗背我出去了，也就晒了1刻钟。青罗说我太久没有出门，不能待太久。什么感觉？感觉一切都很新，很美妙。等你养好了身子，可以日日出门。不过过些日子我就可以回府了吧？可以，到时候我送你回府。不知道父亲、母亲、大哥他们还认不认得我？太子表哥，我没有怨你的意思。镇国公府是因为你、姨母和大晋百姓而存在，我能够以微薄之力为你、为姨母、为大晋做些事儿，我很开心。你怎么还可以这样乐观，是吗？裴景舟点头。因为青罗啊，他虽然只是一个宫婢，也不认识几个字，但他知道做自己不后悔的事情。他努力做事是想多赚些银子，他多认识几个人是想找妹妹，他照顾我是想要我活下去，他很努力做这些。我和他说，可能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回报，他说做就有回报的可能，不做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他不想等到死了老了会后悔活着的时候没有用力活着。就像我和他之间，谁都知道我是镇国公府裴二公子，他是小小的宫婢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但我还是高高兴兴的和他在一起，乐观的去争取。若是有未来那是最好，若是没有，我和他有了一段最美好最珍贵的回忆。裴景舟心头为之一震，明明和江昭月不相干的事儿，他拐着弯的想到了他。他认为他妻妾成群是正常，他只是嘴上说不纳妾，暂时也没有纳妾。看来应该向小凤学习，好好的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尽最大能力和对方在一起。你好好养身子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好。殿下，今日洞房吗？你说什么？今日洞房吗？你说什么？今日洞房吗？你是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哼，你故意的吧？故意什么？故意在今日提出洞房。今日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来大姨妈了，回水啊。回水？那难不成你想玩碧血洗银枪？我可不玩那个，会生病的。裴景舟忽然明白江昭月开了黄腔，脸唰的一下就通红，旋即道：别乱说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就说是不是故意的？真不是。累吧？累。那就好好休息。不想休息。你想干嘛？我要非礼你。什么？谁让你这个时候缠我的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管，我就要非礼你。进去。进哪儿？静室。江昭月硬是把裴景舟推进了静室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你要干什么？打光你！不要闹！就闹！昭月，别闹！就闹！静室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窸窸窣窣的声响和裴景舟无法克制的闷哼声。江昭月，干什么？裴景舟说不出来话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殿下，舒服吗？你住手！殿下，好生强壮啊！闭嘴！殿下，这里好生……闭嘴！闭嘴！殿下，这里好生……闭嘴！静室里闹腾了好一阵子，又传来水声，
然后室门打开，江兆月一脸满足地从里面走出来，自自然然地坐到软榻上，回想裴景舟一丝不挂的模样，想要又克制的模样，克制不住释放出来的模样。美男就是美男，尤其是清冷金贵近义的美男，在那种世界上都俊得喘得让人迷失心智。哎呀，可惜大姨妈来了，不然可以深深的感受一下。不过线下也是美味的。殿下，你哪学的那些花招？舒服吗？问你哪学来的？画本子上写的呀。还有小黄漫上。哪本画本子？你要干什么？姑要疯了他。裴景舟向来都是占主导地位，可刚刚在进室，他被江兆月玩弄在手掌之间，根本逃不掉。那不行，你疯了他，我从哪里学知识啊？你都学坏了。学坏了吗？有没有可能我本着挺坏的？简直就是登兔子。干什么？身子不舒服就早些睡觉，不要看账本。殿下心疼我呀。是啊。殿下待我真好。知道我对你好就对我好点。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啊？熟悉吗？好像我说出来的话。你拿我说过的话对付我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过你得付我使用金。什么使用金？裴景舟躺在床边，江兆月忽然起身，对着裴景舟嘴巴吧唧一口，然后躺下，笑着道：使用金结清了。使用金会不会太少了？少吗？我多给你点。你进步好快呀！什么？上次亲的时候你还没有这么厉害。说是不是在梦里偷偷亲了我很多次？乱讲。所以你是第一次了？什么第一次？就刚刚在进室。裴景舟想到进室的失态，不想和你说。就是第一次，不然不会这么快就出来。裴景舟脸一黑，一把将江兆月推开。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不睡。睡觉。不许笑，睡觉。睡不着呀。硬睡。硬睡也睡不着啊！你给我讲故事吧。我给你背书。裴景舟当真毫无情绪地背起知乎者也。江兆月反抗了2下，反抗不了，真的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他早早的醒来，去顺宁宫给皇后请安。太子妃，昨日智一和曼一去东宫给你请安，你怎么将他们赶了出来？严二姑娘和严三姑娘昨日去东宫了。昨日什么时候去的？太子妃不知道吗？儿媳昨日一直在后宅，并不知道这事儿啊。严二姑娘、严三姑娘，你们昨日去东宫是给我请安的吗？自然不是，皇太子的妾室，未来是嫔妃、贵妃，可能还是皇后。姑母不就是在元后宫室了，晋升为当今皇后娘娘的吗？哼，这么着，在这儿拿太子妃架子。太子妃，我和二堂姐自小认识太子殿下，久未见面，自然需要去给太子殿下请安，也给太子妃请安。哦，你们是给殿下请安的呀？那宫人传话应该传到殿下那里了。恰好殿下在忙，所以拒绝见你们了。母后，殿下近来忙碌异常，儿媳常常一整日都见不到他，更别说严二姑娘和严三姑娘了。母后，你别怪殿下呀！母后，你别怪殿下呀，他也是为江山设计。什么话？好好的说后宅之事，怎么扯到太子殿下身上了？明明是江兆月的错，怎么怪到太子殿下身上了？谁敢怪太子殿下？太子妃是东宫后宅之主，接待宾客应该稍加留心吧。我是东宫后宅之主，殿下是东宫之主，就算我留心了，我也得听他的呀。殿下说不见谁，我也得遵命。太子妃说的没错，只是有些事是忙不完的，太子应该适当休息，关注些别的事情，比如后宅之事，太子妃得为他安排一二。母后说的是，如今太子跟前只有你一个人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
难免孤单了些。母后说的是，儿媳一定和殿下多多努力。天心人而已，太子妃和太子努力什么？这事儿不需要你们努力。需要的，孩子没有那么容易生下来。好好的说纳妾，怎么又说生孩子了？这个江兆月到底能不能听懂人话？这江兆月脑子里想什么？别人给太子塞人，他把人当工人；别人说他这个太子妃失职，他把错误推到太子身上；别人说纳妾，他说生孩子，永远都在跑偏，偏偏跑的让人觉得合情合理。哇，多么独特的女子啊！难怪裴景舟会被深深的吸引着。母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太子妃说的对，本宫有些累了，你也回去吧。是，那母后好好休息，儿媳告辞。皇后摆手，江兆月带着香巧和红草离开。姑母，你看看江兆月这种听不懂话外音的人，怎么能当太子妃？他并非听不懂吧？那他在干什么？装傻吗？可能。装傻一时，能装傻一辈子吗？最后东宫还不是要进娶一堆女人？我看他就是传闻中的愚蠢。曼依，不要这样评价人。哎，姑母，你怎么就这样让他走了呀？本宫和他说话太费劲了。那侄女儿，既然他什么都听太子的，那你们就从太子下手，多和太子亲近亲近。我也好在皇上面前说一说，回头让皇上直接做主，就不要管江兆月了。谢姑母。智一，你怎么想？颜志一心悦裴景舟，至今无法放下。可他清楚地看出来，裴景舟眼里只有江兆月一人，他很痛苦，也很纠结。抬眸望向皇后，温柔唤：“姑母，你和曼依至少有一个人进东宫。”姑母，我恐怕不行。你和太子有感情，更易进东宫。太子殿下只喜欢太子妃。只？哼，放眼整个大晋，有男人只喜欢一个女人吗？哼，放眼整个大晋，有男人只喜欢一个女人吗？皇上对元后多么深情，为了娶元后闹过、哭过，甚至不想当皇帝了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他有了贵妃、妃、嫔等等女人，没有护住他，差点折了他唯一的儿子。不要要求男人专一，也不要相信男人会专一。江兆月也就风光这一时，指不定以后会有多少落魄呢。你不进太子的后宫，别的女人也会进，不是吗？去试一试，为了自己心里那点感情，为了荣华富贵，也为了严家的未来。可我尽力而为，失败了，姑母也不会怪你。颜曼依闻言，恶狠狠地瞪了颜之一一眼，然后在心里埋怨皇后偏心偏到京城外了。是呀，二堂姐，颜家把我们养那么大，我们应该回报的。不错，曼依说的很有道理。过几日恰好是你的生辰宴，本宫就在顺宁宫为你庆祝一番。到时候你把太子也邀请过来，你和曼依两人要把握一下机会。是。唉，姑母，怎么了？你们在东宫吃了闭门羹，本宫本想借此机会敲打江兆月一番，结果被他东拉西扯的就给忘记了，就这么让他轻易的回去了。可能太子殿下不想见我们，与太子妃无关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小时候我们和景舟哥哥关系那么好。你也说了，那是小时候。二堂姐，你这样为江兆月说话，是忘了他抢了你的心上人吗？三堂妹，我和太子殿下自小认识不错，但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友人之情。我和他一没有私定终身，二无媒妁之约，何来心上人之说？你莫要凭空捏造。你好了，曼依，你说话向来随心所欲，以后多多注意，向你二堂姐学习学习。会睡第二日，感觉累累的，我要回去睡一睡。奴婢给你弄个汤婆子捂捂吧。不用，我睡一睡，明日就好了。你以后癸水来的时候就少当一日值。啊？不扣你月钱。谢太子妃。晚上裴景舟回来，他软软的靠在他身上撒娇。殿下。裴景舟坐在床上，一手翻看着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画本子，一手搂着他的腰。看好，别摔着。刚刚母后说3日后
严二姑娘生辰宴要在顺宁宫办。送什么生辰礼啊？你随意。她可是你的小青梅，你肯定知道她喜欢什么。吃醋了？嗯。假。我跟她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如今长大了，喜好都变了。你按照礼仪送些礼物即可。送什么呢？你喜欢什么？喜欢你。你要把我送给她？不要，你是我的男人，别的女人休想染指一根发丝。裴景舟点了点画本子，江兆月探手去看，上面清晰的写着：你是我的女人，别的男人休想染指一根发丝。哼，真过分！这画本子里的人模仿我说话，烂书，不看了，我们睡觉。裴景舟笑了笑，也不和他计较，顺着他的意思躺下来，听他叽叽喳喳说着日常的点点滴滴，然后看着他睡着。3日之后，他和裴景舟一起来到顺宁宫。景舟哥哥，严三姑娘，以后请称呼我殿下。景舟哥哥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我的妈呀，好茶呀！江兆月看不下去了，想要走，手却忽然被抓住。干什么？你去哪儿？去给母后行礼。一起。严三姑娘有话和你说呢。你做错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？哼，景舟哥哥。裴静。是。把严三姑娘送进宫侍局。严三姑娘，走吧。皇后和严志一察觉到这里情况不对劲儿，一起走了过来。太子、太子妃不必多礼，这是怎么了？母后可以问问严三姑娘。曼依，姑母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回事？姑母，景舟哥他殿下要送侄女儿去宫侍局，侄女失礼了，侄女失礼了。失什么礼？侄女喊太子殿下为景舟哥哥。太子，是这个原因吗？曼依，说实话。太子殿下让侄女喊殿下，侄女又喊了景舟哥哥，所以……母后，你说儿子送他去宫侍局，对吗？裴景舟恢复皇太子身份1个多月，洪启帝每日都将他带在身边，见使臣，见朝臣，处理国家大事，就是要给裴景舟树立皇太子的威严，让所有人都认可并且服从裴景舟这个皇太子。可是严曼依这个蠢货居然在裴景舟明确殿下这个称呼之下，还喊景舟哥哥，这不是挑战皇太子的威严吗？愚蠢至极！太子，曼依不懂事。喊一声殿下是很难懂的一件事情吗？需要熟读4书5经之后才会喊。江昭月闻言抿嘴，让自己不要笑出来。今日是志一的生辰，大家都欢欢乐乐的，不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母后是这样处事的吗？照母后这么说，元宵节、龙抬头、寒食节、清明节，一直到除夕，还有父皇生辰、母后生辰、儿臣生辰、太子妃生辰、二皇帝生辰、二皇弟妹生辰、多家生辰等等，全部加在一起，1年365日，每一日都有各种名目，是不是可以把所有遇到的事情都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？皇后招架不住，她也不敢太得罪皇太子，免得皇上动怒，对她对严家都不是好事儿。太子说的是本宫一时没想通，好在太子提醒了。没错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曼依做的不对，就应该得到惩罚。于嬷嬷带三姑娘去宫侍局。啊，姑母，我不想去那里。这太子殿下，我错了，念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太子殿下。于嬷嬷带走。是皇后娘娘。严曼依呜呜地挣扎着，可她到底是后宅里养出来的娇女，根本没办法挣脱于嬷嬷的桎梏，就这样被带走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多谢你们过来，请进吧。这是给你的生辰礼，朱颜长似，头上花枝，岁岁年年。多谢太子妃用心，里面请。皇后走进戏园子里，江兆月和裴景舟跟着坐下。严之一忙了一会儿，坐到皇后跟前。之一，皇后唤一声，曼依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你一定要抓住太子，凑过来。严之一向皇后靠近，皇后小声在严之一耳边说话：姑母，这不行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没什么不行，只要你进了东宫，后面的一切姑母都会帮你料理的。可是太子殿下，他和一般男人不一样。世间男人都是一样。可是，你不要担心。姑母，你不是一直喜欢他吗？之一，姑母膝下无子女，
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来看待，真心希望你以后过得好。太子长得好，有能力，有责任感，没有比他更适合你的人了。颜之一直直望着皇后，心里一团乱麻。颜之一回答不上来。趁这个机会抓住自己的所爱，不好吗？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裴景舟正微微低头向江昭月介绍戏台上的人物。江昭月点头。哦，可是他们唱的是什么呀？你仔细听一听就听出来了。一个字拖那么长的音，我哪能听出来嘛？江昭月本来不爱听戏，总觉得磨磨唧唧耽误时间。经裴景舟一解说，他觉得格外有意思。裴景舟看他脸上浮出喜悦，便问：好听吗？好听，还好看。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回来。江昭月看戏台子上打斗看得津津有味，胡乱的点头。裴景舟便没说什么，抬步离开。皇后侧手望向颜之一：你也去吧。颜之一犹豫了一下，起身也出了戏园。一场戏曲结束了，又上一场。可江昭月刚刚喝了不少水，想要出宫，便对香巧说了：要不要和皇后娘娘说一声？她看戏看入迷，就不要打扰她了。出宫很快的，我们悄悄去，悄悄回来。那我们从这边走，打扰不到别人。江昭月跟着香巧悄悄出了院子。这时候天色已暗，两人抄近路走，走过一道月洞门，忽然听到颜之一的声音：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是太子殿下和颜二姑娘。看着纤细的颜之一一步步走向高大的裴景舟，心里突然就有些不舒服了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颜姑娘有什么事？太子殿下着急回戏园吗？太子妃还在那儿。太子殿下待太子妃真好。颜姑娘要说什么？太子殿下也能对我好一些吗？哪怕只有太子妃的一半也可以。你是何意？我想做太子殿下的侧妃，可以吗？女主要做侧妃？女主啊女主，你可是女主哎！你虽然是清纯小白花，有时候有些纠结，可你内心是有主意的人啊！怎么能自甘堕落，去做男配的妾室？颜之一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除了太子妃，我不会有其他女人了。太子殿下，放眼大境，大把有点权势的男人，个个都是妻妾成群。你是太子殿下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太子妃？我和那些男人不一样。皇上和姑母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我的人生不受他人左右。他们会针对太子妃。我不会让他们那样做的。你就那么喜欢太子妃？没错。你就那么喜欢太子妃？没错。你和他成婚未满半年，怎么？喜欢和时间无关。那和什么有关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了他，我好像有了活着的实感。我会和他斗嘴，会和他吵架，会和他抢一块点心，会和他争一个果子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看到他就很满足。江昭月一直都是缠裴景舟的身子，也不在意自己在裴景舟眼中就是一个色胆包天、无理取闹又多变的女人。没想到裴景舟，她有些迷糊了。我愿意做你的妾，你都不要。不要，之一，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我应该什么样子？赵月在成宁侯府的捧杀之下，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。你出身将军府，父亲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严将军，母亲也曾去战场救死扶伤。就算你不提枪杀敌，你不悬壶济世，你也比他的条件好得多。他尽量让自己过得好，你也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做妾有什么好？伺候男人有什么好？失去自我又有什么好？假如你的父亲严将军、母亲将军夫人、姑母皇后娘娘辜负皇上，千方百计地将你送进东宫后宅，那对我和赵月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后宅里不过是多一个我永远不会多看一眼的怨妇，可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侮辱，一种作践，一种糟蹋。你从小那么努力的读书、练琴、骑马、打猎，不是去给男人当妾的，是让你在艰难、黑暗、无助的时刻拥有向上的力量，带你走向光明。这些你都知道吗？颜之一一愣。世间女子本就不易，能够大放异彩的时候，就不要熄灭自己。颜之一有些动容，眼泪却继续流。可是你身负严家的责任是吗？颜之一惊讶于他都知道。严家有男人，他们比你高，比你壮，比你身子好，比你精力旺盛，他们有大把的时间练功读书，他们更应该尽自己所能，在大晋闯出一片天。若是闯出来，那是他们应得的；若是闯不出来，那是他们废物。
若你牺牲自己，强行将他们拉到不属于他们的位置上，且不论他们会不会记得你，你得知晓一点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你过好自己的一生，不给家族蒙羞就已经不错了。若你能够凭借自己的本事给家族带光彩，激励家人奋发图强，继而取得成果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太子殿，之一，看在过去的份上，我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这么多。希望你能够做到自重、自爱、自强，不然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裴景舟抬步朝戏园走，颜之一眼泪再次如雨一般落下，是羞愧，是解脱，也是开心。哭了许久，他倏地想起什么，猛地站起来，大步跑走。他去干什么？不会自寻短见吧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主仆二人悄悄跟上，猫在一棵大树后。颜之一跑到湖边，从袖中掏出一包东西，啪的一声扔进湖中，整个人都如释重负了。哎，太子妃，他扔的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清楚，好像是一包药粉。你看到了？没有，奴婢猜的。左右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，太子妃，他不是自尽，他朝戏园走了。那我们去出宫吧。是。太子妃，太子妃在这儿，快向太子殿下汇报，快！太子妃在这儿。江昭月和香巧一脸错愕之时，裴景舟像是一阵风一般刮过来，一把将江昭月搂进怀里。昭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受伤没有？吓到了没有？没有啊，宫房明亮又干净，怎么会受？宫房？你去宫房做什么？我看戏的时候水喝多了，出宫。出？大皇嫂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大皇兄回到戏园看不到你，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，又生气又着急，正到处找你。多加，没事就好。我们回去。生辰宴结束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裴景舟转身向皇后等人告辞，江昭月跟前行礼，接着跟裴景舟一起离开。皇后生气地望向颜之一，颜之一低头。颜之一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给太子下药？姑母，太子殿下是很好的人，我不能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对他。很好的人，他是很好的人。你知道他走进朝堂开始，借着6部官员之手杀了多少人吗？贪赃枉法、作奸犯科、草菅人命的，本就是该杀之人。那萧子南呢？萧子南是他同父异母的皇帝，石贵妃是他父亲的人。石家为大晋立过功劳，可是他是怎么做的？他从6岁就计划着复仇，如今把萧子南给软禁一辈子，将石贵妃毒死在牢狱中，把石家全部诛杀。他们先是害死元后，然后谋权篡位，这些事情放到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会比今日的惩罚轻。他离间萧从北和萧子南2人做山关虎斗，又怎么说？姑母好生奇怪，刚才还和侄女说太子殿下人长得好，有能力，有责任感，没有比他更合适我的人，现下又说他不是好人。既如此，姑母为何让侄女给坏人做妾？颜志一，姑母，颜家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这般没良心。颜志一，姑母，颜家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这般没良心。姑母，侄女并非没有良心，颜家一砖一瓦皆是先人用鲜血打下来的，行得正，站得直。侄女不想用下作手段污了他们的鲜血，侄女也相信颜家男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让颜家更上一层楼。就凭你那些不成器的哥哥弟弟们，玉不雕不成器，越是不成器，越是应该的用心去雕琢，而不是去设计太子殿下。啪的一声，皇后一巴掌甩到颜之一的脸上，颜之一应声摔趴在地上。颜家养了你这个白眼狼，不顾自己家族死活，一心为他人考虑，你给我滚！本宫倒是要看看，没有颜家助力，你能有什么好前程？滚！多谢姑母一直以来的疼爱，侄女铭记于心。颜之一缓缓起身，顶着红肿的脸颊，带着贴身丫鬟一步步离开顺宁宫。裴景舟这时候拉着江昭月回到东宫，一转头看到江昭月不停地挠脖子、胳膊和手。怎么了？痒。裴景舟掀起江昭月的宽袖，立时看到她白皙手臂上布满密密麻麻、大大小小的红疙瘩，触目惊心的。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去喊御医。牛御医很快来到。太子妃胳膊上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中毒了？毒？怎么会是毒啊？回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并非中毒，太子妃身上的大小疙瘩乃是蚊虫叮咬所致，并无大碍。蚊虫叮咬？蚊虫叮咬怎会如此严重？虽然夏季即将过去，但蚊虫猖獗，
想必太子妃去了草丛间或者湖水边之类的地方，碰到了蚊虫。不过太子殿下不必担心，卑职这儿有药膏，沐浴之后涂到患处，2、3日即可痊愈。有劳牛御医了。太子殿下抬举了，这是卑职应该做的。牛御医将药膏放下，行一礼，转身离开了。香巧，是。服侍太子妃沐浴。是。过来，我给你上药。香巧给我上药就行了。我给你上药。我不要你上药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看到我不美的地方。你们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看到我身上疙疙瘩瘩的，不喜欢我了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在意我的想法了？我就在意。其实我看过你不美的时候。什么时候？你睡觉的时候。我睡觉的时候怎么了？你睡觉说梦话。很多人都说梦话的。你打过呼。很多人都打呼的。你咬过被角，你还啃手指，可能是饿的吧？不可能。还流口水，是我给你擦干净的。裴锦州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有一次你边睡边……你再说，我跟你拼命！哼，上药。裴景州忍俊不禁，认认真真的给他上药。殿下，我想亲你了。给你亲。江兆月不客气的吻了上去，裴景州一下将他压到大银枕上，用力的回吻他。你的手可以先拿开吗？这么大的声音，香巧一会儿要进来了。哦，身上都上了药了，明日就能好很多了。还亲吗？不亲了。我要亲。听话。不听话。你去草丛和湖边干什么？做坏事了？你先说你干什么了？我去处理公务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遇到了严二姑娘。裴景州没有丝毫掩饰的说和严之一在月洞门的事儿。江兆月没想到他这么坦白，心里莫名的安定。回到戏园没有看到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，质问了母后。质问？你质问了母后？我以为他对你下手了，他希望严家再出一个皇后。再出一个皇后？那岂不是……你的意思是……严曼依、严志一都是想要成为皇后的人，我惩罚了严曼依，劝退了严志一，打破了他的计划。因为他狗急跳墙，立刻对你下手了，所以就质问他做了什么。哦，怪不得我从宫房出来，裴锦州吓得赶紧抱住我，好像我死里逃生一般。原来这中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可你如今刚刚恢复太子身份，地位还不稳，这样对他不好吧？地位还不稳？你还懂这个？别把我当傻子好不好？那你说说我地位怎么不稳的？古往今来，就算是太子，也有朝臣质疑他的能力，何况你是从国外回来的，更要立功、立威、立德，收拢人心，巩固地位，不是吗？裴景州眼中闪过惊讶。这时候你不宜树敌，应该和皇后讲好，把严家拉过来。你说的是对的。有，但是你忘了父皇尚在，他是大晋的天子，若是没有他的授意，我擅自去拉拢朝臣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心生忌惮。是，我很小的时候母后就说过，知道皇上是父皇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他是当今皇上，把握这个分寸才能走得更远。要是以后父皇让你拉拢严家，你会？不会。联姻是最快的拉拢方式，也是最懒的拉拢方式，同时也是潜藏危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以后你会受到严家的掣肘？父皇和石家就是一个例子。父皇借石家之势起来，登上帝位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动石家一分一毫，也酿成了母后去世的悲剧。我绝不会重蹈覆辙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哇，殿下，你好帅啊！这又是什么奇怪的夸奖？就是好生英俊，好生强大，好生牛。别想蒙混过关，你怎么跑到草丛或者湖边呢？是不是偷听我说话了？对，我就知道，你都听到什么了？江兆月把晚上之事全部都说了。看来严姑娘想开了。她想来通透，应该是在皇后等人的施压下一时糊涂，所以才做了错事。殿下，你真的那么喜欢我呀？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去沐浴更衣。别嘛，说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不说就不说，不给你嘚瑟的机会。哼！接下来几日，皇后都一副兴致不高的样子。呀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呀？嘿，不必得礼。好，刘嫂。今日感觉如何？
比昨日好，手指可以捏起花生，腿也有点感觉了。真的啊？公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太好了。表嫂，我想回镇国公府。听太子表哥说司雅斯竟长大了，我还多了一个弟弟叫恒哥。太子表哥说恒哥胖乎乎的，又调皮又可爱，我想他们。过几日我可以回去吗？这个得问一问殿下。问我什么？殿下，你今日怎么这么早回来？回来拿个东西。小鹏，今日感觉如何？感觉很好，手和腿都有了感觉。太子表哥，我想回镇国公府。把御医喊过来问一问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去？青罗，快去喊御医。是。青罗把裴景鹏交给裴景周，喊来了3个御医。3个御医挨个给裴景鹏把脉检查。裴景鹏不停地说自己这里也好了，那里也好了。3个御医一番商讨后，一致认为裴景鹏还需要再养5日。太子表哥，5日后我真的可以回镇国公府吗？到时候你们跟着一起回镇国公府，直到裴二公子痊愈。是。太子表哥，我5日后真的可以回镇国公府了。这5日你也要好好养身子。我会的。到时候我和你表嫂一起陪你回去。太子表哥这么忙，有空吗？有的。谢谢太子表哥，谢谢表嫂。青罗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很快的，马车出了皇宫，行了没一会儿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声传来，中间夹杂着羊肉汤，又香又浓的羊肉汤。烧饼，刚出炉的烧饼。豆腐，卖豆腐啦！人头攒动，欢声笑语，大人小孩比梦里面要清晰太多太多了。困于一方天地的裴景鹏，太久没看到这样鲜活的景象，一个没忍住，眼泪滚落下来。太子表哥，我没关系，想哭就哭吧。一个没忍住，眼泪滚落下来。太子表哥，我没关系，想哭就哭吧。我是高兴的。我知道，以后没有人可以困住你了，你可以日日看到人间烟火。裴景鹏点点头，继续看着窗外的热闹景象。如今终于回家了，他身子都有些发颤。殿下，到镇国公府了。接二公子下马车。是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妃。都起来吧，义父、义母，我把小鹏带回来了。父亲、母亲。小鹏，哎呦！义父、义母，小鹏身材很弱，不宜太耗神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什么都好。走，咱们进府。进府。二嫂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恒哥裴恒啊。恒哥？对，就是我呀。好好走路，小心摔着。我们还爬过树呀。我们还一起吃果果了呀。我都不记得了。不，你真不记得了。裴恒，太子殿下面前，你在做什么？不要怕，这里除了你二哥，就是二嫂最大，别人不敢对你怎么样的。裴茂坤一愣，王氏脸色顿时不太好看。可是二嫂你都不记得我了。谁说的？吴姐姐说的。我是这么说的。吴妹妹为何这么说？还不是五弟太烦人了。二嫂突然去了东宫，五弟找不到你，就天天来问我，一天要问10来遍，我太烦了，就生气的和他说不要想二嫂了，二嫂早就不记得他了。我不知道他一直记着这个事儿。怪不得裴恒上来就问二嫂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吴姐姐骗人，我不信吴姐姐，我要自己问二嫂，然后二嫂真的不记得我了。我记得你呀。你记得？那你怎么不说呀？你一直说话，我都没来得及说话啊。那你记得我了？记得的。二嫂记得我。我以为二嫂永远都不回来了。好啦，不哭了，好多人都看着呢。我还没有到6岁，
我还是小孩子，我哭一哭不羞的。就算你长到60岁，伤心难过哭一哭也不羞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二嫂，他是我亲二哥吗？江昭月点头。他怎么坐轮椅了？他被坏人下毒了。坏人该死。对，那他以后还能起来走路吗？还不知道，御医一直在给他治呢。亲二哥太可怜了，我以后要对他好好的。亲二哥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多谢五弟。不客气。青罗姑娘是哪里人？进宫当宫女多久了？不要怕，实话实说就行了啊。回国公夫人，奴婢是荆州人，进宫8年。进宫就伺候小鹏了吗？回国公夫人，进宫第2年，有幸到东宫打杂。打杂的？是。那怎么成了小鹏的贴身宫女了？回国公夫人，当时当值小宫女失职，奴婢就顶上了。那你挺有本事的呀。是啊，小鹏能够渐渐恢复，青罗功不可没。父皇大大褒奖，还了他卖身契约，赏了他银钱。如今他还待在小鹏身边，是小鹏的福气。没错，表嫂说的对，青罗待在我身边是我的福气，也是我的幸运。青罗姑娘，说了多少次，你早就不是宫女，不然啊，也不会让你同小鹏坐在一起。还有，以后不要老是奴婢的，你是有理，但捧高踩低的人会觉得你好欺负，这可不好。好久没睡到这里了，感觉还是很亲近的。我们是在这里成婚的，也应该在这里洞房。裴景舟有些羞赧地说出来，等着江昭月下一步动作。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江昭月有回应，低头一看，江昭月趴在他胸膛睡着了。真是，以前日日都问一句二爷今日洞房吗？夫君洞房吗？殿下今日要不要洞房？最近几天怎么都不说了？可是他低头看一看自己的那个位置，越来越不听话，越来越不受他控制。殿下，何事？公子吐血晕倒了。为什么会吐血晕倒？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因为青罗姑娘走了。走了？走哪去了？奴婢也不知道。红耀摇头，裴景舟不再多问，大步朝外走。青罗为什么会走？奴婢不知道。太子殿下让奴婢传授府里丫鬟照顾公子的经验，奴婢早起正教着，听到公子喊青罗，奴婢不知道青罗回来去哪儿了，就进去伺候公子洗漱。公子洗漱好了，还不见青罗姑娘回来，就很着急，然后看到鸡案上有一封书信，看了以后就吐了一口鲜血，紧接着就晕倒了。青罗是个聪明的，他听出来国公夫人唤青罗姑娘时阴阳怪气的。太子妃唤青罗姑娘，不仅给她抬身份，也是在旁敲侧击国公夫人。他又感谢又惶恐。太子妃言重了，青罗姑娘尽心尽力照顾小鹏，镇国公府无人敢看轻她，臣妇也是关心她，所以多问了几句。如此甚好，我刚刚也是骂捧高踩低的人，不是特指姨母。姨母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哦，不然小贝可就是不孝了。江昭月一副茶里茶气的样子，江昭月还是这么招人恨，一言一行都这么招人恨。太子妃误会了，臣妇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便好，那就用饭吧。大家动筷吧。过几日我们出府，先用饭啊。来，你也坐下来。奴婢不用。还说奴婢2字？我站着就可以了。来，坐下来。坐吧。快坐吧。裴景鹏用力拉他，青罗顺势坐了下来，可时不时还是能感受到王氏投来的目光，他忐忑不已。奴婢不识字，是御医说青罗姑娘留封书信就走了。知道了。江昭月快速朝外走。殿下，青罗真的走了。走了。咱们御医犬子如何了？王氏也是一脸担忧。太子殿下，国公爷，公子本来身子就弱，情绪不易大起大伏，刚刚焦急攻心，气血逆乱，所以吐了血，伤了身体。有没有大碍？若他能够像前几日那样平静积极的养身子，便无大碍。若是他情绪不高，或者情绪依旧起伏，身子便会很快坏下去。青罗，别走！小鹏，青罗，大哥，麻烦你问一下各个门子，可知道青罗何时出府，朝哪个方向走了？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裴思雅、裴思静，殿下，你们还记得青罗的模样吧？记得。现在就画下来，多画些出来，一会儿交给护院，让他们去找人。好。裴思雅和裴思静立刻朝东间去。3位御医，还请你们全力救治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姑就行了。
是。这个青罗太狠心了，说走就走，一点都不把我儿当回事儿。他就是太把小鹏当回事儿了，所以才离开。提姆，昨晚晚饭之后，你又对青罗做了什么？我没有伤害他，我也是为他好。我只是觉得青罗那个宫女，她不是宫女。就算她是宫女又如何？她不偷不抢，不骗不拐，她所拥有的都是靠着她辛勤的双手、善良的内心获得。她干净得很，高贵无比。一木，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母后教你的道理，你是不是都忘光了？我只是让人和他说，镇国公府是小鹏的家，这里的人可以更好的照顾好小鹏。你这是赶他走？她一个宫女，什么难听话没听过？就这句话，她就受不住了吗？母亲，别说她是一个宫女，就算她是一个乞丐，就凭她把二弟照顾得这么好，我们把她奉为座上宾都不为过。你呀，年纪越大越糊涂，以后怎么管好这一大家子？往后的日子，你就在松青堂歇着吧。你说什么？父亲说让母亲在松青堂歇着吧，父亲就是这样说的，对吧，父亲？对，恒格尔都能听懂这话，您也应该能懂。以后府里的事情就由世子夫人做主，钟姨娘、司雅、司静协助。那我呢？我做什么？你就踏踏实实享清福去吧。我们去青楼找吧。走。我穿这样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是女的哎。附近青楼里也有男人。哼，真有男人，好不好看？你看起来很兴奋。有吗？裴景舟哼一声，抬步向前走，扔下一句：“没我好看。”对，你最好看。心肝儿，心肝儿，乱叫什么？你就是我的心肝儿啊！我怎么了？一副登徒子的模样。等一下，青罗不认识我们了。青罗，参见。这里人多眼杂，不要行礼了，跟我们走。太子妃，民女不能跟你们走。我知道你在找你的妹妹。太子妃有线索？没有，但我会派人帮你找的。我也不确定，但我接到过村里人的口信，说我哥嫂已经把妹妹卖了。荆州靠近京城，妹妹可能和我是一样的遭遇，会辗转到京城，所以我先在人牙子那里询问。所以你女扮男装去青楼寻找，你从镇国公府离开，我们想着你肯定会先找妹妹，所以从人牙子那边找过来的。把画像给我们看看。青罗掏出画像，裴景舟看了一眼，打开箱门，叫来暗卫，让对方看一眼画像，便下令让他去寻找。暗卫记住了吗？裴景舟点头。这么厉害？不厉害怎么当暗卫啊？也是。多谢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出手帮忙。你要是感谢我们，不如现在就和我们回镇国公府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民女不会回镇国公府。就因为国公夫人？民女知道，民女身份低微，配不上公子。民女也没有想过攀附，只希望找到妹妹，此生和妹妹互相照顾。你就不管小鹏了？公子是镇国公府的陪二公子，有大把丫鬟和嬷嬷照顾，少民女一个，无足轻重。这是你的想法，小鹏可不是这么想的。看到你留的信，小鹏吐血晕倒了。昨晚3位御医给他把脉，都说他回到镇国公府之后脉搏都有力了，怎么会吐血？怎么会晕倒？现在怎么了？孔御医说，小鹏若是能够像之前一样养着，并没有什么大碍；若是情绪低落，身子会一点点的坏下去。他在昏迷之中一直喊着你的名字。他比你想象的更在意你。太子妃，求你带民女看一看公子。看一看之后呢？青罗一愣，你再走，他再吐血。我重复折腾几次，想让他早点进地府报道吗？可是你什么？我只是一介民女。小鹏在意这个吗？在意过这个吗？别让自卑蒙蔽双眼。小鹏说，你曾经说过，不想等到快死了、老了会后悔活着的时候，没有用力活着。除了用力活着之外，你不想用力幸福吗？对，要勇敢一点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请你们放心，这次回去，只要公子不赶我，我就不会再走。殿下。裴景舟顺着他的目光看到即将消失的鲜血。你和青罗一起去隐安院。不要，我要和你一起。他点了点头，让香乔等人送青罗去隐安院，他则带着江昭月来到马车房。出来吧。已经看到你流的血了。忽然，一个黑衣男人从马车下面飞出，手握匕首刺向裴景舟。小心！不过裴景舟也是练家子，当即从袖中掏出一颗核桃，随手一扔，狠狠地砸到黑衣男人的膝窝。好俊啊！你是何人？
不说什么？陈玄墨。江昭月突然试探着唤出一个名字，黑衣男人眸光一闪，下意识地望向江昭月。你就是陈玄墨。在书里，只有男主陈玄墨的长相、身材、气质能和男配裴景洲不相上下。可是书中男主陈玄墨受伤，遇到了女主颜之一，得到颜之一的救治，竟然产生了轰轰烈烈的爱情。这怎么在这里了？你认识他？我有个朋友认识他。什么朋友？就是儿时的一个朋友啊，后来他去了外地。叫什么名字？裴景洲有些怀疑，江昭月赶紧回顾连载书中的内容，尽量揪出来一个人。汪月儿。汪月儿。没错，他父亲是边州府尹，每年上京述职的时候都会带着他过来，所以我就和他认识了。边州汪府尹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与成宁侯府有些交集，每年都会带女儿进京述职。汪月儿说，陈玄墨风度翩翩，气质不凡，一双深情漆黑的丹凤眼却大气疏朗，是世间数一数二的美男子。还说，不必说了，你做了什么坏事？他没有做坏事，他是好人。好人受这么重的伤？好人就不能身受重伤了吗？江昭月反问。好人会扒人马车？他肯定是有苦衷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有苦衷？没点苦衷，谁会有路不走，偏偏去冒险扒马车？何况他还受了这么重的伤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会为他人着想了？没点苦衷，谁会有路不走，偏偏去冒险扒马车？何况他还受了这么重的伤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会为他人着想了？我是就事论事。你是救人论人吧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然要怎么说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是吗？陈玄墨，殿下，人命关天，先给他治疗。裴景洲俊脸紧绷着。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啊。哎呀，他是男主哎，他全身上下都是光环的，要对他好一点，沾点光环，一辈子都无忧啊！殿下，咱们得救他。裴静，到了凌华院没一会儿，吕府医就来了。他解开陈玄墨的衣裳，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伤势很重，很多血。好，那我不看了。吕府医，你好好给他医治，最好不要留疤，免得毁了他的好长相。他的长相好吗？特别好。哪里特别好了？身形高大，五官立体，疏朗。话未说完，江昭月忽然感觉周围冷飕飕的。红草，陈公子额头上的金帕可以换一张了。是。再给他喂点温盐水，别让他脱水了。是。他怎么样？越来越热。能退热吗？不知道，只能试一试。好像有点退热了。真的吗？好像是。肯定是啊，他都不乱说话了。江昭月抬手要去摸陈玄墨，忽然一只大手挡住了他的手。他脸色都没有那么红了，是在退热了。我摸摸看。你刚刚摸过他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现下的体温是退热了还是没退？说的也是，那我不摸了。我们再等一等，看他会不会继续退热。先度过这一关。次日还不到卯时，江昭月就起床去看了看陈玄墨，然后回到卧房准备睡个回笼觉。你去哪了？去看陈玄墨了。又去看他？你就这么关心他？没有，我就是没有。昨日你把他救回来，半日都在床边看着他，晚上去看他，今日卯时未到又去看他，你是不是看他长得俊，心动了？有。昨日你把他救回来，半日都在床边看着他，晚上去看他，今日卯时未到又去看他，你是不是看他长得俊，心动了？没有啊。你可以说真心话。我说的就是真心话。见他第一面就赞叹他长得俊，不是心动？他是长得俊，但这和心动无关啊。之后频频盯着他看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频频关心呢？他受伤了，自然多关心些。我受伤的时候，你有这么关心吗？你受伤的时候，我不是一直陪着你，喂你药，给你擦身子吗？是你陪着我了，然后再三告诉我你照顾我了，让我报答你。没错，等他醒了也要报答我。怎么报答你？要给你银子花，要把你放在第一位，保护你，尊重你，不能去逛青楼。什么东西？殿下还记得我以前说的话？别想打岔。这是你应该做的报答，他的和你的不一样。他还与众不同了。你今日怎么这么阴阳怪气？是你心虚。我心虚什么啦？我就是想让他以后效忠于你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惯会骗人。殿下，你不能走，有什么话你当面说清楚。我不喜欢搞什么冷战、什么猜疑和什么误会的，我们说清楚。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没听懂，就是不清楚。你哪里没听懂？你在生气，
你说实话，别装深沉。是，因为我对陈玄墨太好了。没错。怀疑我喜欢上他了？对。我说我不喜欢他，你不相信？不相信。行，那你说你怎么样才相信我？你的态度怎么让人相信？我什么态度了？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根本没有严肃的讨论我们3人的关系。我们3人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你又在装傻。我装什么傻了？你说话就好好说话，能不能不要打哑谜啊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可能次次都懂你的弦外之音啊？刚刚成婚的时候每日一问，洞房吗？我就问了，怎么了？那现在呢？现在怎么了？你多久没问了？你是不是心里一直都想着陈玄墨？现下他回京了，你旧情难控，心思都在他身上了，忘了自己是太子妃，忘了自己是谁的妻。我这几天太累了，沾床就睡，没有时间问今日洞房嘛。可不是因为陈玄墨，我以前只是听说过陈玄墨这个人，根本没有见过他，怎么可能和他有旧情？没旧情，有心情。没有。你有。我没有。你的行为有。裴景昭，你怎么这么难哄啊？说了没有没有，你就是不信。哼，我今日确实和你说不清楚了。裴景周一愣，酸涩胀痛密密麻麻的袭来，他忽然有一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。因为你没有给过我安定感。什么安定感？江成月，你真心喜欢过我吗？那你真心喜欢过我吗？我现在就在真心喜欢你，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真心喜欢你，喜欢到你看别的男人一眼，我都担心你要抛弃我了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够清楚，够清楚了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嬉闹人间的态度，对什么都不在意。可能得到我的身子之后，你就会失去新鲜感，失去耐心，不再关注我。所以我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，也克制着自己的欲望，想要你坠入爱河之后再袒露心扉。结果你眼里还是只有我这副皮囊，并不关心我的其他事情，而我却是已经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你。我以为我能够像小鹏和青罗那样勇敢、明确又无悔的付出，也不枉心中一场兵荒马乱的喜欢。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，我付出了就是想要回报，我想要你的回应，我想要你的目光，我想要你的喜欢。我受不了你夸别的男人，我也受不了你去看别的男人。我知道你救陈玄墨没错，你去看他也没错，可我就是拐着弯的觉得你是看上他了，我就担心你会抛弃我，你懂吗？你不懂。我真的没有看上陈玄墨。然后呢？听汪月儿说陈玄墨是个很厉害的人物，什么都会。我那么迫切的救下他，不仅仅因为他是汪月儿的朋友，也因为我真的很希望他以后可以忠于你和我。我知道，刚刚是我想多了。还有事吗？没有的话。有。江兆月抬眸，明亮的眸子望着裴景周。裴景周再次紧张。你说。我其实有点喜欢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其实有点喜欢你的。我其实有点喜欢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其实有点喜欢你的。喜欢我哪里？你的人。脸？身子？抛开皮囊，我有点喜欢你。江兆月一直觉得自己脸皮挺厚的，可是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说这种真心话，他还是觉得好害羞。当真？你干什么？亲你。想亲你。来亲。可恶，裴景周的吻技又进步了。干什么？这是大白天。大白天怎么了？是会人来人往的。那也不妨碍我们洞房啊。我们会妨碍他们。我们？殿下是这么猛的吗？晚上再说。晚上在哪说？就在这说。不回宫吗？明日上午再回去。你先起来。江兆月故意在他腰腹处蹭一下。殿下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还不起来？江兆月又蹭了一下。赵月，怎么啦？景周。裴景周听得身心一阵酥麻，俯身狠狠吮一下他的嘴唇，然后放开，克制着心里的暗涌，把他的双臂扒了下来，火速下床进了静室。殿下。何事？你拿衣裳了吗？静室有。那殿下要喝茶吗？不喝。
想吃点东西吗？不吃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进去呀。进来做什么？看你呀。哼，明知故问。好。他痛呼出声，裴景舟立即安抚，各种安抚。江昭月又疼又恼又生气，慢慢都化在了裴景舟温柔安抚中消散。温柔却很快消失，这狗男人又变成一头狼，将他密密匝匝的包围住，一点点的享用。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反正睁开眼睛的时候极其的口渴。要喝水吗？要。温温的水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江昭月整个人舒服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喝水？你一直在叫。江昭月立即想到，从沾到床开始，他就一直……哼，混蛋！平时一副不要不要的样子，结果真的要的时候就是禽兽，讨厌！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会这么让人失控。江昭月看到自己胳膊上都是草莓印儿，哼，都是你亲的。你也挺禽兽的。第一次嘛，难免没什么经验，下次就好了。不是一次，几次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好像殿下果然很威猛啊。不可什么？你以为我要做什么？小直戏。他1个多月以来夜夜难抵思念的煎熬，强逼自己放手的苦痛，被欺骗被抛弃的阴霾全部在这一刻齐齐涌上心头。当初说一辈子都是我的人，甜言蜜语引我上心，海誓山盟骗我庇佑，转头就逃跑嫁人，还敢嫁给本侯的侄子，我的压寨夫人，你可真够无情、无心、无耻啊！